就在半个时辰前，原主被眼前这两个后儿子给抬到山里埋了。原主叫余化，而他也叫余化。这一刻，他很想改名换姓，因为他的名字被玷污了，已经脏了，不干净了。杨武最小的儿子杨三郎如今6岁，而他的腿却已经瘸了3年了。3岁那年，他因挨不住饿，偷吃了一个刚落窝的鸡蛋。原主知道后，不小心打断了杨三郎的腿。余化初步观察了一下，觉得可治。具体要如何治嘛，那还得等他摸过了以后才能知道。老大杨大郎跟老二杨二郎，一个10岁，一个8岁，虽然没有缺胳膊少腿儿，但比起同村同龄的孩子矮了一个头。她成为了恶毒后娘了，而且还是那种没有传承原主技艺的那种。还是回房间吧，处在这里怪吓唬孩子的。半个时辰前还被自己埋坑里的后娘，现在却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成年人都害怕，更别说是2个孩子了。他是人是鬼啊？杨二郎的声音抖得跟卡碟一样。杨大郎看到月光下的影子，同样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二弟：有影子，是人。听是人，杨二郎更加害怕了，他抓住大哥的手臂：大哥，他会不会打死我们？杨二郎说着说着就哭出了声儿，小嘴絮絮叨叨的：他肯定会打死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杨大郎没吭声儿，他现在就站在这里，等着那个女人拿着棍子出来打死他们。兄弟2人很迷惑，心里在想：这恶毒的女人怎么还没来啊？这头回到房间里的余化躺在床上，还不知道他那2个便宜儿子在等着他出去打他们。要知道打游戏的宅女单身狗，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养娃啊。要不然跟他那个不负责任的老爸一样，把孩子往学院里一丢，吃喝穿准备齐全，什么都不管，就这样当个甩手掌柜，那种滋味他深有体会，还是别了。这夜再为人的他失眠了，一夜无眠的余化，第2天天刚亮就起了床。他收拾干净自己，做好早饭，一个人填饱肚子后，背着背篓出了门。背篓里装了一根绳子，当然他也做了3个孩子的早饭，就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来到了山上，他找了一棵粗壮的歪脖子树，绳子甩上去，打算上吊把自己吊死。他做鬼也不想在这个恶毒女人身上活着，然而总有刁民想害他呀。只听得咻的一声，一支箭射断了他的绳子，刚吊上的他就跌坐在了地上。他很烦，生气地吼道：谁啊？谁吃饱了撑着多管闲事啊？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余化爬起来，捡起绳子，继续上吊。又是一支箭射出来，射断了他的上吊绳。这一次他没有跌坐在地上，而是平平稳稳地落在地面上站稳。他已经知道箭是从哪里射出来的，他侧身走过去，要把那多管闲事的家伙拖出来打一顿。上个吊怎么就这么难呀？很快他就找到了多管闲事的人，看着跟前面无表情的猎户杨琦，余化眯了眯眼睛：大哥，你能不能做点好事，别再射断我的上吊绳？我想死，麻烦你别再救我了。杨琦翻了一个白眼儿，冷漠地对他说：鬼救你，还有我不是你大哥，你比我大。余化深呼吸：那么这位英俊的弟弟，你可以不要再管我的死活吗？我也不是你弟弟，别乱攀亲戚。你要是觉得内心愧疚，好好活着赎罪，将那3个孩子照顾。这位大哥好像又误会了什么，看着说完话转身离开，步伐还很快，仿佛他是瘟神，生怕被沾染上一般。就这样，余化不死了，
既然来都来了，总应该弄点东西回去吧。回到家，他一进门，堂屋里正在吃东西的3个兄弟看过来，老二老三吓得立即丢下手中的筷子，下凳子退到一旁瑟瑟发抖。唯有老大杨大郎老神在在地坐在那儿吃。其实老大心里也慌得很，但他想硬起来，不想再过以前那种挨打受饿的日子。他就坐在这里，等待着恶毒女人进来骂人打人，到时候他一定会雄起对抗。余化看了一眼堂屋里的3兄弟，看到老二老三吓成那样，他想说，你们别怕，我不会打你们，你们放心吃。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回头指不定怀疑他在食物中下了毒呢，还是不理会，装作没看到比较好。他将背篓放在地上，他对这个家最满意的就是对着厨房门口的这口水井，吃水用水都非常的便利，不用跟村里的人一样去挑水。老大杨大郎迟迟不见恶毒女人进来收拾他们，出于好奇，他下桌走到了堂屋门口。老二老三见状立即跟上大哥，虽然他们害怕恶毒女人，但他们也不愿意看着大哥一个人被打。3兄弟趴在门边，伸着脑袋往外面看，看后娘在井边洗吃了会死人的东西，3张小脸齐刷刷的灰白一片。老二杨二郎抓着大哥的手臂，小声的哆嗦着：“大哥，他是不是想毒死我们？”在井边洗蘑菇的余化听到老二这句话，嘴角不由抽了抽。他这是能吃的红蘑菇，味道很棒的，营养也很丰富，怎么到了他们眼里就成了毒蘑菇？余化很无语。老大杨大郎黑着脸没有说话，眼睛扫到了墙边靠着的锄头，他眼神闪烁了一下，他抬脚跨出了堂屋门，拿了锄头举起来，向井边洗蘑菇的恶毒女人跑了过去。然而因为害怕，没跑2步，自己被自己给绊倒，扑在地面上，场面很是尴尬。后面的老二和老三惊得呆傻了，心里直呼完了。余化忍着没笑，无语地望了一下天。他低头对趴在地上的杨大郎说：“杀人犯法，会坐牢被砍脑袋的。坐牢又怎样？只要你死了就行。”杨大郎爬起来吼了2句，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锄头，他没有那个胆量再拿锄头行凶，不仅没有，身体还抖成了筛子。余花看着这个视死如归的家伙，扯动了一下嘴：“那可不行，我要是死了，你们连这个房子都守不住。”杨大郎知道大爷爷家在打他家这房子的主意，因为唐伯总是忽悠他跟二弟偷房契和地契，因此杨大郎回了一句：“只要你死了，房子要不要都无所谓。”好家伙，这是恨后娘入了蛊啊！这么好的房子，可不能便宜了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啊！你比他们还要狼心狗肺。杨大郎现学现用。余化嗤笑了一声，告诉杨大郎：“狼心狗肺不是这样用的。”突然想到这3个孩子还没读过书，他偏头看向了老大杨大郎，问道：“啊，想不想读书啊？”你又在打什么主意？杨大郎红着双眼吼了起来，他才不相信这恶毒女人会好心送他去读书。我听说读书后可以给人抄书写信挣钱。他果决地回答：“不去。”行，随你。这小子不去算了，他却问老二老三。余化将目光投向老二：“杨二郎，你给我出来！”他学着原主，用凶巴巴恶狠狠的语气命令了一句。一起缩回去的老二老三猛地抖了一下，他非常不情愿地挪动脚步走了出来。杨大郎过去站在了弟弟的前面，他怒视后娘，龇牙咧嘴的怒吼：“你想干什么？”直接定了杨二郎去读书。就这样决定了。杨二郎，你去读书认字，你可要认真学，要不然我抽死你。我抽死你这句话，原主常说。杨二郎没吱声。于是，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
他抬头看向大门的方向，来人是杨武的堂兄弟杨胜，今日他来家里，恐怕也没安什么好心。余化起身捡起地上的锄头，他决定先发制人，于是举起来走向了杨胜。滚！再来我家，我一锄头挖死你！他说着就挥下去，杨胜被吓得直往后退，脚被门槛绊了一下，跌出门外，一屁股坐在门外的门口碎石上，疼得杨胜龇牙咧嘴的。他爬起来，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指着杵着锄头的余化。哎呦，于氏，你疯了不成？对啊，我就是疯了，而且我一直都是疯的，你们不是很清楚吗？余化大大方方地承认，说完还呵了一声。哼！因此他对杨胜警告道：杨胜，你再敢来，姑奶奶一锄头挖断你的脖子，挖死你这个狗东西！杨胜的媳妇儿叶香跟着自家男人后头过来，听到余化这话，怒火中烧，厉声呵斥起来：于是你想挖死谁？瞪了自家男人一眼，等解决了眼前的贱人，回头再来收拾这个男人。杨胜挪动脚步，离自家媳妇儿远一点，因为媳妇儿身上有股狐臭。余化皱着眉头，抬起手捂着鼻子。哎呀，叶香，你还真是人如其名。哎呦，这臭味啊，隔这么远都能闻到。叶香涨红了脸，很生气，特别是看到自家男人也远离自己的时候，她脸色更加难看了，气得差点原地昏厥。她指着门口的余化质问杨胜：杨胜，你一大早跑来这里做什么？你说，你是不是跟这个贱货勾搭在一起了？勾搭你麻痹，就他这皮样子，姑奶奶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不等杨胜解释，他余化先骂了起来：你什么你？几次三番的骚扰姑奶奶，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整那个磕碜鬼样，还敢肖想姑奶奶？再敢来，姑奶奶一锄头挖断你的脖子，然后再挖断你子孙根，让你做鬼都做那无根的鬼。说着就把锄头挥了过去。杨胜、叶香两口子吓得连忙往后退。余化抬脚走进堂屋，经过杨大郎、杨二郎身边的时候，说了一句进来。扒拉在堂屋门边的老三被走过来的余化吓得跌坐在地上，他走过去伸手把人给抱起来。外面的杨大郎和杨二郎见状，紧张地提起了心，抬脚就跑过去。别怕，不打你，以后也不会了。真的吗？真的。他柔声回了一句。他把老三放在了饭桌前，摸了摸老三的头：那，吃吧。说完，他转身走出堂屋，继续洗他的蘑菇。老三则是有点懵，没动。杨二郎看向了大哥，小声地说：大哥，他好奇怪啊。他本来就奇奇怪怪，有什么好奇怪？杨大郎说完，走过去坐在三弟旁边，重新拿起用过的筷子继续吃东西。中午，余化做了蘑菇山药汤，一盘青菜，端着出来放在堂屋桌子上。他没有叫三个孩子吃饭。余化这次做了一大盘的蘑菇山药汤，他盛了一碗，合着汤快速吃完。他把自己用过的碗筷洗完后，这才背着背篓出门。他一走，三个孩子打开房门出来，来到桌子前，看着桌子上还剩下一大盆汤跟半盘青菜，三人盯着蘑菇山药汤直咽口水。余化觉得自己可能跟杨琪有仇。进山看到一只兔子，他追上去，待兔子以为自己躲好安全不动时，他手拿小石头准备用小石头打晕兔子。一支箭比他快，咻的一下射穿了兔子的脑袋。他看向箭出的那个方向，看到杨琪的时候，他心里直呼好家伙，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啊，走到哪儿都能碰到，切，真倒霉。杨琪感受到了一双充满敌意的目光，
他微微偏头看了一眼，看到是余化这个恶毒女人，他紧锁眉头。怎么又是这个女人？真晦气。余化走到已经死了的兔子跟前，捡起死透了的兔子，抽出射穿兔子脑袋的那支箭，对杨琪说：这只兔子是我先看到的。杨琪大步走过来，从他手中夺过兔子，同时也夺回了自己的剑，居高临下的看着面前的恶毒女人。那又怎样？箭是我射的，你觉得你能抓到他？我能。哼，喝锤子。余化心里不爽的暗骂了一句。杨琪不想跟这个恶毒女人多待，抬脚离开。余化气得吹鼻子瞪眼儿，低声放着狠话：你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让你叫爸爸。爸爸？什么鬼东西？杨琪拧眉，回头看了一眼转身往山里深处走的女人，双眸微微眯了一丝。他想提醒那边有野猪，而且还是怀着崽的母野猪。一盏茶时间后，看着面前冲出来的野猪，余化双眼泛光。啊，肉啊！不过这好像是一头怀着崽的野猪，想了想还是算了吧，母猪肉不好吃。余化失去了一只兔子，但他抓到了2只野鸡，在山里还找到了野生的八角树和肉桂树，并且运气很不错的碰到了一朵灵芝，有50多年的年份，他打算拿去镇上卖了。他在峭壁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下，面对着风口乘凉休息缓口气。回到了阳山村，远远看到自家门口聚着许多的人，他加快脚步过去。一个孩子看到他，嚷嚷着：恶毒女人回来啦！聚在门口的人听到这句话，纷纷回头。于是，你也太恶毒了！你再怎么不喜欢3个孩子，你打骂也就算了，怎么能弄毒蘑菇毒3个孩子呢？哎呀，简直就是在作孽！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这怎么回事啊？余化听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听了7、8句后，他依旧是一头雾水。什么毒蘑菇啊？这些人在说啥子呀？不等他询问，门内传出了老2和老3痛苦的话语声：肚子好痛，二哥，我们是不是要死了？自己弄的不是毒蘑菇，做的汤也不是什么相克的食物，喝了绝对不可能肚子痛。余化不予理会，转身进门，门栓一挂，让外面想看热闹的人没得看。大伙儿见状又议论起来：他肯定又要打孩子，看着吧。这3个孩子也是造孽，摊上了这么个后娘，长得人模人样，但干的事却没一件是人能够干得出来的。他将背篓放在堂屋外面的屋檐下，转身过去抱起捂着肚子靠在堂屋门槛上的老3，手刚放在老3肚子上，杨大郎就吼了起来：你放开我3弟，有什么你冲我来！杨大郎忍着腹痛过来，想从恶毒后娘手中把3弟解救出来，然而还没走拢就摔了个狗啃屎。很抱歉，余化实在是没忍住，直接笑喷了。他边给老3揉肚子，边对趴在地上快自闭的老大说：就你这样还想逞英雄？省省吧。杨大郎小小年纪，沉着脸爬起来坐在地上，不是他想坐，而是肚子疼，膝盖也疼。看3弟很舒服的样子，他知道他误会了后娘。余化无视老大的目光，低头问怀中的小家伙：还疼吗？杨三郎摇头。后娘的声音好好听，怀抱好温暖，他是在做梦吗？大哥，我肚子不疼了。杨大郎没有理会2弟，张口问面前的后娘：是我们吃多了，蘑菇没毒。不仅没毒，还补人。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情况，抱歉。新手带娃，你们要体谅一下。听到后娘道歉的话，
他愣住了，问出了一句自己想扇自己一巴掌的问题：你会一直这样好下去吗？问完后，杨大郎自嘲了一下：怎么可能会一直好下去啊？余华看了老大一眼说：你们要是听话的话，我肯定会一直好下去。门外听墙角的人嗤笑了一声，狗改不了吃屎，人也一样，他们可不信于氏会不打孩子。余华听到门外的笑声，这才想起来门外还有一群闲得蛋疼的人。你们很闲，要不要进来坐坐喝杯茶呀？几个成了亲的人连忙摇头，他们倒是想，可不敢，回头让家里的婆娘知道了，床都不让他们上。有一个没成亲的男人刚想说可以，可对上于是冰碴子一样的眼神，想到于是踹黄老二那一脚，连忙跟着摇头。那还不滚？还要我送你们一程吗？余华对这几个人没有任何好感，几人见他发火，转身麻溜的滚蛋，跑得贼快。几人一走，门前彻底清静了。他把门一关，转身与堂屋门口3个娃娃视线对上。打水把自己洗干净了，回头谁没洗干净，谁今晚就没有鸡肉吃。一听鸡肉，3个娃眼睛放光。家里没有养鸡，哪来的鸡肉啊？余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洗干净没有鸡肉吃。3兄弟咽了一下口水，杨二郎第一个行动起来，过去拿盆。腿脚不便的杨三郎也跟了过去，只有杨大郎还倔强地处在原地不动。天热，他们直接用井水洗澡，冰凉爽快，舒服极了。从厨房出来，看到老二在扒拉老三的头。带虱子。余华犯愁地扫了一眼面前3兄弟的头，是剃光头还是整药给他们杀虫啊？他决定了，给他们3个剃个光头。3兄弟见后娘突然笑起来，老大的手掌心抠出了血。余华跑回房间，他捏着修眉刀出去。3兄弟看后娘拿着修眉的小刀出来，3张小脸唰的一下变白了。看着一步一步向他们走过来的后娘，3人抖个不停。半个时辰后，余华看着面前3个光头，啧了一下。杨大郎双眼布上了一层水雾，他质问道：你剃我们头发干嘛呀？说着说着哭了起来。鸡肉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馋得3兄弟狂咽下口水。余华转身回厨房，他把厨房里做好的红烧鸡端出来，放在堂屋。3兄弟围在桌子前，看着桌子上那盆香喷喷的红烧鸡肉，狂咽口水。正准备开饭的时候，大门啪啪啪被拍响。于是，你给我滚出来！余华的脸拉了下来。这些人真烦，饭点的时候来找茬，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门外是杨武的大伯母叶蓉，还有好吃的吃货杨梅。一盏茶时间前跟他的娘叶蓉告状，说什么脸上的伤是于氏贱人所打。一听于氏小贱人打了他女儿，哪能坐视不理，当即就带着女儿上门讨说法。余华打开房门，哎呦喂，死人了！于氏杀人了！余华一听这话，转身跑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走到叶蓉跟前，捏着菜刀的手一挥，来人啊！杀！好，继续嚎，快点嚎，等你嚎够了，姑奶奶就剁了你，送你去见阎王。侧头看向同样被吓着的杨梅，你嚎啊！杨梅捂住嘴巴，摇头，想哭却又哭不出来。不嚎就给姑奶奶滚，以后看到姑奶奶记得绕路走，还不滚？杨梅转身就跑。叶蓉看向丢下自己跑走的女儿，皱着眉头，爬起来扶着腰，一瘸一拐地跑离了这里。碍眼的人一走，拿着刀的余华抬起头，扫了附近听到声音出来站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人一眼，转身回家。门关上，
那些人也没回家。那于是啊，疯病越来越严重了。以前顶多骂骂人撒撒泼，如今啊，直接上手揍，还动刀子呢。是啊，这以后还是得离他远一点。老子又不是神经病，闲得蛋疼。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唠了一会儿也回去了，不敢多唠，生怕把于氏那个疯子给招惹出来。于化把菜刀放回厨房后，回到了堂屋，见三兄弟没有动筷子，挑了一下眉。怎么不吃啊？本娘一起吃。吃，别看着我，看我饱不了肚子啊。有他这话，三兄弟不再客气。天热，他没什么食欲，只喝了点菜汤，一盆菌子烧鸡跟一只烤鸡吃得干干净净，蔬菜汤最后也被喝了个一干二净。看着三个吃撑四仰八叉的靠在椅子上的三个家伙，他拍了拍脑门，他又给忘记了，希望他们三个一会儿不会肚子疼。你们一会儿肚子要是疼了就按按，也别一直这样躺着，在院子里走走，或者出去玩玩也行。我带着你弟弟出门逛逛。我能一起吗？可以。问问你大哥要不要一起？大哥，我们要出去，你要一起吗？侧头看了二弟一眼，黑着脸回答：不去。刚出门就碰到附近住着的最近的一户人家谢氏。谢梅花惊愕地看着于氏怀中的杨三郎和跟在身边的杨二郎，这半天的功夫咋就光头了？梅花愣住了，不过他也没问。于化没有记忆，不知道怎么称呼，便也没有主动打招呼，抱着老三带着老二走了。他抱着人往阳山村的小溪那边去，路上遇到几个村里的人，一个个看到他跟之前的谢梅花一样，没有搭理他。原主在这个村的名声不好，基本全村的人都厌恶他。看着眼前一个个光溜溜的在溪里戏水的大小孩子们，于化嘴角一抽，他居然忘记了这茬儿。啥也不说了，他立刻转身离开。娘，不洗澡了吗？不洗，你们以后也不准去小溪边洗澡。为什么呀？这是杨二郎问出的问题。你们不是3岁小孩子了，哪能光溜溜让人看呀？和村里其他人也一样啊。他们是他们，你们是你们，反正你们以后不可以光溜溜的给别人看，就连我也不行。从明天开始，你们洗澡要在屋里洗，不听话就没有肉吃。一听没有肉吃，杨二郎和杨三郎先后说道：哦，那我们以后在家躲着洗，不给娘看。于化无语了。母子三人在村外逛了一圈，天逐渐黑下来后便回了家。家里，杨大郎坐在堂屋门槛上，双眼望着大门。就在他等得不耐，准备出去寻人的时候，二弟和三弟的声音传了进来：大哥，娘说明天去镇上给我们买糖葫芦。杨二郎进门跑向大哥，边跑边说，欢喜得不得了。娘还说买嘎嘎。于化怀中的杨三郎补充了一句。杨大郎咬了一下牙：吃，就知道吃，回头指不定把你们卖了。翌日天刚亮，于化做好了早饭，背着装有灵芝的背篓离开了家。距离阳山村最近的村镇是桃花镇，今天他要去卖灵芝，必须得去镇上。希望今天运气好，能碰到一个一起去镇上的人。杨琪感觉自己一定是沾了什么霉运，要不然怎么会接二连三地碰到于氏？他翻了一个白眼，大步往前走，脸上满满的嫌弃之色，要多明显有多明显。于化瞅着前方走得飞快的杨琪，咬了咬牙，加快速度追上去。眼看着就要被甩掉了，他不得不张口喊人：杨琪，你能不能等等我呀？我要去镇上，我忘记路了。杨琪并未慢下来，反而更快。
余化是真的服了这个杨琪了。他突然想到什么，对杨琪说：哎呀，我去给3个孩子买布做衣裳，我还要给他们买糖葫芦，买糕点。杨琪轻喝了一声。这个女人会给3个孩子买糖葫芦？太阳打西边出来还差不多。他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下来。哎，你知道镇上1朵灵芝能卖多少钱吗？杨琪没有立即回答，他侧头看了于氏一眼。你采到灵芝了？余化点头。不同的灵芝价格不同，你去镇上百草居，那里的掌柜会给你公道的价钱，不会坑你。你顺着这个路翻过那个山头，出去左拐，顺着大路一直走，走上1个时辰的路，就能看到桃花镇。桃花镇以桃花闻名，这里的桃花酒也是桃花镇的一大特色。走进了百草居。你好，请问这位夫人是看病还是抓药？一进门就有伙计接待询问。余化对这个百草居第一印象就很好。都不是，我这里有1朵灵芝，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啊？收的。夫人稍等，我让我家掌柜的来看看。说着就去外面找掌柜。百草居的掌柜叫陈德元。掌柜的，这里有位夫人要卖紫灵芝。黄甫玉轩脚步一顿，回头看了一眼。余化对这人笑了一下，是一个不失礼貌很适度的微笑。是夫人要卖紫灵芝。余化点头，把紫灵芝从背篓里拿出来递给陈掌柜。陈掌柜面带微笑地接过灵芝，瞅了一圈，直接说了价钱。你这朵灵芝虽是紫灵芝，但不大，只能给你500两银子，要卖吗？啊，卖。余化毫不犹豫地说道。灵芝收好，去取钱。伙计回了一个是，很小心地捧着灵芝离开了。余化转头看向药柜，问陈掌柜：有玉仙草吗？他好奇地问。敢问夫人要玉仙草治什么病？小儿骨折。玉仙草也就100年前有过一株。余化明白了，陈掌柜的意思是没有玉仙草。不知道陈掌柜可知，100年前那株玉仙草是从何处被人采得？就在咱们桃花镇的龙山深山里。余化出了百草居，把几块碎银装进他的荷包里。刚出百草居就被人盯上了。走到人多的地方时，那跟在后面鬼鬼祟祟的人想趁乱偷钱。从飘香楼旁边巷子里出来的杨琪看到这一幕，刚要上前制止，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那个想偷钱的人被余化扣住手腕，余化转身脚踢扒手膝盖，扒手面部朝下摔在地上。偷到姑奶奶头上，胆儿挺肥啊！哎呦，我错了，姑奶奶，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我吧。我上有80岁的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要养活啊。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病重的老母亲啊？余化把扒手没说完的话给说了出来。被抢了台词的扒手愣住了，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整个人都傻了。余化呵呵了一声，加重脚下的力道，疼得扒手嗷嗷直叫。周围有人于心不忍，出声为地上的扒手求情。这位大姐，她也挺可怜的，你就放了她吧。余化抬头看向那个叫她大姐的圣母，不耐烦地说道：你长得比我老，你叫谁大姐啊？18岁的张新梅张口结舌。你什么你？他偷我钱，我不应该教训他吗？你既然这么喜欢充当好人，那不如好人帮到底啊，给他个180两银子，或者直接把他80岁的奶奶、病重的老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全都接回家养着好了。地上的谢二狗一听这话，转头看过去，看到是飘香楼张如海的女儿，嫌弃地说道：我才不要他的银子。这丑八怪对他家三哥图谋不轨许久，死都不能欠这个丑八怪的人情。余化嗤笑道：你真有意思啊，有人给你银子你还不要，你是不是有病啊？谢二狗委屈极了：你把我送官吧。宁可去衙门
也不愿意接受张新梅的好意。张新梅气得五官扭曲，跺了跺脚，狠狠地瞪了余化一眼，转身进了飘香楼。余化无语，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下的扒手。跟我去见官还是赔钱啊？谢二狗人傻了，不明白赔什么钱。不仅他不知道，周围的人也不知道，一个个一脸迷惑地看着余化。这女人又在整什么幺蛾子？你吓到我了。好一句你吓到我了，真是惊呆众人。大姐，你能别说笑了吗？明明是我被吓到了。谢二狗觉得自己很憋屈。摸钱没摸到，被打了还不说，还要被勒索赔钱，什么世道呀？那就去见官吧。别，我赔钱。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可有婚配？你没看到我说的妇人发髻啊？别废话，赶紧赔钱。我也不要你多，随便给个1两银子吧。余化没好气地回复了这个二货一句。正常人这个时候应该是爬起来就跑吧，哪能站在这里查户口？谢二狗不以为然，也没觉得1两银子多。他摸出钱袋，拿出了1两碎银递给他。余化接了银子，不等他出声，杨琪走了过来，黑着脸说：不是说要给孩子买衣服买糖葫芦吗？余化看着突然出现的杨琪，有点愣。谢二狗瞅着眼前这个高个子长得跟帮主不相上下的男人，心底一阵惋惜。谢二狗说了一声谢谢余化放过之类的话，转身跑走。杨琪看了一眼跑走的谢二狗，木着脸对余化说：那是镇上斧头帮的人。杨琪说完转身也走了。余化微张着嘴巴，他转身继续逛街，看到卖布的铺子叫刘姐布铺，他进去扫了一眼，没看到有现成的衣服，便问：老板，你们这儿有没有小孩的成衣卖啊？掌柜看着面前年轻貌美的妇人，便笑道：没有，整个桃花镇的铺子都没有成衣卖，都是买布定做的。我这儿做一身衣服2天能做好，你今天订，明天就能取。那给我挑2匹耐脏耐穿的布，针线也给我整一些吧。掌柜没有意外，转身去给他挑布料。余化感受到掌柜异样的眼神，他笑着问：这一匹多少钱啊？我也不坑你，这深蓝色的2两，黑色的1两5。能便宜点吗？我给你的已经是最低价了，不能再少了。余化听掌柜这话，立刻一副兴致淡淡的样子。那我再去别家转转吧。掌柜一听这话，皱了眉，忙拉住人问：你想要多少？2匹布，一共3两。掌柜咬了一下后槽牙，行，不买了。那接下来就是买糖葫芦跟糕点。既然他答应了孩子，那肯定是要做到的，不能失信。卖糕点的铺子他找到了，他走进去没一会儿出来，手里提着1盒绿豆糕跟1盒豆沙糕。顺着这条街走，一条街被他走完都没有看到卖糖葫芦的人。奇了怪了，怎么没有卖糖葫芦的？他嘀咕完，转身过去向一旁卖烧饼的大爷询问：大爷，你知道镇上哪里有卖糖葫芦的吗？大爷没搭理他。大爷，不知道。卖烧饼的大爷不耐烦了，不买他的烧饼，他才不告诉他呢。余化抿着嘴，抬脚过去问隔壁卖葱油饼的大娘：大娘，卖糖葫芦的不在这条街。不等余化说完，大娘就告诉了他卖糖葫芦的地方，还好心的给他指路。为了感谢这位大娘，他自然是要照顾一下大娘的生意的。谢谢大娘。大娘，您这个葱油饼怎么卖啊？我这可不是葱油饼，是葱花饼，1文钱2个。卖葱花饼的大娘给他纠正，就怕余化买了回头吃出来不对味儿，扯皮。他是个很实诚的人。
那就给我来8个。隔壁卖烧饼的大爷瞅见了，后悔得很。卖烧饼的大爷不甘心，厚着脸皮问余化：大妹子，要不要买几个烧饼呢？我这烧饼1文钱一个，馅多，味道比那葱花饼好得多呢。捧自己踩别人，余化很反感这行为。他没理会卖烧饼的大爷，收好荷包，接了大娘包好的葱花饼，转身向大娘给他指的巷子走过去。他穿过巷子，没多久，他在一家卖糖的铺子外找到了卖糖葫芦的贩子。他买了6根糖葫芦，走着走着，又碰到那个偷他钱的人。谢二狗也看到了他，伸手扯了一下身边帮主的衣袖，抬眼示意一个方向。三哥，就是那个穿着浅绿色衣服的人，他那样一看就是生儿子的样。余化虽然没听到声音，但是看唇形也知道谢二狗在说什么，他当即脸就绿了。真当旁边那个瘦竹竿是香饽饽呀？这三哥一看就不行。柳进三感受到自己被人嫌弃了，脸一黑，抬脚踹了身边的谢二狗一脚。谢二狗躲开了，眼瞧着余化就要走远了，赶紧凑上去。哎呀，大姐，好巧啊！是挺巧的。他绕过谢二狗往前走，谢二狗紧随其后。杨琪从前面的铺子出来，看到这一幕，皱着眉头到了余化的跟前儿。杨琪看了一眼旁边的谢二狗，问余化：东西买完了？余化想说没有，因为他还想逛逛，但想到旁边的谢二狗，他点了一下头。买完了。既然买完了，那就回去了。哦。余化应了一声，跟在杨琪身后走。谢二狗愤愤不平地回到了三哥身边。三哥，你说那小子是不是走了狗屎运啊？居然娶了个那么好的媳妇。柳进三并未觉得那女人有多好，除了身材好之外，脸也就那样。他警告谢二狗，以后再整这些东西，小心你的皮。你知不知道镇上的房子是什么行情啊？杨琪微微皱眉，这女人又要整什么幺蛾子？余化已经习惯了杨琪的冷漠，也不等杨琪回答他的问题，自顾自地说道：我打算送二郎读书认字，三郎的腿也要看看，没有一个住的地方不方便，所以我打算买个小院子，地方不用太大，够我们娘4个住就行了。偏僻小巷子里的小院子大概7、80两，挨着街的小院子150、60两。余化听着直犯迷糊，他瞄着杨琪笑着问：不知道你忙不忙？我很忙，没空带你去看房子。杨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余化撇了撇嘴：那我自己去打听一下。杨琪那浓眉微微皱了一下，他问余化：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杨二郎去读书认字？这个女人从那碗坑里爬出来后就变得很奇怪。她相信这世界有鬼神一说，因为在她身上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嗨，回魂了。杨琪收回了思绪，张口就问：你确定要买房？我去，他有点跟不上这哥们的聊天速度了。你这是要帮忙找房子？他确定了一下，直接说：啊，要是价钱合适，位置不错，房子大小也合适，我肯定要买房子的。价钱就在400两银子以内。得留个100两银子用。他抬眼看着杨琪：你要是帮忙找的话，我给你报酬1两银子，怎么样？杨琪翻了一个白眼：可以。接了银子后便快步走了。房子的事情交给杨琪解决，那剩下的就是杨二郎读书的问题了。一盏茶的时间后，找到了镇上最好的学院青山书院。站在青山书院门口，看到一个病殃殃、面露着急、学生模样的男孩，他快步过去拦住了这个男孩。你好，请问你是这青山书院的学生吗？他微微点了一下头，回答这位大娘的问题。我是青山学院的学生，大娘有什么事吗？余化差点被大娘2个字气得猝死，
瞅着这娃要走了，他连忙拉住人，笑着说：啊，我想送我家孩子进书院读书认字，不知你们这收学生有什么要求啊？钟浩轩皱眉摇了一下头：我不知。那你当初怎么进的书院啊？走进去的。余化现在怀疑这娃是不是被毒降智了。钟浩轩见大娘不再问问题，反问大娘：大娘，你还有问题要问吗？没了。再问下去怕是要心肌梗塞了。钟浩轩见大娘没问题要问，抬脚走进书院。门房的蔡叔见这位钟少爷终于到了，忙松了口气，合上步子，看到一位陌生的年轻妇人进来，蔡叔拦住人询问道：你有何事？你好，我姓于，我想送我家孩子来这里读书认字，不知道这青山书院收学生的要求是什么，便过来打听一下。他笑着说：只要你的孩子口齿伶俐，回头夫子问什么如实答就行。余化心里有了数，跟门房的蔡叔道了谢后离开了这里。杨山村，杨二郎、杨三郎坐在门口。杨胜路过这里去挑水，瞧着这兄弟俩跟门神一样坐在门口的两边，瞧着他们的光脑门，笑着逗了两句：二郎三郎，你们这是打算出家当和尚啊？才不是，我们头上长虫子，娘亲这才给我们剃了光头。杨三郎撅着小嘴解释：哎呦，娘亲都叫上了，你们那个恶毒的后娘给你吃糖了？娘亲说今天要给我们买糖葫芦。这人呐，有时候就是不禁念叨，一念叨就出现。杨胜挑着满满2桶水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了回来的余化。看着于氏手中的糖葫芦，他瞪大了双眼。余化堪堪扫了杨胜一眼，看向家门口的两兄弟，加快速度过去。杨二郎和杨三郎看到他，眼睛一亮，起身跑过去。腿脚不好的杨三郎跑得极快，边跑还边喊：娘亲，你回来啦！余化大步走到杨三郎跟前，把手里的糖葫芦分了2串给杨三郎。一人2串。杨二郎欢呼起来，拿着糖葫芦转身往回跑，进门就喊：大哥，大哥，杨七真的给我们买糖葫芦了，你快看呐！余化跟杨三郎走在后面，听着杨二郎欢悦的呼喊声，他跟着笑起来。咚的一声，杨胜肩上的担子掉落在地上，2桶水倒在地上，倾洒得一干二净。这个女人真的转性了，那我的房子岂不是要没了？余化背着背篓走进堂屋，把手中的葱花饼往桌上一放，卸下背上的背篓，往饭桌旁一坐，就不想动了。中午我们就吃葱花饼，一人2个。这个时候，老大跟老二从房间里出来，盯着桌子上的葱花饼。盯着干什么呀？赶紧分了吃。我是没力气给你们做午饭了，咱就凑合着吃。起身提着背篓回了房间。杨三郎拿着饼咬了一口，眼睛一亮，抬头对大哥说：大哥，真好吃。杨大郎也咬了一口吃。听三弟这话，他笑了笑，没有吭声。葱花饼的确好吃，也的确很香。杨二郎没吱声，埋着头吃饼。没一会儿，他2个葱花饼都吃完了。这顿午饭，3兄弟吃得很开心。杨胜重新挑了1担水回家，进门就遭他媳妇叶香一顿骂：让你挑1担水，你挑哪儿去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又去找那个不要脸的贱货了？杨胜没理会自家媳妇儿，跑进了堂屋，去他爹娘的屋了。叶香气得浑身发抖，走到门口，对着于氏家那个方向骂。叶香指桑骂槐，骂得相当难听。周围村户听到叶香骂人的话，有些鄙夷，有些跑出来凑热闹，时不时的还咚叶香1、2句，想让叶香冲到于氏家里跟于氏打一架。好什么好，不用吃午饭了。
爷，那个于氏开始对3个孩子好，买糖葫芦1人2串。我看那房子咱们难动到手了，先给村长一点好处，回头再跟村长合计，借此机会把他赶出阳山村。那房子最后还不是咱们的？我觉得圣儿这主意不错，咱们跟村长通个气儿，合计着将于氏那个女人赶出阳山村。杨山点了一下头。夜晚，3个孩子已经睡下，睡了一下午的余化这时候睡不着了，在院子里喂蚊子看星星。突然有个人影从他家院墙跳下来，余化拧眉盯着走过来的杨琪。有门你不走，为什么翻墙？我一个男人夜里敲一个寡妇的门，合适吗？那翻墙就合适了。杨琪抿着唇，他从怀中摸出2张契递给了于氏，一张是房契，一张是地契。宅子比这个宅子大一点，有个小花园，回头你可以在小花园里种点菜。后院有一口水井，位置在青山书院附近。余化小小的吃了一惊，没想到杨琪的办事能力这么强。250两。就算他反悔也没事，因为那个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房子。250？余化怀疑杨琪是在讽刺他，不过250两这个价钱他能接受。我进去给你取银子。余化说完转身进屋。那250两，你过过目。出了这个院子，数目不对的话，我可一概不认啊。杨琪接住。对的，什么时候去镇上可以让大郎告知我一声，免得你们找不到地方。行，那就麻烦你了。杨琪面无表情，转身从原来翻进来的地方又翻出去。第二天吃完早饭后，让3个孩子坐在饭桌上，第1届家庭大会正式开始。3兄弟看着他们的后娘，不太明白后娘这是想干什么。余化对着他们咧嘴微笑，说道：我打算将这个房子卖了。不行。杨大郎脸色巨变，盯着后娘的眼睛里面布满了怨恨。杨二郎很平静，他问：那我们住哪里啊？我已经在镇上买了房子，以后去镇上住，到时候你读书方便，给3郎治腿也方便。他怎么会有钱在镇上买房子啊？如果谁不愿意跟我去镇上也行，那就留在这儿。这里的东西我都不会带走，全都是你的了。房子跟地卖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地？杨大郎不说，他都不知道家里还有地。去镇上学本事，以后有钱了，你想买多少地就有多少地。说到这里，他脸上的嫌弃更浓了。你真应该跟你2个弟弟学学。行了，别哭了，我不说你就是了。不过这房子你要留，肯定是留不住的。我们一走，你那大爷爷家肯定会想办法占了我们这个房子。与其被弄得乱糟糟，还不如直接卖了了事呢。当然，你要是想送给那家人的话，那就送吧，反正这个房子又不是我的。余化这话只是试探。不要。杨大郎的声音也弱了起来。他前天说把房子送给大爷爷一家，那是气话。2个弟弟不记事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们爹活着的时候就跟大爷爷家不对付。如果他们把这房子送给大爷爷家，爹估计会被气得从坟墓里爬起来。余花笑了。那卖不卖？他问杨大郎。杨大郎没有回答，反问后娘：你真的在镇上买房子了？余化从怀中摸出房契地契，搁在了桌子上。那这是房契地契。3兄弟看着那2张纸，不认识字的他们感觉像是在看天书。余化看他们这样，突然想起来，他们3个都是文盲，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不出什么花来。他把房契地契又收起来，打量了3个家伙，轻飘飘地说：看吧，这就是不识字的下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被人坑被人卖都不知道。杨大郎抿紧唇，红着眼睛盯着后娘。杨二郎紧握着拳头，对后娘说：我会好好读书的。
余化咧嘴笑起来，冲杨二郎说了一个乖字，然后对满眼羡慕的小三说：等我家三郎的脚治好了，也能去读书。真能治好吗？杨三郎再次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能。房子跟地，你是要卖还是要留啊？杨大郎很纠结，他看向了两个弟弟。你们同意卖吗？杨二郎和杨三郎毫不犹豫地点头。杨大郎见此，看向后娘，那就卖了，语气里还是有些舍不得的。余化瞧见了说：行，那就是全员通过，散会。要说这阳山村最有能力买房子的人是谁，那就是村长家了。村长家，村长看着面前阳山提来的红糖，没有多大的喜色。他儿子是这村里的货郎，这种东西家里不稀缺。他将目光移到阳山身上，问阳山：阳山，你这是何意？村长在家吗？余化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正好打断了阳山的话。堂屋里的两人脸色瞬变，村长皱眉：这个于氏突然来家里干什么？阳山拧眉，带着一丝阴沉：莫非于氏知道了什么？不可能，于氏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打算？那于氏来找村长做什么？阳山抬眼看着面前的村长。这个时候，余化被村长的媳妇余春香带进了堂屋。看到堂屋里的阳山，他惊呼了一声：哎呦，大伯你也在啊？他说完扫了一眼桌子上的红糖，又道：买红糖嘞？这是给杨梅妹子买的吧？大伯跟大娘还真是疼杨梅妹子呀，养得那样好，白白胖胖的，阳山村独一份儿，可把阳山村的姑娘们羡慕坏了。一旁的余春香嘴抖了一下，吃的穿的自然羡慕，可那肥猪一样的身躯让大家羡慕不起来。余春香眼睛瞅了于氏一眼，感觉这个于氏确实不一样。于氏，你住嘴！余化了一声，不解地问：哎，大伯，你咋还生气了呢？我这是在夸你们夫妻俩会养孩子呢。你……村长瞅着两人要吵起来，脸一黑，对阳山说：阳山兄弟，红糖你提回去。阳山听了村长的话，提着红糖离去，走过于氏身旁，他斜眼看了一眼。余化挑衅地笑了一下，对村长说：村长，我想卖了我家房子，不知道村长想不想买啊？价钱什么的咱们好商量。阳山听到他的话，脚一顿，被堂屋门槛绊了一下，整个人摔了出去。趴在地上的阳山顾不得身上的疼痛，爬起来回头瞪着于氏骂：于氏，你这个毒妇，你凭什么卖那房子？凭我是杨武的媳妇儿，凭我现在是3个孩子的娘。那你也不能卖了房子，你卖了房子，那3个孩子以后怎么办？我带着他们去镇上租房子住啊！我不卖房子，我拿什么送大郎二郎去读书啊？拿什么去给三郎看腿？你会这么好心？阳山讽刺道。余化吸了一下鼻子，双眼微红，带着哭腔说：我也不想啊，可我要是不这样做，杨武就要把我带下去。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呢。村长，我瞅着阳山村啊，也就您家有那个能力买我家房子，要不然您帮帮忙，把房子买了吧。我也不要多，给个100两就行了。100两？余春香看向自家男人，想买的心很明显了。村长在余化说卖房的时候就心动了，余化看得出村长两口子都心动了。他说：当初修房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村长心里应该清楚啊，买下来绝对不吃亏。村长，你可否把我家地也估算一下，看看值多少银子，回头我一起卖了。你家那个地大概能卖10几两银子。村长，那你就好人做到底，一并收了吧。几两我就不跟村长你算了，
我给村长抹掉，一共110两银子。他点了一下头。行，回头你带房契跟地契过来。于焕回到家里，进门就对堂屋门口内跟2个弟弟玩耍的杨大郎吩咐道：大郎，你去找一下杨琦叔叔，跟他说咱们下午饭后去镇上，别让其他人知道了。去镇上干什么？搬家呀，这房子我已经找到买家了，早点搬去镇上，早点送你跟你2弟去读书，我也能早点去找药给3郎治腿。杨大郎听着他一连串为他们好的话，沉默着，并且转身离开了家。齐叔家住在山下，跟村里最近的几户人家都有着很远的距离，他比于是要更加不祥。凡是跟他有沾染关系的人，最后都会死。他10岁父母双亡，所以家里就他一人。杨琦背着弓箭准备出门进山，走出堂屋，看到门口的杨大郎，他木着脸问：有事儿？七叔，我娘让我过来带话，她说下午饭后去镇上。杨大郎说完努了努嘴，最终没忍住问齐叔：七叔，你跟我娘啥关系？买卖关系，回去告诉你娘，就说我知道了，我会在路上等你们。杨琦说完转身回屋，将弓箭取下来挂回去。山是进不了了，但可以进空间翻地。于化拿着房契地契来到村长家，他前脚进来，杨山一家子后脚就去了他家。杨胜冲进去就冲着里面吼：于是你滚出来！屋里翻出一堆破烂出来的杨二郎和杨三郎，听到这突然一声吼，吓得抖了一下。接着杨二郎跑了出去，杨三郎的腿脚不方便，但也跟在二哥后面。杨胜看出来的并不是于氏，眉头一皱：你们娘呢？去村长家了。杨山家人一听去村长家了，连忙转身去村长家。不过在走的时候，杨胜将杨三郎抱着走了。村长家里，于化跟村长交易完，正准备回去，转身看到气势汹汹进来的杨山一家，看到最后进来的杨胜抱着他家的崽，他眼眸一沉：你们想干什么？你凭什么卖杨武的房子？杨山，你想干什么？他冷着脸看向于氏，直言道：他于氏没资格卖房子，就算是杨武死了，那房子也是3个孩子的，跟他于氏有什么关系？如今他想卖房子，他凭什么？有问过孩子吗？娘问了，今天一早吃完早饭后，娘问了我们3兄弟，我跟我大哥还有3弟都同意卖这个房子。杨山一家愣住了，没想到于氏卖房是经过了3兄弟同意的。杨山目视着杨二郎和杨三郎问道：你们大哥哪里去了？门外到了有一会儿的杨大郎听到大爷爷找他，便挤了进去。杨大郎，你当真要让这个女人卖了你爹给你们修的房子？3弟的腿要治，没钱只能卖房子。如果大爷爷家能够借钱给3弟治腿，那房子肯定就可以不用卖了。好家伙，这老大真牛逼！要不是场合不合适，他真的要给老大鼓掌，说一堆赞美的话。这一手借钱太可了，直接让杨山一家闭上了嘴巴。村长看杨山一脸吃了屎的样子，适时的出了声儿：人家杨武给于氏托梦，让他卖房子送孩子读书，给3郎治腿。你们要是不想3兄弟卖房子，那不如借银子给他们。哎呀，我的命苦啊，嫁进杨山村就没了男人，我一个大姑娘家哪里会带孩子呀，也没个亲戚帮衬一二。如今孩子他爹看不下去了，托梦让我卖房子卖地，说要是我不把大郎二郎送去读书，不把3郎的腿治好，他就要把我带下去。我害怕呀，我只能听话卖房子卖地了。于化顺着就接了话，把工具人杨武又拉出来溜了一圈，把杨山一家气得够呛。村长，
趁着今天这天凉快，我就想下午带孩子去镇上。能麻烦你们家大成大宇帮我背点东西吗？行，你回家把东西收拾好。余化岂会不知道村长的心思？他笑了笑，抱着三郎，带着大郎、二郎离开，回家收拾东西。杨山，你要真的想要那房子，给我120两，房子跟地我转给你。120两，杨海峰，这件事情你做得太不地道了。回头那3个孩子若是有个3长2短，我看你还能不能良心安不安？杨山说完，气愤地离去。哼，恶心死了这一家子。我们以后还能回来这里吗？能，你们爹还埋在这里呢。作为儿子，还是要回来祭拜一下。一盏茶的时间后，小河桥水龙巷到了。刘大爷的牛车停在巷口，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里方便。刘大爷回头说了一句：哇，你怎么知道是这里啊？哎，你怎么会有大门的钥匙啊？你……杨大宇跟了进去，一连发出了好几个问题，问完也不给杨琪回答的时间，睁大了眼睛惊呼：杨琪，你该不会跟于氏这样了吧？你不累？你别岔开话题。看了一眼大门口进来的于氏跟孩子们，他放低了声音：杨琪，你小声告诉我，你跟于氏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没关系。杨大宇不相信。杨琪，作为兄弟，我不得不劝你一句，你就算是要找媳妇，找谁都行，就是不能找于氏。于氏他……杨大宇说到这里打住了，没有继续说下去。余化看了一眼突然闭上嘴巴的杨大宇，这人肯定在说他坏话。他也不问，看向杨琪。不等他开口，杨琪就把一串钥匙递给了他。我们在这里不合适，就不留下来帮你收拾了。杨琪说完，拉着杨大宇离开。这边余化在安排房间，那边杨大宇就拉着杨琪去了一个无人的角落。他将杨琪堵在了角落上。杨琪，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看上于氏了？我跟于氏没有关系，如果非要扯上关系，那就是那个房子原本是我的房子。他租的房子是你的房子，你早说嘛，害我白担心一场。哎呀，时间还早，去逛逛。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半个时辰后，该收拾的全都收拾好了，差的东西他记在心里。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他转头问小花园里的3兄弟：你们累吗？不累的话，我们出去逛逛。一听要出去逛，3兄弟同时回了不累2个字。洗好擦好，一家4口就出门了。路过拐出来巷子的第1户人家，被站在门口的姑娘拦住了。你是新搬来的吗？潘柳儿的语气傲慢无礼。他先是打量了余化，像打量货物一般，眼睛在余化的胸前多留了一眼，那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藏得极好。你是后娘吧？余化没有理会这个拦路的姑娘，跟这种傲慢无礼的小姑娘说话那是浪费口水。他绕过这位姑娘，扬长而去。杨大郎、杨二郎连个眼神都没有给潘柳儿，紧紧跟在后娘后面。刘姐布铺，家里不是有布吗？娘还来这里做什么？杨大郎皱着眉问了后娘一句。忙活着不知道铺子里来客人的刘姐听到了杨大郎的声音，抬起头来，转身看到了余化，她连忙丢下手里的活儿迎了过去。哟，大妹子，今儿买点啥？给3个孩子一人做2身衣裳。可是家里不是有布吗？杨大郎不想浪费钱在这里做衣服。我要是会做，我昨晚就一人给你们做1身了。余化的耳朵有点红，表情极不自然，语速快极了。杨大郎抿唇不说话了。刘姐掩着嘴笑起来。这样吧，咱们是老熟人了，我也不多收你多少，你呀也别砍价。这大的一套120文，老二100文，小的80文。当然了，
不是普通的不。刘姐说完，看着余化，心里有点慌，她害怕余化砍价。余化看了一眼紧张兮兮的刘姐，笑了笑。今天心情好，我就不砍价了。衣服刘姐给我做好点儿，别回头孩子穿身上没一会儿就脱线了，那我回头肯定来找你扯皮。刘姐老高兴了，还送了3双鞋。从刘姐布铺出来是半个时辰后了，三兄弟感觉在做梦一样，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他们明天就有新衣服穿了，好开心。他带着孩子在街上逛了一圈，买了需要的东西后就去了百草居。进门就碰到了还是昨天那个接待过余化的陈修，也是学徒陈掌柜的侄子。陈修扫了一眼3个孩子，惊讶3个孩子跟余化的差异，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面带微笑的询问：夫人是看病还是抓药啊？他没有看到夫人背背篓，所以就没有问是不是卖药材。陈掌柜在吗？哦，在的，您稍等啊，我去后面给你叫。陈修的话刚说完，陈掌柜就来了。看到昨天那个卖灵芝的妇人，他扫了一眼妇人怀中的孩子。给孩子看腿啊，对。将孩子放在隔间的床上。陈掌柜说完话，陈修领着他过去。余化把杨三郎放在床上，后退到一旁，给陈掌柜让出空间。陈德元上前问安静躺着的杨三郎：小朋友，告诉叔叔，是哪条腿伤着了？这边。他皱紧了眉头。孩子太小，加上这营养不良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治疗。若等他大一些，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会缩小。这个孩子的腿不好治，若是有那玉仙草，那就另说。只是玉仙草如名字一般，当真是仙草，世间罕见。不管它多罕见，我都会去找找。或许我运气好，让我遇见也不一定啊。陈德元没有打击他，笑着说道：那就祝你好运。龙山地形险恶，夫人要进山的话，最好是找2个厉害的猎户一起去才行啊。陈掌柜说完走了。从百草居出来，一直沉默的杨大郎伸手扯了后娘的衣服一下。你要进龙山吗？娘，我不治腿了，我晚上睡觉如果梦到爹爹，我跟爹爹说，让爹爹不带娘亲走。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家再说。现在我们找个地方吃饭，今天搬新家，下馆子庆祝一下。找饭馆的路上路过飘香楼，他看了一眼，眼底没有丝毫想要进去的意思，直接走过。要是昨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他这会儿肯定带着孩子进去搓一顿好的。最终他找了一个在小河桥附近西小街的一家名为菜鸡饭馆的饭馆。他点了1只鸡煲，1碟素菜，1盆饭，1大3小，吃了个干干净净。一家4口吃饱喝足，天渐渐黑了下来。回到家烧水洗洗便睡了。这夜3兄弟很晚才睡。余化清晨起来梳洗后，他在厨房外面做拉筋，接着是军体拳。大郎，带弟弟洗脸漱口，我去西小街买包子。余化拐过拐角，看到一个妇人从这个拐角的第1户走出来，他看了一眼，没打算理会。挎着篮子的谢枝花，没想到会碰到昨天新搬来的人。看到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他嫉妒了，眼睛跟昨天的潘柳儿一样，在他胸前多停留了一眼。回想女儿昨天说的话，果真如他女儿说的一样，长了一张狐媚脸。回头他得警告警告自家男人跟儿子，眼瞅着新邻居要从自己跟前过去，他更加不满了。大妹子，你是昨天新搬来的吧？我姓谢，叫枝花儿。你叫什么呀？啊，余化。大姐出门买菜啊？对，大妹子去买菜吗？咱们一起。不是，我去给孩子买包子。谢枝花一听他出门给孩子买包子，睁大了眼睛。早上就在外面吃啊？对啊。那
多费钱，一个包子的钱能买1把青菜呢。哎，我跟你讲啊。余花并不想听谢之花讲，她打断了谢之花，说道：不跟大姐说了，家里孩子还饿着肚子呢，我先走了。谢之花看着大步离开的余花，啐了一口，小声嘀咕道：切，一看就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人家又没花你家银子，你管别人怎么花呢？谢之花瞪向乔氏：乔和，一大清早的你想吵架是不是？来啊，谁怕谁啊？乔氏走了出来，双手叉腰，昂首挺胸，屡次三番没有讨到好的谢之花萎了。哼，我还去买肉，懒得搭理你。乔氏看着说完话走了的谢之花，呵了一声：哼，怂货。余化买好了包子回来，经过乔氏家门口。大妹子。余化左右看了看，确定这位满脸友好带着笑的大姐是在叫他。哎，大姐，有事吗？哎，没事儿，就是跟你打个招呼。我叫乔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荷花的荷？对，荷花的荷。大妹子叫啥呀？余化。娴静美好那个意思的话。对。哎呦，大妹子这名字真好听啊，人如其名，长得也好看。乔和真心夸赞，没有任何讽刺人的意思。大姐也好看。余化感觉这位大姐好热情，长得不讨厌，不会跟人唠嗑的她有点尬。以后有机会再聊，你快回去吧，别让孩子等急了。哎，好。余化松了一口气，对大姐笑了一下，转身走了。回到家，来到厨房，看到饭桌上盛好的4碗稀饭，他非常诧异，调侃了一句：哟，给我也盛了1碗啊。是大哥给娘亲盛的。杨三郎立即给大哥邀功。余花笑着看了杨大郎一眼，拖长了声音说：是吗？是大哥。余化背了一个背篓，杨二郎见了连忙跟上。娘，你要出门吗？可以带上我吗？不行，我去集市买菜，那里人多混乱，顾不了你。乖乖听话，要是没事做呀，把小花园里面靠墙壁的草拔了，回头我回来翻翻种菜。看杨二郎不太高兴，他又补充了一句：给你们带糖葫芦。一听有糖葫芦吃，杨二郎笑了起来。娘早去早回。我不在家，如果有人敲门，你们不要开门，知道吗？三兄弟点头表示知道了。乖乖听话，我会给你们带好吃的回来。走的时候，余化又叮嘱了这么一句。他一走，杨大郎将门拴住，转身带着二弟去拔草。二弟，你拿一个筐来。拿筐干啥？杨二郎不懂就问。咱们现在在镇上，柴火得花钱买，这些草晒干了也能烧。杨二郎明白了，转身去拿筐。三弟，你一会儿就弄抖草上的泥土，抖干净的草丢到筐里。好。过了一会儿，草拔干净了，杨二郎拍拍手，打算去洗手，然后休息。把小锄头拿来。杨大郎向抬脚准备走的二弟吩咐了一句：大哥要小锄头做什么？翻土，回头娘回来好种。杨大郎还是不太习惯叫娘。杨二郎拿了小锄头，脚步一顿，想了想，最后还是把大的锄头也一起拿了。杨大郎看二弟把大锄头也拿了过来，他伸手从二弟手里拿起了大锄头，啥话也没说，开始翻土。杨三郎抖完了草，抬头望着忙活的大哥和二哥，看到大哥二哥脸上的汗水，他起来慢悠悠地离开这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茶罐，能装2大碗水的那种罐子。杨大郎看三弟提着茶罐，立马丢了手里的锄头，跑过去把三弟手里的茶罐接到自己手里。太阳出来了，
洗手，洗把脸，去屋里玩。好。余化这边人已经到了集市，买肉的时候看到人家肉摊上有2根大腿骨，骨头上一点肉都没有。他拨着看了一下，想买，瞅着卖肉的老板欲张口推销，他立即做出嫌弃的模样，收回手，指着一坨瘦肉：“哥哥1斤瘦肉。”卖肉的老板瞧他衣着，还以为他会买好肉，谁知道买的是1斤没有油的瘦肉。老板有点失望，但还是手脚麻利的给他割了瘦肉，一刀子划下去，一坨瘦肉下来。腿骨要不1文钱1根，2根2文钱。余化皱着眉头，很嫌弃地说：“哎呀，你这都没肉，我买回去干啥？1文钱2根一起。”卖肉的老板豁出去了，1文钱也是钱。余化无语，这是非卖给他不可了。他笑了笑：“行吧，看在你这么想卖出去的份上，我给你买了。下次来你这里割肉，可得给我割满一些。”大妹子放心，下次你来买肉，我保证给你割满一点。拿出钱袋，数了11文钱放在案板上。大哥，你知道哪儿有卖鸡崽子的吗？你顺着这条路走到底，那边有卖。好，谢谢大哥。卖肉的大哥看着离开的大妹子，笑了一下。这大妹子长得真好看。余化按照卖肉大哥说的，将这条街走到了底，果然看到了卖鸡崽子的贩子。余化看到有半大1斤左右重的鸡，他指着那半大的鸡问卖鸡的贩子：“这种多少钱一只啊？6文钱一只，你卖多少啊？”买的多能不能少点儿？卖鸡的贩子听他这样问，立即回答：“你买10只，我送你1只小鸡崽子；你要是买20只，我送你1只这种鸡崽子。”买10只送1只刚孵出来没多久的鸡崽子，这拿回去能活吗？还不得被10只大的欺负死啊？哎，那大姐你可以买20只啊，这种回去养2个月就能宰了添道菜，多好啊！余化索性选择性耳聋，问卖鸡的贩子：“给送不？”镇上给送，乡下不给送。卖鸡的很熟练的回答：“行，那就买20只，给我送小河桥水龙巷。”等鸡买好后，他离开了集市这条街，取了3个孩子的衣服，他便往回走了。谢之花买完菜，到处逛了一下，所以回来的有点晚。走到巷子口，看到一个脚边放着2个大鸡笼的人，他好奇地问了一句：“哟，这是谁家买的鸡崽子啊？”送鸡的是卖鸡贩子的弟弟。弟弟听哥哥说，买鸡的人是一个长得贼好看的大姐。既然不是，那他也就没必要回答。被无视的谢之花的脸色有点难看。“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你跟我说说是谁家的，我领你过去，总比你傻站在这里强。”“多谢大娘，不用了。”“你叫我大娘？”35岁的谢之花失声尖叫。送鸡崽子的弟弟突然后悔搭理跟前这位了，不是大娘，难道让他叫大姐？可这明明就是大娘啊！让他叫大姐，他还真叫不出来。余化远远就看到了谢之花站在送鸡崽子来的人的跟前儿，看送鸡崽子的人的脸色就知道不愉快，他加快了脚步。就在谢之花要跟他争论的时候，余化走到了谢之花的身后。送鸡崽子的弟弟看到了余化，直觉告诉他，这位就是他家买鸡崽子的大姐。“你是余大姐吗？”余化点头，对送鸡崽子的人说：“那麻烦你帮我送到家里。”“好的。”送鸡崽子的弟弟提着2笼鸡，赶紧跟上余大姐，气得谢之花脸都绿了。“谁？”门内传出了杨大郎的声音：“你娘。”门内的杨大郎听到是娘的声音，赶紧打开门，看到娘身边站着一个男人。他扫了一眼男人手里的鸡笼，皱紧了眉头：“这些鸡不会都是娘买的吧？”杨二郎这个时候也跑了过来：“娘，你买糖葫芦了吗？”余化的面容一僵，老天爷，
他居然忘记了。他看向撅着小嘴的杨二郎，嘿嘿笑了2声。我给忘记了，下午保证给你们买。哼！杨二郎双手抱胸，把头偏向了一边。后娘是大骗子，说好了买糖葫芦，却没有买。余化有点尴尬，转头对送鸡的人说：“就放门内吧。”说完摸出钱袋子，数了钱给送鸡的人。来，你数一下，看数对不对？下了这个台阶，一概不认了啊！大姐数的时候我看了，数是对的。这天热，鸡圈要勤打扫，要不然会生病。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大姐可以去找我哥，我哥他包治疾病。行，麻烦你跑了这么一趟了。不麻烦。送鸡的弟弟脸红了起来，把钱揣兜里，转身走了。忘记买糖葫芦的余化把手里的一个包袱递给杨二郎，里面是新衣服，全部洗个澡换上。这今天就穿上吗？对，下午凉快一些的时候啊，带你们去青山书院。杨二郎看着大哥，大哥，下午就要去见夫子了，我有点怕，你怕吗？有什么好怕的？夫子又不吃人。杨大郎看似不怕，实际上他心里怕极了。从厨房出来，看到杨大郎小小的人正在吃力地提着2笼鸡。你要买这么多鸡干什么？杨大郎问了一句，那声娘有点小声。当然是养大了杀了吃啦，这21只鸡，喂几个月后就能杀了，到时候杀一部分留着生蛋。以后你们3兄弟啊，天天一个鸡蛋，得赶紧把以前缺失的营养补回来才行，要不然长不高，还巨丑。爹他不丑。走向猪圈的余化听到身后杨大郎说的那句爹他不丑后，嘴角上扬，没有说什么。将鸡安置在猪圈里后，杨三郎这个时候过来，一副刚睡醒的模样。他看娘亲背篓里拿出2根大骨头，问娘亲：娘亲，中午我们喝骨头汤吗？对，多喝骨头汤才能长高高。娘亲，好看吗？杨三郎走到娘亲跟前，昂着头问了一句，小脸满满的期待。好看。娘，你看我这身好看不好看？杨二郎敞亮的声音突然响起：你好看。不是我好看，是这身衣服好不好看？都好看。听到这话，杨二郎嘴角都快咧到耳边了，开心的不得了。没一会儿，杨大郎也来了，不吭声，眼睛却看向了后娘。他也挺想听后娘夸赞的。余化懂，张口夸了一句：大郎穿这身不错，很好看。杨大郎咧嘴笑了起来，心里头很开心。去前屋堂屋玩。余化来到了小花园，看到被翻好的地，他心道：果然这3个孩子其实挺好，挺听话，也非常懂事。地已经翻好，那就只用撒种子，用锄头薅一下，盖上薄薄一层就行了。这块地的面积不大，也就20-30平米的面积，它分成了4块，一块地种一种。辣椒种子它撒在了阳光光照不多的地方，花了小半个时辰把种子全部撒了下去。在堂屋里玩耍的杨二郎皱着鼻子吸了吸气，他闻到了肉香味儿，于是丢下了大哥二哥，忙往后院跑去。杨三郎一脸迷茫地看着跑走的二哥，转头看向大哥：大哥，二哥这是怎么了？嘴馋了。杨大郎也闻到了香味儿，这香味儿比菜鸡饭馆的骨头汤香味儿还要浓很多。别说二弟嘴馋了，他也嘴馋。他走到三弟跟前儿，抱起了三弟。他感觉三弟今天好像沉了一些。杨大郎沉脚上扬，抬脚也往后院去。娘，骨头汤好了吗？你鼻子是狗鼻子吧？杨二郎笑了笑，眼睛盯在桌子上。
看到杨大郎抱着杨三郎也过来了，对杨二郎说了一句喝吧后，就转身去淘米煮饭。下午申时初，余化带着3个孩子出门，杨三郎被他抱在怀中，碰到要出门的乔氏，他主动打了一个招呼：乔大姐，出门啊？锁好门的乔和转身对余化点头，心中诧异，余化家的3个孩子太瘦了，不过他也没有问。他眼睛从3个孩子的头扫过，笑着问余化：哎，他们这头发咋没了？杨大郎的表情突然有点不自然。啊，长虱子，用药伤头皮，我就给他们剃了光头。哦，原来是这样。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乔和也看出来了，余化家这个老大对这个比较敏感，他立即转移了话题。青山书院。乔和一听余化要去青山书院，他笑了起来。哎呦，那我们顺路。我家小儿子呀，就在青山书院读书。我瞧着今天这个天阴不热，打算早点过去。回头去晚了，我家那小子又不知道跑哪里去鬼混，玩到天黑才知道回家。说着就跟余化一家一起走。青山书院门口，蔡叔在扫地，看到前天过来打听的余化，他看了一眼余化身边的2个孩子。第一眼，这俩孩子真瘦；第二眼，呵，咋都是光头呢？余化见蔡叔看过来，便过去打招呼：蔡叔。蔡叔点点头：哪个娃娃读书啊？这2个。余化指着杨大郎和杨二郎。蔡叔明白了，他看向2个娃娃，问比较大的那一个：你叫什么名字？杨大郎。几岁了？10岁。10岁。蔡叔愣住了。杨大郎点头，直接把后娘那套搬出来，告诉面前的蔡爷爷。蔡叔听完，说了跟乔和一样的话，把一旁站着看的乔和给逗笑了。乔和认识这位蔡叔，其名字就叫蔡叔。院长苏青山正在批阅成年班级学生的试卷，蔡叔站在门口看院长在忙，他敲了敲门。苏青山抬头看到门口的蔡叔，放下手中的试卷，对蔡叔笑道：蔡叔，你来的正好，快帮我看看这几张试卷的文章。蔡叔抬脚进去，后面的余化抱着杨三郎，带着杨大郎和二郎跟着。苏青山看到他们有些诧异，他问蔡叔：蔡叔，这位是？他姓于，想送2孩子来读书。苏青山听完蔡叔的话，目光落在于氏身边的2个瘦弱的孩子身上，在孩子的头顶多停留了一眼，没有问头发的问题。他先后问了杨大郎和杨二郎一些关于自身信息的问题，问完后做了一个安排，然后对于氏说：束修一个学生1年6两，半年3两，今年已经过去半年，收半年也就是3两。明天把孩子送过来，记得送过来之前自备笔墨纸砚1套。余化出门的时候带了银子在身上，听完苏院长的话，他拿出钱袋数了6两银子放在院长办公桌上。他这毫不犹豫交钱的举动被苏青山多看了一眼。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听完束修后，一个个不是皱眉犹豫，就是嫌弃束修太高。眼前这位倒好，眼睛不眨的就给交了银子，一点也不心疼。他看向2个瘦巴巴的孩子，微皱了一下眉，不太明白，既然舍得银子，为什么孩子还这么瘦？这明显是长期没吃饱饭。你跟这孩子是什么关系？苏青山问了一句。他们的娘。亲娘怎么把孩子养成这样？苏青山没有继续问，他拿出了账簿，记上杨大郎跟杨二郎的入院信息，收钱多少也记上，写完拿出了印泥，按个手印。余化想说他能签名字，目光触及到毛笔的时候，他把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果断的大拇指往印泥上一按，然后往账簿上一按。苏青山看出来了，他诧异地问：你认字？杨大郎、杨二郎听了院长的话，看向他们的后娘，
余化呵呵笑了笑，说：“啊，认识，不会用毛笔写。”原主的确认识字，认识多少不知道，怎么认识的字他也不知道。苏青山明白了，没有再说什么。老夫就不送你们出去了，应该认得路吧？认识。余化说完，对杨大郎和杨二郎吩咐道：“跟苏院长还有蔡爷爷道别，说再见。”苏院长、蔡爷爷再见。苏院长、蔡爷爷再见。杨大郎和杨二郎齐声道。他们说完，余化怀中的杨三郎也跟着说了一句，将两人逗笑了。带着孩子从另一条他曾经走过的路去街上，运气不错，碰到了卖糖葫芦的大哥。他买了3串糖葫芦，3兄弟一人1串。杨二郎、杨三郎吃得很开心，唯独杨大郎捏在手里没有吃。你怎么了？余化关心地问了一句。杨大郎摇头，他在想，后娘这样花钱，会不会很快就把卖房子的钱都花完了？到时候该怎么办？娘，要不然还是只送二弟去读书吧，我就不去了。正准备付钱的余化听杨大郎突然说出来的话后，明白杨大郎之前为什么沉默不语了，原来是在担心银子。他笑了笑，都说了，银子的事情你们小孩不用操心，你放心，不会饿着你们的。你们陪着你们弟弟，我去把布翻出来，给你们2个啊，一人做一个书包。娘，你会做吗？杨二郎发出了灵魂拷问。余化觉得自己被鄙视了，他说：复杂的我不会，对折缝起来加一根带子，这种我还是会的。次日清早，天刚亮，二人背上新书包从屋里出来，去后院找后娘。走到后院门口那儿，看到在院子里挥拳踢腿的后娘，两人拧紧眉盯着后娘看。大哥，咱娘在干啥呀？你问我，我问谁去啊？问咱娘啊。嘿，你怎么不去问？杨大郎侧头看着自家二弟，他发现二弟越来越鸡贼了，干什么不是怂恿他，就是怂恿三弟打头阵。杨二郎撇嘴，抬脚走过去问道：娘，你在干什么呀？余化早就看到杨大郎和杨二郎了，他打完一套拳后回答杨二郎：打拳锻炼身体，回头教你们。娘，我没有说我要学呀。余化无视了杨二郎脸上不愿意学的表情。看来我这手艺还不错嘛，啊？杨大郎看着哈哈颠笑的后娘，决定不跟后娘说话。他抬脚走向厨房，结果从旁边过的时候，后娘伸手薅住了他的衣领，强行将他拉了过去。时间还早，来，为娘教你们打拳，学会后啊，你们早晚每天给我练一次。杨大郎抿嘴努了努，张口说道：娘，我们还没洗漱，洗漱完得吃早饭，那时候时间就差不多了。余化见这一个两个都不愿意学，也不再强求。行，那你们洗漱，今早还是稀饭包子。我们自己去书院。你们能行吗？能行。两兄弟出门右拐，要不是他们反应快，就要撞上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看到他们，咧嘴嘿嘿的傻笑，有点傻。这是两兄弟的第一反应。你们好，我叫贺木木，木是木头的木，后面那个木是3点水那个木。我家住那里，我娘跟你们娘认识。我娘说今天你们也要去青山书院，让我在这里等你们，我们一起走吧。贺木木一口气说完，望着杨家两兄弟，眨了眨他的眼睛。杨大郎点头，对贺木木说了一声谢谢后，两兄弟跟着贺木木有说有笑的离开了这条巷子。哎，你们书包哪里做的？还挺好看的，回头我让我娘也去给我做一个。这是我们娘给我们做的书包。那我回头让我娘拿布去你家，让你娘帮着做一个，
可不可以啊？我让我娘给你手工费。杨二郎刚想说可以，被自家大哥一瞪，闭上了嘴巴。这个我们做不了主，我要回去问我们娘之后才能给你答复。杨二郎听完大哥的话，终于知道大哥为什么瞪自己了。他要是答应了贺木木，回头后娘不给做，那他岂不是言而无信？贺木木是他们镇上的第一个朋友，不能给好朋友留下骗子的印象。贺木木笑着点头，好，那我回头等你们的好消息。家里，杨大郎、杨二郎一走，屋子里的杨三郎就醒了，睁开眼睛没有看到两个哥哥。余化过来的时候，看到的画面就是杨三郎吊在床边，上不去又害怕下来。这一幕还挺搞笑的，不过笑的同时，他快步过去将人捞了起来。大哥和二哥都走了吗？刚走一会儿。杨三郎看着面前的3个包子，傻愣愣地看着娘亲，指着包子说：娘亲，多了一个。对，三郎能吃完就吃完，不能吃完拿去喂鸡。余化故意说拿去喂鸡。我能吃完。那我家三郎很厉害啊。你在家里吃，娘去集市买菜，很快就回来啊。好，娘放心去吧，我一个人在家不怕。有人敲门不是娘就不要吱声，知道吗？娘把门锁上，这样别人看到门上有锁，知道家里没人，就不会来敲门了。杨三郎提了一个建议。余化愣了一下，觉得三郎这个办法可以，放三郎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他对三郎点了一下头。行，那娘把门锁上，你要是无聊可以去数数咱家的鸡。好。谢之花的男人潘金财这个时候出门上工去，看到从巷子最里头走出来的余化，两眼都直了。长得真他娘的好看，身材也是极好的，怪不得他家那个死婆娘昨晚再三叮嘱他跟儿子。潘金财的目光很炽热，余化想看不到都难。要是胆敢招惹上来，他肯定要废了这个人。潘金财看着他渐渐走远，没有贸然上前搭讪，他心里琢磨着啥时候能够翻进院子里下手。听自家死婆娘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那这种情况多半是死了男人。只要我……喂，你杵在院子门口干啥呢？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去上工？回头晚了，惹得人家工头不开心，又不要你。我看咱家这日子不用过了，直接回家种地得了。谢之花的声音突然响起，将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潘金财吓了出来。哎呦，催啥催呀？一大清早就在这里催命，老子是饿着你了，还是让你没衣服穿了？一天天这张嘴噼夸拉垮的，烦人的很。潘金财说完，抬脚大步走了。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潘柳儿见自家娘被爹凶了，告诉娘：刚才我看到新搬来的那个女人从咱家走过去。来到集市，看到有人卖鱼，他就买了一条鱼，有3、4斤重，然后买了一些蔬菜。回去的路上，他还买了一盒糕点，拿回去给孩子尝尝鲜，也给孩子长长见识。回到水龙巷，余化从谢之家花的门前过，看到端着盆站在门内的谢之花，他没有多想。谁知当他走过去的时候，谢之花一盆水泼向了他。余化反应极快，他转身看向泼水的谢之花，走过去就是一巴掌呼过去。他懒得废话，直接上手抽，抽完还要把这双喜欢泼水的手给卸了。这人打怕了也就不敢找茬了，真以为他长着一张好看的脸就是好欺负的人了。今天他不给他这种神经病烙上印记，他就不姓余。谢之花尖叫一声，紧接着就是疼痛难忍的哭声。听到叫声的乔氏跑出来看谢之花跌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嘴唇不停地抖，2只手好像是断了一般垂着。门内的潘柳儿脸色也不太好，似乎是被吓着了。他看向一边袖子湿了的余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活该！他骂了谢之花一句：记住今天的痛，
别没事给我找事。姑奶奶虽然长着一张好欺负的脸，但姑奶奶绝不好欺负。今天只是警告，没有断你的手，再有下次，断了你的手。余话说完，抬脚一脚踩烂了谢之花旁边的盆，转身离开。这个巷子里的其他用户听到声音后出来看了看，瞅了一眼谢之花的手，愣是把余话的脸给记在了心里。一个个进屋后赶紧叮嘱家里的人别去招惹那个新搬来的女人。就这样，余话得了一个凶悍惹不得的名头。潘柳儿被乔氏关门的声音给惊醒了，她赶紧跑到娘身边，谁知腿一软，过门的时候脚没有抬起来，被绊倒扑倒在了她娘身上。双手脱臼的谢之花被女儿这么一压，疼得她叫声连连，差点疼晕过去。屋里还没有起来的潘雷被他娘一声又一声尖叫声吵醒，他翻身下床，踩着鞋子出来骂人：娘，你一大早叫魂呢，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潘雷昨晚出去赌了一趟，很晚才回来。骂完人，他睁开了眼睛，看到自家门口趴在地上的娘跟妹妹，他皱着眉走过去：谁弄断的？新搬来的那个女人。潘柳儿只说了这么一句，要是以前，潘柳儿肯定还要多说一句她太恶毒了。为啥弄断咱娘的手？潘雷问妹妹。潘柳儿有些心虚，告诉哥哥：娘她泼人家水。那个狐狸精，她勾引你爹。潘雷明白了，自家爹是个什么德行，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家娘又是个什么德行，他也很清楚，平淡地丢下一句：我困得很，就不送你们了。说完转身进了屋，他开锁进门：娘亲，咱家鸡有2个10加1个1，这么多数，这是不会10后面的数了。余话走到杨三郎跟前，告诉杨三郎：10的后面是11，11的后面是12。你知道12后面是什么吗？杨三郎在听娘亲说10后面的数后，他眼睛一亮，很快就知道规矩了。是13。真棒。那19后面是什么？是20，20后面是21，到了29，后面就是30。杨三郎眼睛睁大，他觉得他又懂了，但不确定，所以问了一句：那39后面是40吗？对。谁呀？杨琪。门外的杨琪听到杨三郎的声音，回了一句。杨三郎一听是齐叔，一瘸一拐地走过去：门没有栓，齐叔你自己推吧。门外的杨琪听到了杨三郎的话，抬手推门。门开后，他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问杨三郎：你娘呢？娘亲在厨房里做饭。齐叔，你有事吗？这是村长家收拾房子收拾出来的坛子，村长家看还能用，托我给你们送过来。谢谢齐叔。齐叔，你进来吧，我给你倒水喝。不了，东西我放在这里，回头跟你娘说一声。还有这门，关上记得拴上。不怎么爱笑的杨琪听到杨三郎这话，笑了一下，叮嘱完后就走了。杨琪刚走，余话从堂屋里出来，没有看到杨琪，只听到杨琪说的最后一句话。杨三郎见娘亲来了，将齐叔刚才说的话复述给娘亲听。余话走过去，看了一眼背篓里2个完好的酸菜坛子，他出去走到巷子门口，没有看到杨琪，转身看到了隔壁的门开着。出于好奇，加上又是邻居，他过去站在门口，往里面瞅了一眼。潘柳儿看到新搬来的那个女人往那边去，连忙过去站在乔氏家墙外的拐角处，做贼似的看向那站在门口的余话。杨琪只是进去放点东西，出来看到门口的余氏，脚步一顿。门口的余话也愣住了，张口道：这边也是你的房子？杨琪嗯了一声。余话无言，一双眼睛将杨琪从头打量到脚，
他是真没想到，这个人是阳山村的隐形富豪。这要是让阳山村里的人知道后，不知会不会悔青了肠子。只要把自家姑娘嫁给杨琦，那就是翻身过上了好日子，多好呀！你有事吗？啊，没事，我就是看邻居门开着，好奇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啊。既然是你，那我就跟你道谢了。谢谢你把坛子背过来。你还没有吃午饭吧？要不然去我那里吃。当然，他只是客套一下，正常男人都不可能上他家里吃饭吧？不了，我来的路上买了几个包子吃过了。杨琦有心想接近于氏，弄清楚身上空间的事情，但他知道避嫌。那行，那你还回来不？装坛子的背篓他还得还给杨琦。以后我就住这里。不住这里，他怎么能弄清楚这女人是不是人？余化听明白了，他笑道：那行，回头背篓我让大郎给你送过来。他说完转身回去，眼睛扫了一眼拐角墙根那儿，快速缩回去的潘柳儿转身跑回了家里，以为没有被看到。杨琦也看到了，他有点担忧，那个女人会因为自己去找于氏的麻烦。想到这儿，他皱紧了眉头，转身拉上了门，上锁离开了。昨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小花园里的泥土倒是被浇透了，而今天是大太阳，比往日还要热。他跟杨三郎洗了一个冷水澡，让杨三郎去午睡，他则是拿了杨琦的背篓出了门。本来是想等大郎回来拿过去的，但他有事找杨琦，不得找个由头。走到巷子口，准备看杨琦家门挂没挂锁的他，瞅见了杨琦被潘柳儿纠缠，他顿时起了八卦之心，倚在墙上吃瓜。杨琦的眉头一跳，这女人在干什么？看热闹吗？没错，他就是在看热闹。瞅杨琦看过来，他回了一笑，说：我站在这里休息休息，你们当我不存在就行。潘柳儿听到余化的声音，脸上表情不自然了。别你啊你要是没话跟他说，那就轮到我跟他说了。余化不太想听潘柳儿说出他不爱听的话，主要就是怕自己忍不住上手。他站直了，取下背篓丢给杨琦。有点事找你，是去你家还是上我家？或者咱们就站在那角落说也行。顺着他手指看过去，选择了后者。角落说。成，那就过去角落说。余化转身，抬脚刚要走的他突然回头看向了潘柳儿。再偷听，我往你耳朵里塞虫子。你要说什么？你最近忙不？杨琦没有立即回答，他心里在想，于是问他忙不忙做什么。那你能不能帮我带几天孩子呀？为什么要我帮你带几天孩子？这几天你要去干什么？我有点事情要做，本来我是想过段时间去做的，既然你住隔壁，我就想早点去做这件事，所以你能不能帮帮忙？我给你报酬，不会让你白带孩子的，1天50文钱。你要去干什么？你拿钱办事就行，不该问的别问。哦，那我没空。杨琦说完转身。哎，我进山找药治三郎的腿，1天2天回不来。我刚搬过来，跟这里的人又不熟，只有把孩子交给你才放心。余化语速极快地把想说的话快速说了出来。看到停下来的杨琦，他松了一口气。看样子杨琦是答应了吧？余化抬脚走进杨琦，站在了杨琦的跟前，咧嘴笑道：你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你要找什么药，我帮你找，我找到卖给你。不了，那东西你不认识，你找不到，我去找事半功倍。你只用帮我把3个孩子照顾好就行了。玉仙草那么难得的东西，他不信杨琦会真的卖给他，就算会卖给他，也不可能低价卖给他。他相信杨琦能照顾好3个孩子，但他不相信杨琦能抵抗得住玉仙草的诱惑。你说说，你要找的是什么？杨琦不死心。我能不说吗？杨琦明白了，
于是这是不相信他，防着他。看来于是找的药材很珍贵。想着之前在阳山村，于是在山里游刃有余，便点了一下头。回头你跟孩子们说好，然后送过来。说完，绕过于是回家。余化吁了一口气，转身回家。青山书院课间休息时间，杨二郎急急忙忙地往侧房跑，跑得匆忙，撞倒了一个人。被撞的人比杨二郎高2头，按道理来讲，要倒的人应该是杨二郎，结果这个比杨二郎高了2个头的人先倒了，把后跌坐在地上的杨二郎吓得够呛。你没事吧？杨二郎瞪大了眼睛，尿下了回去，也不急着去侧房。钟浩轩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看着被吓到的小班学弟，浅笑轻柔地说：没事，你应该是要去侧房吧，快去吧。你脸很白，真的没事啊？杨二郎担心自己把人撞出毛病。钟浩轩见学弟仿佛看到什么恐怖的事儿，脸色发白，赶紧解释道：哦，我本身有病，所以脸一直白的，不是你造成，学弟无需自责。杨二郎听完他的话，这才松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学长对不起。无碍。钟浩轩笑了笑，抬脚离开。杨二郎在学长走远之后，在尿意的提醒之下，这才转身跑向侧房。这次他跑得慢，他可不想再撞人。杨大郎正在练1跟10字，见二弟回来，随意扫了一下，看到二弟屁股上的尘土，问二弟：你屁股上的尘土是怎么回事？去侧房跟一位学长撞到跌的，还好那个学长好，没有找我麻烦，要不然我就惨了。杨大郎听完二弟的话，嗤了一声：赶紧写字，写不完夫子布置的任务，夫子说了要打手心的，回头夫子找娘，回去后你要被娘揍一次，娘之前可是说了，不认真读书抽死你。杨二郎撇嘴，坐下自己的位置，拿笔蘸墨，边写边嘀咕：我又不是去玩，我是去小姐。烂人屎尿多。教导小儿班的夫子姓李，叫李金宝，30岁。杨大郎感觉这位夫子还不错，就是夫子给他的感觉有点奇怪。这堂课自习，把上午学的东西复习复习，多读多练。李夫子说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下课的钟被敲响，杨二郎立即收拾东西，李夫子也在收拾东西。然后在杨二郎他们仨离开了以后，他跟在了他们后面。跟着出来的李夫子有些失望，不过2个孩子在这里总有机会见到的，不急于这一时。家中一天没有见到大哥二哥的杨三郎有点想大哥二哥了，他拿了一个蒲扇去大门口的门槛上坐着等大哥和二哥。大哥，你回来啦！杨大郎没有想到三弟会在门口等他们，他大步走过去，抱着三弟进门。娘在厨房吗？娘亲买了1条鱼，今晚我们吃鱼。今晚吃鱼吗？后回来的杨二郎人没进来，声音却先进来了。今天在书院感觉怎么样？余化站在厨房门口问杨大郎。还不错，大家都很友好，就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要不要跟后娘讲。就是什么？余化眉头蹙了一下，向杨大郎追问。就是李夫子有点奇怪。杨大郎把今天进书院遇到李夫子时，李夫子说的话告诉了后娘，贺木木说的那些话也告诉后娘，还有今天下学后李夫子跟在他们后面到书院门口时失望的事情，通通告诉了后娘。余化听完拧了一下眉，随后又松开，对杨大郎说：好好读书，其他的你不用管。小孩子的世界还是不要给他弄得太复杂了。杨大郎点头，该说的他已经说了，后娘心里肯定有数。虽然他不知道李夫子想干什么，但给后娘提个醒总比不提醒好。余化心里的确有了数，他大概猜测到了李夫子想干什么。不管是不是他猜测的那般，
只要那李夫子不犯到他手上，那就没事儿；要是犯到了他手上，那就不好意思了。乔婶家的贺木木也想要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书包，他让我问问娘，你能给他做一个吗？余化微愣，没想到有人看上他做的书包。可以啊。那我去跟他说，回头让他把做书包的布拿来。杨大郎说完就转身走了。余化本想把人叫住说不用，但回头一想觉得不妥。不是他小气，而是他跟乔大姐才认识2天，对乔大姐还是非常不了解的。嘿，你是来找我玩的吗？不是，我来告诉你，我娘答应给你做书包了。真的？那你等等，我这就让我娘给我裁布。贺木木转身跑进厨房。娘，你快给我裁布，我要拿去于婶家。于婶答应给我做跟大郎和二郎一样的书包了。什么书包啊？乔氏的声音传了过来。就是背在背上的书包。啊，你别问了，赶紧给我裁布吧，人家大郎在门口等着呢。贺木木这话说完，乔氏没一会儿就从厨房里出来了。看到门口的杨大郎，他笑着招手。哎，大郎进来坐，我现在就去裁布，你跟我家木木玩一会儿。木木，把炒花生拿出来给大郎吃。贺木木听了娘的话，抓了2大把炒花生出来，跑到了走进来的杨大郎跟前。这花生是我爹炒来下酒的，老脆了，你尝尝。贺木木说完，示意杨大郎把手伸出来。不了，我刚吃完饭，这会儿肚子装不下了。那你拿回去，等肚子空的时候再吃。贺木木这是非要他接的意思了。杨大郎无言，只能伸手接住，对贺木木说：谢谢。嗨，这有什么好谢的，都是自家里种的花生，又没花钱。回头你家里要是有好吃的东西，给我尝尝不就行了？这钱啊是给大郎娘的手工费，你别给我磨了，要不然仔细你的皮。娘，你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帮婶儿跟你娘带句话，麻烦她了，这个手工费啊让你娘收下。不麻烦，这个钱乔婶收回去吧，我娘她不会收钱的。后娘没说要钱，那肯定就是不要钱。乔氏笑了笑。不能让你娘白忙活呀，钱还是要给的。不给钱，婶儿以后都不好意思找你娘做东西了。婶儿正打算呀给木木做身新衣裳，婶儿瞅着你身上这身衣服就不错，回头啊也让你娘帮忙做一身。杨大郎嘴角一抽，尴尬地告诉乔婶儿：我娘不会做衣服。啊？我们的衣服是在镇上的一个铺子定做，谁要是喜欢的话，回头我去问问铺子的名字。乔氏点头，也只能这样了。余化还是第一次见贺木木，看着明明比杨大郎小却比杨大郎高的贺木木，他决定以后多买排骨、筒骨这些给3个孩子吃。钱你拿回去还给你娘。可我娘说给于婶儿。你娘又没有说不准你拿回去。余化跟贺木木玩起了文字游戏。贺木木皱眉，小声地嘀咕道：我娘是没有这么说。那不就成了？行吧，那谢谢于婶儿。贺木木，你作业写了吗？要是没写啊，可以拿过来跟他们一起写。婶儿现在就去给你做书包，等你写完了，书包应该差不多做好了。贺木木没有想到，在家没有被娘亲催着写字，到了于婶家却被催着写字。贺木木刚想说他写完了，瞅见在那里认真写字的杨二郎，他把写完了3个字给生生咽了下去，口不对心的对于婶说：没有，我现在回去拿书包。说完转身就跑，惹得余化笑起来。母直奔他跟他哥的房间，拿了书包出来。乔氏见儿子风风火火回来拿着书包，又风风火火的离开，追上去问了一句：你拿书包去哪里啊？去于婶家，跟大郎二郎一起写字。乔氏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的太阳，太阳没往东下呀，
怎么这么主动写字啊？乔氏双手在围腰上擦了擦，取下围腰，把门锁上，往于氏家里去。看乔氏往那胡妹子家去了，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他又唠叨起来：呸！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后面等着吃饭的潘金财抬脚踹了谢之花的凳子一下。叨叨啥叨叨？有本事去人家大门口叨叨去，杵在这里叨叨个锤子啊！再叨叨，老子嘴巴给你打肿！一天天不是个这家厂，就是个那家厂，在家也不清静啊！不是叨叨这家，就是叨叨那家的，整条巷子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就你是个好东西。再这样，你给老子滚回乡下去！谢之花被自家男人吼愣住了，听到最后一句，他脑补了一大篇。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让我滚回乡下，是不是给那个女人腾地方？潘金财的脸一黑，懒得与这个疯婆娘争论，甩开了抓着他手臂的疯婆娘，气愤地说：哼，晚饭不吃了。说完就往外走。睡了一天的潘雷被吵醒，出来听到自家娘的这句话，怼人的话都懒得说。谢之花见儿子要出门，忙问：你去哪里？不吃晚饭了？潘雷头都没回的走了。一个两个的都走了，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不吃算了，都别吃了。谢之花气得回房，想吃晚饭的潘柳儿看向爹娘那紧闭的房门，她感觉这个家越来越待不下去了，她必须赶紧把自己嫁出去。杨琪正在家里整花园呢，用作种菜，听到了拍门的声音，他以为是于氏，于是他丢下手里的工具去开门。打开门，门外的潘柳儿顺势扑上去，杨琪眼疾脚快，一脚将扑上来的潘柳儿踹飞了出去。这个月的女人听我包了，处女座。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怎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齐只扫了一眼，不关心潘柳儿的死活，砰的把门关上了。缓回来一口气的潘柳儿看到杨琪冷漠无情地关上了大门，他心寒，受不住咳嗽起来。乔氏去于氏家看了一眼，跟于氏说了两句，便离开了。出来看潘柳儿扶着墙壁爬起来，他微微皱眉。潘柳儿在干啥呢？奇奇怪怪，难道被他娘传染了疯病了？乔氏抬脚走过去，走近才看到潘柳儿衣服上的血。他抬头往上看，看到潘柳儿嘴边的血时，他皱眉，侧目看了一眼于氏隔壁的那户人家。果然，这一家子没一个正常的，指不定潘柳儿是瞧上了人家，上门纠缠被人打出来了。半个时辰后，于化做好了书包。木木，书包做好了。贺木木听到，丢下手里的毛笔，跑到于婶跟前儿。他接住书包，低头翻过来翻过去的看，发现他的书包要比杨大郎、杨二郎的书包好看一些，乐得他嘴角都翘起来了。谢谢于婶儿。不用谢，以后多来家里跟我家大郎、二郎玩就行。于婶儿放心，以后我天天来。于婶儿，我该回去了，我明天再来。好，慢点走啊。看着抱着两个书包跑向大门的贺木木充满了活力，于花笑了笑。既然写完了，那我有件事情跟你们说。三兄弟看向后娘，这是第二次见后娘这样。第一次是后娘说什么第一届家庭大会的时候。于化扫了他们三人一眼，说道：我打算出门为三郎找治腿的药，3、2天回不来。我跟隔壁的杨琪已经说好了，我不在的这些天，他照顾你们。一听后娘要去找药，他们都安静了下来。杨大郎没有吭声，他此时心里很复杂，想阻止又不想阻止。杨二郎想的是，后娘如果出事了，那他以后就再也吃不到后娘做的饭菜了。我不要治腿。可娘亲想要给三郎治腿啊。娘亲每每看着三郎走路一瘸一拐的，心里特别难受。难道你想要娘亲难受一辈子吗？
杨三郎摇头，他不想娘亲难受一辈子。可是山里危险，我怕娘亲受伤。余化揉了一下三郎的头，哄着三郎：你要相信娘亲，娘亲在这里跟你保证，娘亲一定安然无恙的回来。我们打勾勾，怎么样？杨三郎不吃这一套，使劲的摇头：不怎么样，我不要娘亲进山。那三郎是想让娘亲难受一辈子了？余化又给他绕回去了。杨三郎不知该如何是好。好啦，就这样决定了，明早上就把三郎送过去。杨大郎、杨二郎，你们下学回家，在你们齐叔家吃饭，到时候你们回来睡，还是在你们齐叔家睡，随你们意愿。余化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齐叔住在隔壁吗？后知后觉的杨大郎抬头问后娘，紧接着杨二郎和杨三郎才反应过来。对呀，齐叔什么时候住隔壁了？杨三郎望着娘亲，他只知道齐叔上午过来给家里送东西，并不知道齐叔住隔壁。背着背篓，抱着杨三郎去隔壁，敲响了杨齐家的大门。不巧的是，这一幕又被潘柳儿看到了。一大早在小花园倒腾的杨齐听到了拍门声，想到昨天潘柳儿的事件，他眉头皱紧，以为又是那潘柳儿，他黑着脸没有理会。门外的余化等了好一会儿，见没人开门，儿子，叫齐叔。齐叔，是我呀，你开门呀。杨齐一听是杨三郎的声音，黑着的脸色缓和下来，抬脚去开门。门一开，看到门外于氏微微一笑，他无动于衷，打量于氏今天的打扮。今天就去？对，早点去早点回，麻烦你帮我带一下3个孩子了。这女人的行事风格还说一出是一出，一点也不婆妈。你等等，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打完了无法忘了。谢啦，兄弟。借你防身用，回头还需还给我。最好还要去药铺买一些外伤药，还有水跟盐，火折子也要准备一些。别药没找到，把自己渴死饿死在山里。我可不想媳妇儿没讨到，平白多3个儿子。那不挺好，1文钱都不用花，白得3个儿子。养好啦，以后享清福。余化开玩笑，把家里的钥匙丢给他。他跟杨琪挥挥手，转身走了。看着那走出巷子的女人，他跺了一下脚。那个什么齐的，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放着我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完整的不要，去要一个生了3个孩子的破烂货。真是气死他了。但气也没用啊，那一脚差点要了他的命。昨晚更是疼了一宿，今早他疼得没耐活了，顶着被娘骂的风险要了点钱，打算去看大夫。余化买了盐巴跟火折子，离开铺子的时候被一个10来岁的男孩给拦住了。嘿嘿，姐姐，买地图吗？男孩讨好的嘴脸，一副恨不得把地图塞到他怀中的样子，让余化生疑。不买。余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姐姐，买一张地图吧，我这里有龙山的地图哦。这下余化觉得这男孩更可疑了，他笑着对男孩说：姐姐有点事情要问你啊，这里人多眼杂，不如我们去那个巷子里说，如何？男孩顺着余化的手看过去，看到那狗都不愿意进去的巷子，他表示他不想进去。姐姐，要不然我们去那儿吧。男孩指着一旁，周围是人，一会儿姐姐要是揍人，他也方便喊人。余化瞅着心虚的男孩，确定男孩有问题。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坚持把男孩拐进巷子。就那个巷子，你要是不去那就算了。余化说完就走。男孩见状只能答应。姐姐，你别走啊，我跟你去那个巷子。语气里满满的委屈。背对着男孩的余化笑了，转身的时候他收了笑，板着脸说：那走吧。余化说完，
抬脚走向那个巷子。男孩连忙跟上，谁知当他走进巷子，前面的姐姐不按正常套路出牌，猛然间抓住他胸前的衣服，拽着他往巷子深处走，直到角落才松开。男孩看了一眼左边，他肯定自己在这里被打死，外边的人也看不到，因为有东西挡住了。他瑟瑟发抖，避免自己被打死，他将龙山地图掏出来，递给眼前的余化。姐姐，你别打我，我是好人，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我是小田鸡。眼前这个小田鸡是天上的人，千挑万选选上他这个孤儿来到这个小世界，又他妈出现了一点小错误，把原本属于他的外挂错给了别人。至于这个别人是谁，这个小田鸡没有说。余化得知自己本应该还有一个空间，哪里还控制得了自己？你个杀千刀的狗田鸡，你把我拉来这里干什么玩意儿啊？你把我拉来就算了，你还把我的外挂整错给了别人，你赶紧给我纠正回来！你要是不给我纠正回来，我现在就死在你跟前！余化说完，掏出杨琪借给他的匕首，刀尖抵在了心窝上。本来他是想架在脖子上的，想了一下，觉得不安全。单纯的小天机以为他是真的想死在自己跟前，吓得够呛。姐姐，你别激动啊，有话好好说，快把刀给放一下。谁是你姐姐？别乱人气，我跟你不熟。你赶紧把空间给我整回来。这个嘛……小天机别扭起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余化说。空间能拿回来，但要余化自己去拿，而这个拿的过程有点少儿不宜。至于为什么少儿不宜，因为他师父大天机给他看的视频全都是马赛克，具体怎么把空间拿回来，他真不知道。这个，有屁就赶紧放。余化现在是暴躁女王。余化看着跟前的小田鸡跟信号不良似的，一会儿透明一会儿实的，吓得手中一抖，匕首掉落在地上，刀尖扎在了小田鸡脚上，直接把小田鸡给扎没了。我日！余化爆了一句粗口，早知道不跟小田鸡废话了，应该赶紧问空间在谁那里，就算不知道怎么拿回来，他也要把人薅到身边为己所用。现在好了，别说空间弄回来的办法不知道，就连空间在谁那里都不知道。那小田鸡还不如不出现。莫生气，莫生气，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生气伤身又费力，我若气死谁如意呀，谁如意？余化把地上的地图捡起来，好在还留了一张地图。他打开地图，入眼就是地图上最显眼的3处红点点。看清红色代表的是什么后，他捂住嘴巴，避免自己的鹅叫声引来其他人。他赶紧把地图折叠揣进怀中，把杨琪借给他的匕首捡起来也揣好，走出巷子，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买了一捆绳子。买好绳子后，又买了几个包子，离开桃花镇，向龙山出发。回到天上的小天机看着面前镜子里映射出来的余化，满心欢喜，他松了一口气。只要余化采到御仙草，治好杨三郎的腿，3兄弟的命运被逆转，那么他制造出来的这个小世界就不再是悲剧小世界了。等到余化寿终拿到幸福之花，他就能够成为大天机，再也不用受他师父大天机的压迫了。小天机转身看到他师父大天机，吓得魂都要飞了。他埋怨道：师父，你以后在徒儿身后可否发出点声音啊？你这样会把徒儿魂魄吓飞的，到时候你上哪去找徒儿这样可爱又乖巧的小徒弟呀？大天机心里翻了一个白眼，面上却冷若冰霜一般，对小徒弟说：只此一次，这次你若是还未拿到幸福之花，那么你就老老实实给我闭关1万年。小天机有点心肌梗塞，他望着师父，可怜兮兮地说：我还没跟他说怎么拿回空间呢，还有那个空间在谁那里我也没有说。那么请问我的好徒儿，你是进去了个寂寞吗？
大天机问小天机：送了一张地图，师傅，可否让徒儿再进去一次？不可以。大天机无情拒绝，避免徒儿偷偷进去。他给这个小世界加上了他无聊时弄出来的一套9981锁。小天机单薄的肩膀塌了下来，这会儿他彻底死心了，只能顺其自然等待了。余化按照地图走，花了1个时辰走到了龙山边界。他走的不是从阳山村那边去往龙山的路，走的是另一条近很多的路。他走的这条路沿途有地图上标记的许多小黄点，8个黄点，地图注释黄点是人参，至于是多少年的人参那就不知道了。他到了第1个黄点位置，的的确确有一株人参，就是这根人参太年轻了，只有10年份。余化无语，不信邪的他以这个为中心找了一大圈，啥都没有找到，才相信躺在他背篓里的人参就是黄点标记的人参。10年份的就10年份吧，有总比没有强。余化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他不想还没找到玉仙草就被气死在这大山里。挖出人参后，他把人参随手丢进背篓，找了个地方坐下，拿出包子填肚子。同一时间，杨琦家，杨琦炒了2个菜，一道炒肉，一道青菜。杨三郎这些天天天吃着余化做的美味佳肴，再吃杨琦炒的菜，是真的觉得难吃，但他没有作。琦叔，我能不吃肉吗？不吃肉怎么长肉？琦叔，肉太硬了，我嚼不动。扒饭的杨琦愣住了，夹了几片肉放进嘴里嚼，感觉是有点硬。琦叔，我可以泡点米汤吃吗？为什么泡米汤？直觉告诉杨琦有问题，要不然杨三郎不会平白无故的要泡米汤。有点咸。杨三郎说得很小声，他怕齐叔嫌他事儿多而生气，可真的好咸。咸吗？挺尴尬的。余化吃完包子休息了一下，继续往里进。按照他现在的速度，晚上不睡的话，明天下午能到目的地。不过他没打算晚上冒险前行，那样太危险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晚上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才行。杨琦这边跟3个孩子下馆子回来，拐角处他停下来，问杨大郎和杨二郎：你们回去睡还是跟我一起睡？回去睡。杨大郎毫不犹豫选择回家，杨二郎不发表任何意见。杨琦明白了，看着怀中的杨三郎：你呢？我要和哥哥们一起睡。杨三郎回答得很速度，总之他不想跟齐叔一起睡。齐叔睡觉不老实，今天下午他被压醒，他不想今晚被压死。杨琦听了杨三郎的话，松了一口气。杨大郎跟齐叔一起出来，杨琦见状说了一句：不用送。杨大郎抿了一下唇，开口说：我出来摔门。自作多情啊。不用摔门，我回去拿一床席子过来睡。放任3个孩子在家，他还是不放心。哦。杨大郎没有拒绝，想到家里就他们3兄弟，心里还是有点怕。杨琦回家洗了个战斗澡，换上衣服，回房卷了席子，并未从大门出去，而是把席子从2户共用的那堵墙丢了过去。砰的一声，站在大门口等齐叔的杨大郎听到一声响，回头看向发出响声的地方。他看到齐叔出现在墙头，他把大门关上拴好，跑过去问齐叔：哎，齐叔，你为啥子翻墙不走门啊？被人看到我在你家过夜啊，对你娘名声不好。余化啃了几个果子，喝了几口水，去除一身酸痛后，离开山洞，继续向标记红点的地方而去。半个时辰后，他到了第5个人参点，是一根50年份的人参。他挖了人参后，开始有点郁闷，也开始怀疑龙山凶险是不是人为造势出来的凶猛。
什么龙山有进难出，他从昨天到今天碰到唯一有攻击性的东西是一条蛇，那条蛇昨晚还进了他的肚子。皇甫玉轩等人从一个山洞出来，看到正好回头的余化。余化感觉身后不远处有动静，以为是猎物，谁知道回头一看是百草居的人，他失望至极。中午他就是吃烤虫子的命。他没有跟百草居同行作伴的意向，头也不回地走了。程德元的嘴角抽了一下，他还真的来寻找御仙草，并且还是只身一人，不知道该说这个妇人是无知还是胆大。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到了这里，瞧着精神甚好，也并未受伤。莫非这位妇人身手了得？他们一行人一共4人，除去他跟少爷还有2个护从，受了点伤，特在此休息处理伤口。陈德元收回目光，看向身旁的少爷，问道：少爷，要跟上去吗？皇甫玉轩摇头，他换位思考了一下，别人只身一人都没有过来，很明显别人是不想同行。既然如此，他们再凑上去就会讨人嫌。陈德元见少爷摇头，便作罢。他们按照原计划的路线从另一边走了。余化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一下，发现百草居的人没有跟上来，很满意的赞赏了一句，对百草居的好感又上升了一点儿。午时，他到了第6根人参地点，挖人参挖到一半，不巧的是，百草居那伙人从他这里路过，看到他在挖人参，加上正是午时，便停下来休息。余化扫了他们一眼，瞅着他们还挺狼狈，不解地问：你们碰到凶猛的动物了？皇甫玉轩打量余化，看他一点也不狼狈，反问道：你没碰到过？碰到过一次。余化没好意思说他碰到的是一条蛇，怕说出来这群人想揍他。可即便他不说，他们4个都觉得他运气好到让人嫉妒。你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早上。你们呢？2名护从不想说话了，他们早一天进的山，并且夜里还不停歇，拿着夜明珠照着赶路才到这里。而这个女人昨天早上进山，比他们先一步到这儿。说这个女人对龙山不熟，他们死都不信。陈德元开始怀疑了，冒昧询问：大妹子以前是不是来过龙山？也唯有来过，对龙山熟悉，才会这么轻松地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来。怎么可能？陈德元不相信，不仅他不信，皇甫玉轩也不信，那2个护从也不信，通通都觉得这个女人在说谎。余化见他们不信，很无奈地撇嘴，说实话没人信，他能怎么办？只能啥也不想说，埋头继续挖他的人参。挖了这颗人参，他还得烤虫子填饱肚子，忙得很，没空张罗这群人。皇甫玉轩看他挖人参手法娴熟，仿佛经常干这种事儿。出于好奇，他问了一句：你懂医？看起来年龄跟他不相上下，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于是就用你来称呼了。略懂皮毛。余化头没抬地回了一句。陈德元不信他的鬼话，不相信一个略懂皮毛的人会知道御仙草。想到御仙草，他便问：大妹子，你来山里找御仙草？对啊，你们也是来找御仙草的？余化抬头看了陈掌柜一眼：是也不是，顺便碰碰运气。听完陈掌柜的话，他明白了，这是进山里来采药。不是他爱吐槽，这龙山跟他从别人嘴里听来的龙山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他都怀疑他是不是进错山了。我此时身处的地方是龙山，对吧？他想确认一下自己没进错山。陈德元觉得眼前大妹子的脑壳有点问题，没弄清楚龙山的具体信息就一头往里扎，真的是胆大包天。让他郁闷的是，大妹子运气似乎还不错，
就问气不气人。大妹子，那虫子你该不会是拿来吃的吧？对啊。余化回头用你很奇怪的眼神看着陈掌柜，然后看向旁边的美男。大美，这位兄弟，你们是打算在这里休整啊？差点把大美人3个字说出来，好险！长得好看的男人都讨厌别人用美、漂亮来形容他们。他刚才要是喊出来，怕是要摊上事儿了。可即便他刹住了嘴，皇甫玉轩还是猜到他想说的是大美人。对于这个称呼，他的确不满，但也没有要找这个奇怪女人麻烦的意思。那个虫子味道如何？皇甫玉轩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余化一听这位大美人兄弟的话，就知道这位大美人兄弟是个吃货。少爷，这等东西您还是别吃了吧，它好恶心的呀。不等余化回答，陈德元掌柜开了口，想阻止他家谪仙一般的少爷吃虫子。谪仙？余化感觉差了那么一点儿，一点也不仙，顶多算是个长得漂亮的大美人。我觉得陈掌柜说的没错，你不太适合吃虫子。主要他也就5串，他自己都不够，哪能分出去？我问的是虫子味道如何。皇甫玉轩非常执着这个问题。余化无奈回了好吃2个字给这位脾气有点倔强的大美人兄弟，没回答他的问题还要重复问一次，这真的是个大哥。要不是长得美，他才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回答问题。哎，你应该是没肉吧，我拿肉给你换一串。皇甫玉轩说完，给一旁的护从递眼神。护从哪敢不从，连忙取下他们1块半个时辰前从猎物身上割下来的好肉，分出一坨送到余化跟前。余化看着面前一块差不多1斤重的肉，光闻肉味他就知道这是什么动物身上的肉。我烤熟的虫串。不等他拒绝，皇甫玉轩又补充了一句。余化气笑了，懒得搭理这位大少爷，低头烧火。跟前拿着野猪肉的护从也被他无视了个彻底，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长得好看就以为姑奶奶会惯着你，还要烤熟的虫串，咋不说让我喂你啊？离开的4人都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比寻常人要灵敏很多。听到他的话，护从看了一眼前面停下来的少爷，紧张起来。哎呀，少爷不会要回去教训那个不识好歹的女人吧？皇甫玉轩回头看了一眼，记住了那个女人的脸，他并没有回头去找那个女人。他一个男人不屑与妇人计较，有失身份。陈德元看着只看一眼就继续前行的少爷，吁了一口气。他回头看一眼已经燃烧火的大妹子，叹了一口气。不过把大妹子的话在脑子里回味一下，他又想笑。以前哪个女人看到少爷不是百般讨好，还从未有过谁拒绝少爷。少爷今天靠脸失败，肯定不太适应。皇甫玉轩鬼使神差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怀疑自己是不是变丑了。陈掌柜认识那个女人？陈德元听少爷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如实回答：不算认识，他就是那个卖灵芝的人，后来带着孩子来百草居看过脚。有孩子了？这不是很正常吗？余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烤上串了，开心的撸串，一口串一口果子，味道好极了。吃饱喝足，继续赶路。走着走着，他就发现自己身后有4条尾巴。我说你们4个大男人跟在我一个弱女子身后，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是不是有点无耻啊？后面那句他没说，4个人谁也没动，谁也没吱声。余花笑起来，直接点名了：某个大兄弟的脚没有藏严实，别躲啦。皇甫玉轩看向2名护从跟陈掌柜，瞪着他们：是不是你们没藏严实？2名护从看着少爷没藏好的脚，没敢吱声，偏头看向别处。陈掌柜对少爷无声笑了笑，手指指少爷的脚，表示这个锅他们不背。
你们几个意思啊？你一个女子独自在这深山里不安全。陈德元一听少爷这话，眼皮直跳，连忙打断少爷，对大妹子说：我们想与大妹子你组队，可以吗？被打断话的皇甫玉轩虽然不满陈掌柜，但也知道陈掌柜是担心他把人给得罪了。理由？陈掌柜松了一口气，没有直接拒绝，说明还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发现跟着大妹子你走，不会遇到任何野兽。这个理由可以。如果采到玉仙草，可以分你一点，这你孩子的腿完全够了。皇甫玉轩突然开口，相当的大方。余化诧异地看了大少爷一眼，没想到这位大少爷会这么大方。如果他不知道玉仙草的位置，他肯定就答应了。可问题是，他现在知道啊，他干嘛要带人跟自己抢东西？他傻吗？我不跟你们组队，你们也别跟着我，让人看到我一个女人跟你们4个男人在一起，名声都没了。我儿子还要考取功名呢，要是因为这个毁了前途，那我会死不瞑目的。皇甫玉轩突然感到一阵阴风吹过。这个女人有毒吧？深山里讲鬼故事，不是人呐。大妹子，你直接拒绝就行了，不用整这么个花里胡哨的理由。他瞅了一眼少爷，果然少爷开始怕了。没错，他家少爷怕鬼，这还是昨晚少爷小姐拉他一起时发现的。怕鬼的少爷其实挺好玩的，2名护从没有人权，他们当空气变好，鬼什么的他们不怕。余花看出来大少爷怕鬼，于是继续说：哎，我看你们似乎对鬼挺感兴趣的，我知道很多鬼故事，要不然我们坐下休息一下，我给你们讲几个鬼故事吧。说到这里，他故意拧眉，然后继续说：大白天讲鬼故事似乎不够气氛啊，要不然等天黑了，我再跟你们讲呀。看着头也不回就走的大少爷，余化挑了一下眉，啧啧了2声。一个大男人居然怕鬼，胆儿真小。百草居这边4个人更惨，他们离开没多久就碰到了一群狼。陈德元跟2名护从将他们的少爷护在身后，皇甫玉轩盯着眼前的20几头狼，一眼找到了头狼。后面那头额线有一点黑的是头狼，你们掩护我去解决头狼。说话间，皇甫玉轩把缠绕在腰间的软剑拔出来，向头狼而去。其他狼见状，张着血口扑向他，护从立即上去为少爷清除障碍。陈德元跟在少爷身后清理背后突袭的狼。半个时辰后，头狼死了，剩下没死的狼没有之前的凶猛劲儿，围着皇甫玉轩4人一声接着一声的狼嚎，似乎是企图把别的狼群吸引过来。少爷，他们在召唤附近的狼。肩膀被咬了2处的陈德元沉着脸对少爷说，2个护从也伤得不轻，就连皇甫玉轩也受了伤，他手臂差点被咬断，他忍着疼痛盯着8头狼。杀！说完第一个冲出去，陈德元跟2名护从紧随其后，4人各顾对付2头。没有头狼指挥的8头狼威胁力下降了1小半，没一会儿8头狼全死了。4人没有停留，原路返回。皇甫玉轩觉得听鬼故事也可以，说不定听着听着他以后就不怕鬼了。小溪边，刚下水的余化听到一声又一声狼嚎，咧嘴啧了一下。挺激烈，不会是百草居那几个倒霉蛋吧？唉，好羡慕他们又有肉吃了，可怜的我呀，还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翻蚌海。这话要是让皇甫玉轩一行人听到，肯定喷他一脸血。谁他妈喜欢吃肉了？他们宁愿啃草吃树皮嚼草根。余化见狼嚎声停止，知道那群狼已解决，便安心翻他的螃海。洗好后找个阴凉的地方烧火，螃海跟虾穿成烤串。少爷，
那个方向有烟，肯定是大妹子。陈德元满头大汗，看到那缕缕升起的烟，松了一口气。少爷，一会儿到了大妹子那儿，你别说话。陈德元觉得有必要事先跟少爷沟通好，不能让少爷再把人得罪了。自家这位少爷被人捧惯了，自身带着傲气，骄着，心地不坏，就是长了一张讨人厌的嘴。黄甫玉轩感受到自己被陈掌柜嫌弃，虽有不满，但他还是点了一下头，听陈掌柜的话，一会儿保证不张嘴。陈掌柜松了一口气，一行人循着烟快步行走。余化吃饱喝足，起身拍拍屁股，正打算离开，听到几个人的脚步声，没一会儿看到从灌木丛里钻出来的4人。陈德元看到轻松的大妹子，仿佛看到了亲人，他大步上前。大妹子，你让我们跟着你吧，我们不要御仙草。陈掌柜直截了当表明了心意。黄甫玉轩张口想说什么，想到之前答应陈掌柜不说话，他又闭上了嘴巴。余化见大少爷没有吱声，有点意外，但他不可能因为陈掌柜一句话就相信，毕竟不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最后在看到御仙草的时候不会背信弃义？那大妹子要如何才能相信我们？陈掌柜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我也不知道啊。余化把问题抛给了陈掌柜，这种费脑壳的事情他才不要去想。陈德元心有点累，回头看向少爷。少爷，要不然你出卖点色相？黄甫玉轩奇妙地读懂了陈掌柜的眼神，脸当即黑了下来，狠狠地刮了陈掌柜一眼，张口对余化说：我可以对天起誓。余化没忍住笑出了声儿，瞧着脸黑得欲滴墨的大少爷，开口道：男人的誓言就像那冬天里的梅花，应景而开，转眼凋谢，冷死个人，信不得。这是什么鬼话？陈德元觉得大妹子这张嘴是真的会说，一套一套的。黄甫玉轩深吸一口气，取下脖子上的一块玉，捏在手里，向他走过去。这是我去世的母亲送给我的东西，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背信弃义，你可以直接毁了它。黄甫玉轩说完，眼睛一闭，递给了他。一旁的陈掌柜跟护从眼睛红了，他们知道少爷是为了他们才会这样。余化扫了陈掌柜他们一眼，看着大少爷递过来的玉，他拒绝了。算了，信你们一回。如果他们背信弃义，那么他有的是办法弄他们，肯定会让他们后悔莫及。给你们半个时辰的时间休整，半个时辰后我要继续赶路，天黑前我还得找个休息的地方呢。黄甫玉轩见他没有手语，对他的好感上升了很多，也不再端着他大少爷的性格。我叫黄甫玉轩，请问你怎么称呼？余化。天黑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能过夜的山洞，洞里有动物粪便，不过是很久以前的粪便，说明这个山洞一半安全。你们累吗？黄甫玉轩摇头，陈掌柜也摇头，两个护从没有人权，勤勤恳恳收拾山洞。既然你们不累，那一会儿吃饱喝足，我们继续赶路，早点找到御仙草，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他想家里的崽了，不知道崽崽们有没有想他。黄甫玉轩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他，但怕自己张口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这个时候听他说这话，他便忍不住开口询问：你知道御仙草的确切位置？你不是也知道吗？余化反问，要不然之前怎么总是碰到？我知道的是大致位置，而你似乎知道准确的位置，而且还确信自己能够采到御仙草。黄甫玉轩用的是很肯定的语气，当然他是个守信之人，说了不抢御仙草，那就绝对不抢御仙草。如果御仙草结种了，可不可以分我一颗？可以。半夜子时到了红点的标记点，也就是在一个山崖下面，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他买的绳子刚刚够。
一下山崖，余化就看到了玉仙草。眼看着玉仙草就要被后一步下来的皇甫玉轩踩到，他伸手把人推开。事出突然，毫无防备的皇甫玉轩被推得趔趄倾斜，距离崖底还有2米的陈掌柜跳下来，伸手拉了少爷一把，这才让少爷避免摔跤。站稳的皇甫玉轩看余化正在用匕首挖一株没见过的药草，他蹙眉：这是什么药草？为何我没见过呀？就这样还进龙山找玉仙草，你怕不是来看风景？陈掌柜心中有怀疑，可大妹子挖的药草跟他听闻的玉仙草长得不一样。虽然这株上面长了3个豌豆大小的绿色果子，但传闻玉仙草的叶子晶莹剔透，如玉一般。大妹子挖的这株平凡无奇，叶子长得像大豆瓣。玉妹子，这不会就是玉仙草吧？陈掌柜，你是夜路走多昏头了？别看到结了3个果的就是玉仙草，这怎么可能是玉仙草呀？玉仙草叶如荷叶，其晶莹剔透如玉一般。陈掌柜心中的玉仙草也是这样，他没有理会少爷，而是看向于妹子，等待于妹子回答。他把挖出来的玉仙草放在背篓的角落，背着背篓看向皇甫玉轩和陈掌柜。你们可能被忽悠了，大概是那个采到玉仙草的人放出来的假消息。下一个标记点，距离不远，大概也就是100来米的距离。谁曾想，他刚走2步，身后传来皇甫玉轩嘶声，似乎是被袭击疼的吸了一口气的声音。他回头看到一条小孩手臂粗的赤红蛇咬了皇甫玉轩后准备逃走。挖完玉仙草没有放回去的匕首被他甩出去，刀尖插在赤红蛇7寸位置，牢牢地将赤红蛇钉在地面上。被钉上的蛇没有立即死，还在挣扎着想要挣脱。此蛇剧毒，毒性蔓延的也快。少爷，你没事吧？陈德元扶着眩晕倒下的少爷。余化扫了一眼皇甫玉轩，这倒霉孩子。他走过去，脚踩在还没有死透的赤红蛇舌头上，另一只脚踩在蛇的身上，手握住匕首，划开蛇皮，取出蛇胆丢给陈掌柜。那，给他吃了。陈德元接住蛇胆，赶紧将蛇胆喂给少爷。蛇胆刚咽下去，皇甫玉轩就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陈德元心惊，连忙放平少爷，提了一下少爷的裤腿，找到被蛇咬到的地方，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在伤口画10字口，挤毒血。毒虽然已经蔓延，但挤出毒血也能减缓毒性。不出意外的话，另外2株玉仙草应该也有毒蛇守着。真好，今晚能饱餐一顿，有肉吃了。处理好蛇，他看了一眼脸色发青的皇甫玉轩。赤红蛇蛇肉蛇胆都有解赤红蛇毒的功效，你家少爷死不了。他对目瞪口呆的陈掌柜说完后，抬脚离开。大妹子，你要去哪里？陈掌柜回了神，连忙询问。我去附近看看还有玉仙草，放心，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陈掌柜听到最后一句话，什么也没有再说。本来他只是想问问，毕竟大晚上一个女人挺危险，但最后一句话让他沉默了，好像倒霉的一直是他们。刚才大妹子挖玉仙草的时候，赤红蛇没有出来，等到大妹子走开了2步，赤红蛇就出来咬人。只能说大妹子运气是真的好。余化来到第2个标记点，没有看到玉仙草，看到的是一条跟刚才一样大小的赤红蛇。赤红蛇看到他支棱起来，吐着蛇信子，恐吓人。看着被蛇身盘绕在里面的玉仙草，余化笑了一下。你比你兄弟聪明，还知道盘着手。一般情况下，看到你的人直接绕开走，然后错过玉仙草。可惜啊，姑奶奶我不是一般人，你在姑奶奶眼里就是几根肉串，夜宵懂吗？陈掌柜要是在这里，肯定觉得他是个二货。人家对牛弹琴，他对蛇弹琴。蛇要是听懂你的话，肯定喷你一脸毒液。
羽化动了，蛇也动了。赤红蛇利用尾部张开蛇口飞跃起来，目标是羽化的脸。干！羽化握着匕首的手一挥，身体侧了一下，他挥的那一下准确、快又狠地削断了赤红蛇，蛇头蛇身一分为二，跟上一条赤红蛇一样。嘿，不讲武德呀，居然想咬我的脸，难不成你是一条母蛇？说着还真的提着蛇身看了一下，看完后震惊地说：哼，你还真是条母蛇啊，怪不得要咬我的脸。虽然我知道我长得好看，但是你的嫉妒心也太强了吧。他把蛇身丢进背篓，边挖玉仙草边巴拉巴拉念叨一大堆。大半夜的，深山野林里自言自语，神经病是也。已经死了的母蛇如果有魂体，肯定在旁边与他对骂。挖完第2株玉仙草，前往第3株。来到第3处红色标记点，看到2条交缠在一起的赤红蛇，他耳朵红了。我去，这也太刺激了，居然会看到蛇交配。看到蛇交配好像会很衰啊，我是不是要装瞎呀？就在他思考的时候，2条难分难舍的赤红蛇分开了，他们也不示威，一条支棱飞跃起来，目标是羽化的脖子，另一条刷刷窜向羽化，目标是小腿。这对夫妻蛇上下配合，羽化蹲下，手里的匕首插进土里，刚好插过窜过来的蛇头上，他切了一下，蛇头被切断。切断这条蛇头后，迅速离开原地。他刚离开，那条被他躲开的蛇又冲跃回来。落地的同时，羽化甩出匕首，不偏不倚，匕首正中蛇头。刷刷刷，声音越来越近，他眼观四周，提高了警惕。没一会儿，数不清的赤红蛇将他包围起来。皇甫玉轩在羽化离开后不久醒了过来，醒过来的他发现自己身处的地方是山崖底下，没有看到羽化。他问一旁的陈掌柜：他哪里去了？他去看看附近还有没有玉仙草。陈德元回了一句，一点也不担心羽化会不会有危险，反而祈祷不要有野兽突然来到这里。皇甫玉轩眉头一皱：玉仙草乃仙草，能遇到一株算运气好，怎么可能还有啊？他还真是贪心不足啊。陈德元看了一眼大妹子离开的方向，没有看到大妹子才放心。要是让大妹子听到少爷的话，不高兴了，把他们丢下，那就完球了。少爷，这种话你以后还是别说了，说不定他运气好，还真能找到第2株。哪有那么好运啊？真以为自己是经理？少爷，你还是少说话为妙，回头把人得罪了，他不让我们跟着他，那我们能否安全出山是个问题呀。皇甫玉轩盯着陈掌柜，死死地盯着。陈德元心里虚了一下，要不是这趟龙山行，他也不敢这样跟少爷说话。少爷，你把我盯出一个洞，我也还是要说，你那张嘴真的不讨人喜欢，我怀疑就是少爷你这张嘴才会至今未娶到妻。皇甫玉轩想打人，可他现在有点乏力。陈德元瞧少爷没啥大问题，默默离少爷远一点，主仆互不搭理。不知过了多久，困意来临的时候，羽化回来了。陈德元看着回来的大妹子，手臂上挂着数条赤红蛇，头皮发麻。大妹子不愧是大妹子，凶猛得很呀。羽化走到2人跟前，打量了一下皇甫玉轩，问道：有力气爬山崖吗？皇甫玉轩点头，看羽化脸上衣服上都有血迹，还有他手臂上挂着的赤红蛇，这么个凶猛的女人跟外表非常不符合，有很大的欺骗性。总之他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既然还有力气爬上去，那就上去，上去后离开这里。越远越好，蛇很记仇，根据他之前杀那么多蛇的情况来看，这下面的赤红蛇很多，加上他背篓里有3株玉仙草，谁知道会不会又来一群蛇。羽化说完话，
把蛇甩到陈掌柜的背篓里。陈德元看着瞬间被填满的背篓，一言难尽，什么也不敢说。他看向少爷说道：少爷，你先上去，我殿后。黄甫玉轩点头，扶着山崖峭壁站起来。余化看他非常虚弱，还要扶着才能站起来，问道：你行不行啊？别爬到一半摔下来，到时候肯定摔成肉饼了。作为一个男人，被人问行不行，这是耻辱。我只是小疼。我家少爷跟陈掌柜呢？在下面。我还能把你们家少爷跟陈掌柜杀了不成啊？余化把他们心中猜想说了出来，闹得两个大男人红了脸。两人避免尴尬，没有再理会他，赶紧把绳子丢下去。第二个拉上来的是黄甫玉轩，最后一个上来的是陈掌柜。两名护从看到陈掌柜背篓里鲜红的蛇，问道：陈掌柜，这蛇能吃吗？你们少爷生吃了一坨，现在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说能不能吃啊？余化插了一句嘴，他看黄甫玉轩脸色变得难看的盯着陈掌柜，他咧嘴笑起来。不是我。黄甫玉轩看向一旁笑的余化，不是陈掌柜，那就只能是他。余化见状没有理会，直接无视他。走吧。他对黄甫玉轩说了一声，抬脚走在前头。黄甫玉轩跟在他身后，憋了半天的他对前面的女人说：谢谢，等回到桃花镇定会亲自登门道谢。登门道谢就算了啊，回头让我借用一下百草居里的几样东西就成。他需要银针，还有医用刀。可以。黄甫玉轩没有问他要借什么，回头问身后的陈掌柜：听到了？听到了。陈掌柜无语。又不聋，怎么可能听不到？还非得问一句。少爷真的是脱裤打屁，多此一举。你说过给我一颗玉仙草的种子，你没忘记吧？我记性好得很，不会忘记你的种子。要是怕我忘记了，自己现在摘一颗。事儿真多。黄甫玉轩还真的伸手去摘了一颗，他把摘来的种子放进荷包，贴身放在胸前的衣服里。长夜漫漫，我给你们讲故事吧。走在前头的余化突然说出吓人的话，黄甫玉轩的手顿了一下，直接拒绝：不用，说话太多容易口干，我看你没有带水壶，还是别说了。他疯了才会听这女人讲故事。我家少爷说的对，大妹子，你别费口舌了，故事等回了桃花镇，有机会的时候再讲。陈德元紧跟着说道：机会什么的肯定永远都不会有了。从前呐，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小和尚他长得特别好看。有一天啊，有个漂亮的女人进了这个庙。一开始听着很正常，后面越听越惊悚。突然一阵微风吹过，黄甫玉轩感觉阴风阵阵，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此时他觉得前面的女人是魔鬼，他不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你能不能别讲了？黄甫玉轩的声音有点颤。好啊。黄甫玉轩吓得惊叫一声，转身抱住身后的陈掌柜。陈德元不得已之下，不得不伸手抱住少爷。此时的他心里有点复杂，抱自家婆娘都没有这样抱过。总之，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就很诡异。半个时辰后，找到了一个山洞，一行人直接在这个山洞里过夜。本来打算吃点宵夜的余化到了山洞后，找了一个位置干燥的地方，简单收拾了一下后，靠着背篓睡觉。翌日天一亮，余化睁开眼睛，不管睡得多晚，他的生物钟都会把他叫醒。他看了一眼跟他有点距离的三人，起身背着背篓走出了山洞。山洞口负责守夜的护从见他出来，立即站起来：于夫人醒了，准备出发吗？我去把少爷叫醒。不急，我附近转转，一会儿回来。他说完抬脚走了。护从看着他背着背篓离开，
转身进去山洞，把少爷叫醒。皇甫玉轩睁开眼睛，就向余化昨晚休息的地方看过去，没看到余化。他问护从：“他人呢？”于夫人背着背篓走了，她说父亲转转，一会儿回来。本来还以为是被甩了，听完护从后面的话，他松了一口气。生火烤蛇。两名护从听了少爷的话，出去捡柴。余化说在附近转转，那是真的在附近转转。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解决生理问题，然后补充水分。一只狮子的幼崽闻到空气中香甜可口的味道，从旁边的灌木丛里出来，小心翼翼地凑近这个人类。余化喝水的动作一顿，低头看着浑身是血看不出啥品种的幼崽，愣住了。他扫了一眼幼崽出来的地方，对着伸爪爪扒拉他裤腿的幼崽说：“你这是被我的神仙水引诱出来了。”瞧着幼崽没有敌意，他蹲下身，手掌悬放在幼崽头部上方，幼崽立刻昂头张开了嘴。余化放水给他喝，小幼崽喝得很欢快，喝饱后对着他呼吼呼吼的小声叫唤，声音很奶，让他萌生出把小家伙抱回去养的念头。但他也就想了一下，山里的动物还是让他在山里生存比较好。那么问题来了，这里为什么会有狮子？余化也想不明白，最终只能把这个问题归咎在小田鸡身上。小狮子身上有伤，洗了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又是对他呼吼呼吼的叫唤，用脑袋拱他，舔他手指。哼，你这样讨好我，该不会是想让我带你走吧？是呀是呀，主人带我走吧。余化嗤笑，揉小狮子的脑袋，对小狮子说：“不行啊，你属于这里，我不能带你走。万一你爹娘误以为我不爱宰，把我吃了，那我多冤枉啊！所以小家伙，我们就此别过吧。”其实他还挺想把这只小狮子抱回去的，可他不想惹麻烦。成年狮子同老虎一样凶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想好了要跟我一起吗？护好，想好了。余化大概猜到了小狮子的意思，他笑道：“啊，那行吧，你以后就是我家的崽啦。正好我缺一个看家护院的，本来是想买条狼狗喂的，有你那就不用买了。”就这样，余化把小狮子给收了。他给小狮子包扎好后，抱着小狮子回去。大家看他抱着一只受了伤的崽回来，脸上表情很精彩。大妹子，你该不会是想抱回去养吧？陈德元没忍住问了一嘴。余化点了一下头，过去陈德元的背篓前拿了一条赤红蛇放在地上，然后把小狮子放下去。小狮子大概3个月左右，虽小但很凶猛，一落地就扒在赤红蛇旁边，抱着赤红蛇撕咬，这跟他在余化怀中时判若两失。陈德元见余化不但不怕，还在笑，他心里发毛。皇甫玉轩微皱了一下眉头，劝说余化：“他虽然是幼崽，但野性已成，养他的话不妥，长大后难以保证他不会伤人。”少爷说的对，大妹子，你还是把他放了吧。陈德元看小幼崽撕赤红蛇的凶狠样，头皮就有点麻。你们以为我想养他呀？是他非赖着我。对的，就是我赖着主人。皇甫玉轩不吱声了，看样子这是一只很有灵性的幼崽。陈德元也不吱声了，他好奇大妹子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小狮子。次日黄昏，余化回到桃花镇，他顺道从百草居借了银针跟医用小刀，买了一堆给三郎治腿需要的药。不过最后没花钱，人家皇甫少爷大方，给他免了，同时还收购他手里的2根人参，一根100年，一根50年。剩余的人参他没有卖，
打算给杨琪一根作为报酬，余下的给3个孩子吃。回到家的时候，天有点黑了。他走进巷子，就听到谢之花尖锐的声音：“我不回乡下，我死也不回！你休想让我腾位置！”巴拉巴拉一堆吵闹的话。这条巷子里的住户都开着门，站在自家门口看热闹。他们看到回来的余化，被余化身上的血吓到了，砰的一声，胆子小的进去把门一关，生怕余化把他杀了。有些胆子大的人好奇地问了一句：“大妹子，你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人血。”谢之花跟潘金才在大门口拉扯吵闹，余化从他们身边过去的时候，潘金才看了他一眼，然而就是这一眼点燃了炸弹。谢之花红着眼睛扑向余化，嘴里骂着：“贱人，我要打死你这个贱人！”余化一脚侧踢把人踢飞了出去，沉着脸对潘金才说：“他有病，得治。大概是你曾经做过什么，把他刺激到了。”他又补充了2句，抬脚回家。潘金才脸上的表情怪异，因为被他说中了。回头看被踢晕过去的谢之花，他暗骂一句后走过去把人抱起来进屋，让躲在屋子里的女儿去请大夫。余化站在家门口，门上挂着一把锁，转身去杨琪家，同样也是一把锁。余化皱眉：“天都要黑了，怎么还带出去啊？”他在杨琪家门口的门墩子上坐了1刻钟，杨琪才带孩子回来。杨琪，杨琪怀中的杨三郎眼尖，第一个看到从齐叔家过来的娘，兴奋地叫唤了一声。他这一叫，杨琪、杨大郎、杨二郎便才发现走过来的余化。天黑看不清楚衣服上的血迹，但杨琪闻到了味儿，因3个孩子在，他没有点出来。他肯定这个女人不是原来的余化，如果是余氏，不会对3个孩子好，也更加不可能为了杨三郎进龙山。如今他肯定眼前的人不是余氏，可他并不想戳穿，只因眼前这个人对3个孩子好。杨琪，你怀里抱着的是什么呀？被杨琪抱着的杨三郎先发出疑问，他隐约看到娘亲怀中抱着什么，出于好奇问了一下：“咱家的新成员，以后由他给咱家看家护院。”余化回答杨三郎后，对杨琪说：“这几天麻烦你了。”他们都很听话。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感谢你。哎，回头我送你一根人参，年份虽不高，但也补人的。杨琪想问：“我看起来很虚的样子。你既然回来了，那3个孩子交还给你，这是你家钥匙。”杨琪把杨三郎放下地，然后将钥匙递给余化。余化接住钥匙，他就抬脚离开了。这家伙是有多怕跟他沾上关系？余化撇嘴，带3个孩子回家。这几天你们都吃的什么呀？他得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好给杨琪算报酬。人参是另外给的报酬，不算在报酬之内。早上吃包子，晚上下馆子，吃的红烧肉、回锅肉，各种肉，都老好吃了。吃货杨二郎像被拧开水龙头似的，话一下子涌出来。中午也下馆子，也是吃肉。在大哥怀中的杨三郎补充，他说完看向齐叔家那边，见齐叔已经进门去了，小声地告诉娘亲：“齐叔做菜很咸。”余花愣住，他以为像杨琪这种单身汉做饭不会差，至少能吃，没想到会被迫下馆子，看样子他是失策了。让他意外的是，杨琪居然带孩子下馆子，还顿顿肉。回头他得好好感谢杨琪，不能让杨琪破费。回到家点上油灯，3兄弟看到娘身上的血，吓着了。娘亲，你受伤了吗？杨三郎跑过去站在娘亲跟前，没有跟以前一样扑上去，他害怕弄疼娘亲。
瞧着担心到哭了的杨三郎，余化告诉他，娘亲没有受伤，身上的血不是娘亲的血。杨二郎松了一口气。真的吗？杨三郎不太信。真的。骗子。余化不解地看向杨大郎，我怎么成骗子了？身上的血的的确确不是我的血啊，也没有受伤啊。他忘记了脚腕上的伤，而杨大郎此时盯着后娘微肿的脚腕，上面有4个洞眼，2个一组，不在一个位置。余化顺着杨大郎的目光低头看向自己的脚，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被蛇咬过2口，毒已经清理干净，接着等他们自己散瘀消肿。他抬头对上3双幽怨的眼睛，很感动。哦，这是蛇咬的，我给忘记了，不是有意说谎的。疼吗？现在不疼了，刚咬的时候有点疼。娘亲骗人，被蛇咬怎么可能不疼？以前村里有人被蛇咬到，后来死了。娘，你不会死吧？杨二郎除了担心后娘，同时也担心自己以后没有饭吃。不会死，要死早死了。杨二郎趁后娘出去，来到背篓前，低头往里面瞄。他看到那一个个像萝卜又不像萝卜的东西，想到之前在巷子口后娘对齐叔说的人参，猜测这是人参。待后娘回来，他问了一句：娘，这是人参吗？对，是人参。余化拿了一根20年份的递给杨二郎，拿去给齐叔，他要是不接，你就说齐叔你不接，我回去后会被娘揍。杨二郎点头，接住人参跑出堂屋，向大门跑去。跑到齐叔家门前，刚要拍门，大门被杨琪打开。人参拿回去，你娘不会揍你。杨二郎微张嘴巴，愣住了。我还没有说话，齐叔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杨琪抿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不能告诉杨二郎他刚才在墙边听到了，这样肯定会被误会在听墙角，这种行为很没有品。他也不是有意听到的，他是在想席子还在那边，打算翻墙过去拿，谁知道会听到那个女人让杨二郎送人参过来，还教杨二郎说谎。杨二郎等半天不见齐叔回答自己的问题，把手里的人参塞到齐叔手里，他告诉齐叔，我娘背篓里有好几根呢，齐叔你收下吧，要不然我娘会揍我的。不管齐叔怎么知道的，但他还是要说一遍，说完转身就跑，只要他跑得快，那么齐叔就不能把人参还回来。杨琪握着人参抿紧唇，关上门后转身走向放着梯子的墙。他爬上梯子，被跑回家的杨二郎看到，他跑到墙下，双手叉着腰。齐叔，你翻墙干啥？堂屋里的余化听到了杨二郎的话出来，看一条腿翻过来的杨琪，微愣了一下。他抬脚走过去，站在杨二郎身旁，同杨二郎一样仰着头看着墙上的杨琪。人参我还有好几根，哪根送给你？你要是不收，那回头算账的时候，我给你折算成银子。余化以为杨琪翻墙过来是还人参，墙上的杨琪把大长腿收了回去，不提人参了。我过来拿席子，走门被人看得不好。哦，那你等等。余化转身回去，先问杨大郎席子在哪里。得知席子在书房后，他进去书房，把杨琪的席子卷起来抱出去，来到墙下，将席子举起来递给杨琪。以后不要随便翻墙，我会误以为你有所图，到时候我要是把你当成贼人打了，那就不能怪我啊，我可不会赔医药费的。他在提醒杨琪。抱着席子的杨琪顿了一下，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自己一坨子就能打死这个女人。余化盯着围墙，若有所思，琢磨着要不要请人在围墙上插钉子。
杨二郎歪着头看着后娘，问道：娘，你盯着墙看什么呀？七叔他已经下去了。小孩子家的，别天天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没有想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他转身跟在后娘身后回去，进堂屋里看大哥三弟围着小狗，他也跑过去，然后三兄弟围着娘带回来的小狗，想摸又不敢，因为只要他们伸手去摸小狗，小狗就龇牙，老凶了。娘亲，它是什么狗呀？为什么它跟我们见过的小狗不一样？杨大郎跟杨二郎也看向娘，他们想知道这是什么狗。只见过狗的三兄弟哪里会想到其他，潜意识里就觉得这是一只不一样的狗。狮子狗。余化睁眼说瞎话。狮子狗是什么狗？总之呢，它不是普通的狗，以后只能在家里，不能带出去。为什么？因为它很珍奇，被认识的人看到了会被抓走的。三兄弟一听会被抓走，下定了决心，以后绝对不带狮子狗出门。行了，你们快去洗澡吧，早点睡觉。成功把三个孩子忽悠过去的余化催他们去洗澡。三兄弟听了娘的话，起身乖乖去后院洗澡。三个孩子一走，余化从背篓里拿出了2株玉仙草，去小花园把2株玉仙草种在小花园不起眼的地方，浇灌神仙水。小狮子一直跟着他，他想啃玉仙草，也想喝神仙水。余化拍了一下小狮子伸向玉仙草的爪子，警告小狮子：你敢吃，我就剥了你炖肉汤。被打爪子的小狮子知道这2株玉仙草不能碰，他头一偏，盯着主人的手，凑过去伸舌头就要舔。一会儿给你个碗，以后碗里喝。再敢舔我的手，我敲你脑壳。说完站起来，转身离开小花园，身后锲而不舍地跟着小尾巴。第二天清晨，余化跟往常一样，一早出门给孩子买早点。今天15，书院放假了，他不知道今天放假。这次他没有买包子，拿了一个盛汤的大盆，去饺子馆买了1盆饺子，6个人的分量，而且还是6份大的。回到家，刚进门，卷毛仔就冲到跟前，围绕着他转，眼睛盯着他手里的盆。很明显，他饿了，想吃盆里的饺子。卷毛仔是余化给他取的名字，他看过卷毛仔，是公狮子，成年后会长毛毛，而他希望卷毛仔长卷毛，卷毛的狮子肯定好看。如果没长卷毛，他会考虑给卷毛仔烫个卷毛。鉴于昨晚扒拉裤腿被罚睡外面，卷毛仔今天学乖了，没有用爪子扒裤腿，就紧紧跟着主人身后。余化在堂屋门口停了一下，往卷毛仔碗里倒了满满1碗饺子。买饺子的时候，他就买了卷毛仔的那份。倒好了卷毛仔那份，他端着盆进了堂屋，1盆饺子就放在了堂屋的桌子上。外面，卷毛仔在主人走后张口咬下去，结果烫得他一屁股坐下，闭眼抖了一下，2只前爪爪不停擦嘴，想把烫感给擦掉，可爱极了。余化去厨房拿了4副碗筷过来，放在桌子上后，去叫孩子们起床，再不起来，上学该迟到了。走到门口，抬手刚要敲门，门被人从里面拉开。开门的是杨大郎。杨大郎看了一眼后娘抬起来的手，还以为后娘要打他，刚准备缩，看到后娘的手放了下去，他紧绷的身体才放松下来。二郎还没醒吗？今天书院放假，他昨晚说了让我不要叫他。今天15了？对，书院15、30放假。余化愣了一下，没想到今天是15，不怪他记不住日子。以前有手机的时候，他都能把今天几号给过忘记，更别说如今了。他往里看了一眼，看到3郎醒了，还有动了一下不愿醒的2郎，笑道：我买了饺子，2郎让你别叫他，
那就不叫了，给他留一碗就行。你去洗脸漱口吧。杨大郎点头，回头看了一眼，听到吃饺子的二弟已经爬出来，笑了一下。听到吃，立即爬起来，不愧是吃货。余化走进房间，爽二郎：“你不是让你哥不要叫你，想睡懒觉吗？怎么自己爬起来了？”娘真坏，明知故问。哟，读了几天书会说成语了，看来书没白读啊。那肯定了，我不能让娘白花钱，花了那么多银子，我总要学点什么。杨二郎说完跑出去，鞋子都没有穿好。余化笑了笑，不愧是吃货。他转头看向坐在床上还没有完全醒的三郎，几天不见，他发现三郎又长肉了。他这个长肉的速度比杨大郎、杨二郎明显。本来想今天给三郎治腿的，没想到今天是15，书院放假，他又不想吓到杨大郎和杨二郎，只能将给三郎治腿的计划推到明天。我家小猪猪睡醒了吗？他捏了一下杨三郎的鼻子，把杨三郎抱坐在床边，给杨三郎穿鞋子。杨三郎醒了，听到娘亲叫他小猪猪，咯咯笑起来。不是小猪猪，我没有小猪猪胖，以后就会有啦。余化给杨三郎穿好鞋子后，抱着杨三郎出去。余化将杨三郎放下，看向边吃眼睛边瞄着盆的杨二郎，他相当无语，扫了一眼杨大郎的碗，饺子还没有杨二郎碗里的多。他直接端着盆，用筷子把盆里的饺子拨到杨大郎的碗里。多吃点，不够的话我再去买。一听后娘还要去买，眼睛都要忘掉的杨二郎不再忘了，放心吃自己碗里的饺子。杨大郎看着被添得满满当当的碗，盆里还有4、5个饺子，后娘又想把那4、5个饺子一起倒进碗里，他连忙阻止。哎，娘，够了。听到杨大郎说够了，余化放下手里的盆，坐下吃饺子。一家人做到了食不言，就连外面的卷毛仔也吃得无声。饭后，余化要出去买菜，因为太阳已经出来，便不打算带他们3个一起去。扫地的杨二郎见娘背着背篓要出门，赶紧丢下手里的扫帚跟上去。娘，我也要去街上，你带我一起去好不好嘛？天这么热，你跟着去做什么呀？我不怕热。行，既然你不怕热，那就走吧。三郎，你要去吗？杨三郎抬头看娘，他对娘摇头：“我不去，天热晒人，我好不容易养白了一点点。”余化被小家伙的话整笑了。行，那娘看到有好吃的东西啊，给你们带回来，在家乖乖听大哥的话啊。好。余化带着杨二郎出门，碰到了正要出门的杨琪，打了一个招呼。真巧啊，你也要出门啊？看到杨琪背上的弓箭，他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样东西没有还给杨琪。哎，你的匕首还在我那里呢，你等等啊，我去给你拿。杨琪没吱声，站在原地与杨二郎大眼瞪小眼。齐叔，你背着弓箭是要进山打猎吗？杨二郎好奇。杨琪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言语。杨二郎觉得奇怪，齐叔你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进山里打猎啊？没钱。骗子，后娘都说了，齐叔是阳山村隐藏的富豪。他又不借钱，齐叔干嘛对他一个小屁孩撒谎？齐叔，要是看到小兔子，可不可以帮我抓一只回来啊？怎么，你想养兔子？对，我想养兔子，等到过年可以杀了吃。到时候让你娘直接买不是更好？何必费那劲去养一只？买要花银子的，自己喂的不要银子。行，我看到后给你抓，尽可能给你抓一对回来，说不定回头还能生小兔子。杨琪没有拒绝杨二郎的请求，2只兔子而已，不费事。谢谢齐叔。
回去拿匕首的余化出来，正好听到杨二郎在谢谢杨琦。他走过去好奇地问了一句：谢琦叔做什么？他把匕首递给杨琦。琦叔答应给我抓小兔子。杨二郎告诉娘。杨琦接了匕首后直接走了，没有跟这对母子同行。余化看了一眼离开的杨琦，低头问身边的杨二郎：你要兔子干什么？养呀，等养肥了宰了吃。哼，吃货的眼里只有吃啊。你想吃兔子肉？一会儿集市看到有卖兔子的，买一只回来，中午做给你们吃。真的？我哪次说话不算话了？之前说给我们买糖葫芦，就忘记过。这孩子能揍不？一点也不给他这个娘面子。那我后来是不是给你们补了？余化不服气了，这下轮到杨二郎不吱声了。走出这条巷子，他才开口跟娘赔不是。对不起，娘以后说什么我都不会再质疑了。这是你说的呀？你以后要是再质疑我的话，我就扣你的伙食。杨二郎一听扣你伙食几个字，眼睛瞪圆了。余化笑着捏了一下杨二郎的脸。啊，几天不见长了不少肉啊，看来你们琦叔把你们喂得很好啊。说到这个，杨二郎就要为琦叔说好话了。琦叔是个非常好的人，下馆子全都是肉，没有一片菜叶子，都老好吃了。有我做的好吃？余化问杨二郎。那没有娘做的好吃，我觉得娘也可以开一个馆子，生意肯定比别家馆子好。余化挑眉，杨二郎这个提议似乎不错，不过一般的馆子开着没有意义，要开就开一个有特点的馆子。目前他还没想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慢慢想，等啥时候想到了就啥时候准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杨三郎的腿治好，开馆子什么的不急，等杨三郎腿愈全后送进书院，他再琢磨做什么生意。等你三弟的腿治好后，我再考虑你的提议。到时候啊，聘你做账房先生。一听后娘要让他做账房先生，杨二郎来了劲。一个月给多少工钱？你想要多少？杨二郎抬手给后娘一个张开手指的巴掌。50文。余化差点笑喷了，这傻小子是真的傻。刚才他还以为傻小子要5两一个月，再不济500文钱也行，结果傻小子只要50文钱，这账房先生请得划算。他点头应了。行，给你50文一个月的工钱，你要好好学啊，到时候应考账房先生的测试不通过，我是不会录用你的。哼，娘放心，我一定好好学。杨二郎突然对读书充满了兴趣，余化无声笑起来。这傻小子还挺好玩，就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别家账房先生的工钱后，会不会原地自闭啊？杨二郎第一次来集市，东西太多了，看得他眼花缭乱。看到还有人在卖野菜，他震惊不已。娘，怎么还有人卖野菜啊？那东西苦涩，到处都是，我在小镇外面的路边就看到过，会有人买吗？买的人莫不是傻子吧？余化顺着杨二郎手指的地方看过去，看到那儿摘洗得干干净净的野菜，动了想买的心思。天下间的东西啊，只要它有用处，那它就有市场。野菜虽然随地可见，但在镇上或城里并不常见。还有，时不时吃一些野菜啊，对我们也有好处的。余化说完，就到了卖野菜的面前。那是一个小男孩，跟杨大郎差不多大。他蹲下来，翻了一下野菜，看看里面被压着的野菜是否跟外面一样干净。确定跟外面一样后，便问了价钱。这些怎么卖啊？2文钱。小男孩心里有点虚，他知道野菜不值钱，可他收拾得很干净，回家只要用水过过就能吃，
这里面他卖2文钱是想给妹妹买肉包子。杨二郎瞪大了眼睛：怎么这么贵啊？娘，你想吃野菜，回头我去给你挖，咱别买了。这么热的天，回头中暑买药钱都不值2文。还有，你能摘洗的跟这位小哥哥一样干净吗？余化看着杨二郎，手没闲着，拿出钱袋来，摸出2文钱给卖野菜的男孩。男孩感激地接住2文钱，帮忙把野菜包起来，放进漂亮婶婶的背篓里。谢谢漂亮婶婶。不用谢，太阳大，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快点回去，别中暑了。卖野菜的小男孩道了一句谢谢后离开。余化站起来，瞅着一旁不吱声的杨二郎，问道：怎么不说话了？我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大概做不到他那样。那为娘花这2文钱，冤枉吗？不冤枉。杨二郎回答得不够底气，刚才他还想着买野菜的人是傻子，让娘知道他骂他是傻子，一顿收拾肯定少不了。余化见杨二郎这一会儿的功夫改变了想法，笑了起来。今天我们不吃兔子，改明天吃兔子好不好？后娘果然是骗子。今天我们吃饺子，野菜馅的饺子，怎么样？一听是吃饺子，杨二郎想都没想，点了一下头。明天真吃兔子？真吃兔子？杨二郎咧嘴笑起来。余化接下来买了一点能放的菜，走到上次卖肉大哥的肉摊前，因为好看，身材又好，大哥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大妹子，今天买多少肉？买2斤瘦肉，半斤肥肉。卖肉的大哥听了他的要求，挥刀割肉，2刀子下去，一块瘦肉一块肥肉割好，分开上称，竟然相差无几，没卖10年肉都掌握不到这么好。刚好，一共26文钱。说完还割了一丢丢瘦肉添进去。大妹子是回头客了，添一点儿，大妹子下次肯定还来他这里买肉。余化浅笑，这位卖肉的大哥很会来事儿，怪不得大哥这里的肉剩下的不多。大妹子走好，欢迎再来。走的时候卖肉大哥来了这么一句，余化嘴角抽了一下，这位卖肉的大哥真活泼。离开了卖肉摊子这里，他并没有立即回去，带着杨二郎往之前买鸡的那条街走去。运气不错，走进这条街，不远处就有人卖活兔子。他牵着杨二郎过去。兔子怎么卖啊？活兔30文一只，死兔25文一只。你要活兔还是死兔？余化看了一下2只活兔，对卖兔的黑脸老汉说：2只一起50文。上次他来买鸡，也有注意听大家买卖交流的声音，活兔子明明是25文一只。行，2只50文。杨二郎睁大眼睛，非常崇拜地看着后娘。后娘实在是太厉害了，开口就省了10文钱。以后他要多多跟后娘一起出来，学学讲价的本领。余化爽快地数了50文钱，递给了黑脸老汉，荷包揣进怀中，一手抓了一只兔子。跟紧，别掉了。杨二郎还真怕自己掉了，他看着2只兔子，试探性地问后娘：娘，咱能养它吗？不吃啦。杨二郎突然觉得好难，养还是吃，好难选择呀。余化见他不说话，笑起来。这2只兔子已经成年了，长不了多少肉，搞不好还会瘦呢。你要真想养兔子，等有时间了，我去山里给你抓2只。杨二郎看了一眼后娘的脚，摇了一下头。不了，七叔答应给我抓兔子了。余化看到杨二郎看他的脚，听到杨二郎拒绝的话，他唇角上扬。3个便宜儿子都是好孩子，老大话少，但用行动表示。老3在做事前都会考虑在不拖累别人的前提下。老2看起来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但他默默地关心人，会在哥哥情绪不好的时候给予哥哥温暖。
总之，3个便宜儿子是好孩子，他捡了大便宜了。买了兔子后，他没有原路返回，一条街走到底都没有看到他想买的东西。他转身去跟卖鸡的贩子打听，跟你打听点事儿啊。卖鸡的贩子记得余话，听大姐要跟他打听事儿，他爽快地应了。大姐，你打听啥子事？你知道镇上哪里有卖羊的吗？卖鸡贩子愣了一下，怎么这么巧？刚好他家有几只羊要买，不过一般人家不会买羊。他觉得大姐应该是想吃羊肉。大姐是想要买羊肉吃吗？啊，不是，我想买一头正在产奶的羊。卖鸡的贩子一听是产奶的羊，眼睛看向了大姐身边的孩子，不用问，肯定是为了孩子买的羊。哎呀，大姐，如果你是为了给家里的孩子喝奶的话，我是不建议大姐你买一头羊回去的，因为它产奶啊就那几个月，后面如果还要羊产奶，那就必须要让羊生崽才行，很费事的。不如订奶呢，回头我让我兄弟每天给你送过去。订奶？让他兄弟给送奶，还能这样玩的吗？不过能够订奶还给负责送上门，那就很 nice 啊。他打量跟前的卖鸡贩子，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家还养羊啊？早年间我爷奶买了几头羊喂，后来越养越多，现在家里大概有100多头羊呢。是成年羊100多只，小羊有多少他不知道。余化再次打量卖鸡的贩子，果然这人不可貌相。谁能想到这卖鸡的贩子家里是个拥有100多头羊的人家啊！如果每天能够早点送过来的话，我就每天订5斤奶。多早？辰时之前，我孩子要上学，晚了他们就喝不到了。还有，你家羊奶有处理过吗？还是说直接现挤然后送给买家？现挤送去给买家。自家弟弟能坐着绝不站着，让他把奶煮好再送，肯定不乐意干。余化没什么意见，他自己处理相对来说喝得放心一些。1斤奶什么价？5文钱1斤。陈天张口就来，半斤瘦肉送奶上门，这个价钱能够接受。行，那就每天订5斤，先订1个月看看，如果可以，后面1个季的订。好。你怎么称呼啊？嘿嘿，我叫陈天，我弟弟叫陈燕。订奶的单子，回头我让我弟弟补给你。余化记住了名字，点了一下头，捡起放在地上的兔子，带着呆了的杨二郎离开。娘为什么要订奶啊？我们都长大了，不用喝奶了。杨二郎不明白后娘为什么要订奶。奶不一定小娃娃喝，任何人都能喝奶的。天天喝奶，身体会变强壮，不容易生病，皮肤也会变白。你们3兄弟黑不溜秋，得多喝点奶才行。余化耐心地给杨二郎解释。好贵哦。杨二郎吐出这2个字。贵也要喝。在街上，他看到了卖糖人的摊子，有点走不动路了。余化见状，脚步一拐，走向卖糖人的摊子。做3个光头糖人，大中小3个号。杨二郎听完后娘对卖糖人爷爷的话后，疑惑地询问：为什么是光头糖人啊？光头可爱。余化看向杨二郎的头，杨二郎无力反驳，他也觉得光头可爱。卖糖人的老人家笑看着杨二郎，然后照着杨二郎弄糖人。按照孩子娘的要求，不一会儿就做了3个一模一样的光头糖人出来。卖糖的老人家把糖人递给杨二郎，叮嘱了一句：拿稳，别掉了。余化问了价钱后付钱，看杨二郎盯着糖人傻乐呵，他也跟着笑起来。别傻乐了，太阳晒人的很，一会儿给你晒化了。他舔了一下中号光头糖人，感觉不是很甜，有点小失望。娘，这个糖人不怎么甜。杨二郎说完，回头瞄了一眼卖糖人的老爷爷，怕被老爷爷听到骂他找茬儿。余化侧头看了他一眼。糖本来就是金贵东西，
3个糖人4文钱，哪能给你做全糖的糖人啊？以后再也不买了。余化浅笑，带着一丝得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回到水龙巷，河边洗衣服的妇人们回来，看他们巷子新搬来的那户凶悍女人手里提着2只兔子，眼馋得不得了。碍于她的风光伟绩，谁也不敢凑上去搭讪。这女人比他们家男人还凶悍，听说是个寡妇，她男人呀，多半是被她给打死的。一个妇人走在她身后，跟身边的同伴小声嘀咕：“可能吧，他家有个小孩的腿是瘸的，我估计也是他打的。”另一个妇人也小声地说了2句：“哎呀，这女人太可怕了，以后我们还是离她远一点比较好。”没错，听说谢之花被她打疯了。听到这里，余化脚步一顿，转身看着那叽叽喳喳瞎掰掰的2个大姐。2个背后议论人的大姐被他看了一眼，身体定住了一般。想到谢之花被卸下手，被踹飞出去的场面，吓得脸色发白。不是吧？我们说的这么小声，他也听得到。余化提着2只兔子走到2人跟前，距离有点近的时候，他走一步，2人退一大步。杨二郎微微歪头看着2位怕得要死的大婶儿，他不太明白他们这是怎么了。还有后娘突然转身走向2位婶子是要干啥子？你想干啥子？余化瞧着被自己吓得够呛的2位大姐，心头很是无语。他张口回答大姐的问题：“我只是纠正一下，谢之花不是我打疯的，她原本就有病，而那个病是她男人造成的，大概是她男人做了什么背叛她的事情，把她刺激狠了，精神出了问题，俗称疯病。还有，你们以后背后议论人的时候小声点，我这个人耳朵天生灵敏，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其他的他不做解释，没什么意义。就谢之花那个锅他不背，谁都别想把那锅安在他头上。2人连连点头，他们表示他们这辈子都不敢在背后议论谁了，太可怕了，差点以为自己要跟那谢之花一样被卸下手，被踹飞。他们可没有谢之花扛揍。简单的警告了一下2位大姐，他转身走开，带着杨二郎回家了。他一走，2位大姐大松了一口气。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要打我们呢。哎呦，我也是，太吓人了，我腿都软了。2人互相安抚，互相搀扶着回家。这头杨二郎跟在后娘身后，回到自家后才开口把自己心中想问的话问出来：“娘，他们为什么怕你啊？”我怎么知道？可能我长得吓人吧。看着奔跑过来的卷毛仔跳起来抓兔子，他赶紧提起来警告卷毛仔：“卷毛仔，兔子是明天的伙食，你要是敢偷吃，我扒了你炖汤。”杨二郎听到后娘叫狮子狗卷毛仔，盯着狮子狗一个劲瞅，瞅半天没瞅出一根卷毛，不解地问后娘：“娘为啥子叫它卷毛仔？”“因为它以后会长卷毛。”余化回了一句，高高的提着兔子去后院。卷毛仔锲而不舍地跟在后面，眼睛盯着兔子。“会长卷毛？”杨二郎想象了半天，想象到一个全身卷毛的狮子狗，当即皱鼻子，一副嫌弃得不得了的模样。“太丑了，后娘从哪里搞来一只这么丑的狗啊？还不如村里的野狗。”他拿着糖人过去，给从堂屋出来的三弟一个，又进去走到正在练字的大哥跟前儿，把另一个糖人给大哥。“大哥，吃糖人。”杨大郎抬头看了一眼，看二弟三弟手里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糖人，他放下手中的毛笔，接住二弟递过来的糖人。“这个糖人不太甜。”杨二郎坐下，没骨头似的趴在桌子上。杨大郎瞥了二弟一眼：“有的吃还堵不住你的嘴。”“怎么样，好吃吗？”“好吃。”
甜甜糯糯的，很好吃。没有二哥，你就没得糖人吃。要记得二哥的好，以后出息了记得拉二哥一把，知道不？知道。吃着糖人的杨三郎心思在糖人身上，根本没有听清二哥说的是什么。杨大郎鄙夷地看着二弟，你只能够忽悠三弟。我才没有忽悠三弟呢，以后如果我出息了，我也会拉大哥跟三弟一把的。不是大哥说只要我们三兄弟齐心，日子才会越过越好。杨大郎不吱声了，自己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杨二郎见大哥又不说话了，撇了撇嘴。难道大哥说谎，是在忽悠我跟三弟？哎，我没有忽悠你们。杨大郎瞥了二弟一眼，这要不是亲弟弟，他都想揍两下。没有忽悠就好，我去帮娘包饺子。娘说今天中午咱们吃饺子。杨二郎说完就跑了。你杵在这里干什么？我要学，回头娘不在家的时候，我能自己做着吃。你喜欢做菜？杨二郎没有拒绝，回答得很爽快。他喜欢吃，自己学会了做菜，那自己想吃什么味儿就做什么味儿，方便得很。接下来，余化每做什么都会跟杨二郎详细解说。吃饺子了！余化喊了一声，三兄弟转头看过去，看到后娘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过来。杨二郎爬得最快，上凳子坐好，捧着碗等着分饺子。今天二郎帮着擀饺子皮了，很棒，先给二郎盛。杨二郎咧嘴笑起来，对大哥三弟炫耀：这里大部分饺子的饺子皮都是我擀出来的，我现在会擀饺子皮了，是不是很厉害？二哥好厉害，我都不会。余化给杨三郎盛了一碗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回到位置上，看平时话最多的杨二郎这会儿不说话，只知道埋头忙着吃饺子，就知道这顿饺子的味道好极了。这时有人敲门，余化过去打开门，看到门口的贺木木笑着把人招呼进来。木木来啦，快进来。婶儿，我找大郎二郎出去玩可以吗？贺木木边进来边问。可以，不过不准去玩水啊。啊？余化一看贺木木的反应就知道，这小子是要带大郎二郎去玩水。我们不下水，我们就在边上钓鱼钓虾也不行吗？水深吗？贺木木摇头。不深，我下去过，直到我这里。行，那你叫他们去吧，别往草丛里窜啊，容易遇到蛇。这我知道，婶儿放心吧。他把从百草居拿回来的药处理了一下，为明天做准备。杨三郎没有看到大哥二哥，问了一句：娘亲，大哥二哥哪里去了？跟贺木木去钓虾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钓到虾。余化笑了一下：能，大哥二哥以前在阳山村的时候就钓过不少。小镇外靠山那边的小溪边，杨大郎看篮子里有不少鱼虾螃蟹，去除不要的地方能有一大盆。你干什么？突然另一边传来二弟生气的声音。杨大郎转头看过去，正好看到一个跟贺木木一样高的男孩推二弟。他丢下手中树枝做成的钓虾竿，起身跑过去，冲上去推开了推二弟的男孩。男孩被炮仗一样冲过来的杨大郎推翻在地，还没爬起来就被杨大郎骑在身上。杨大郎对着身下的男孩狠狠地打了一拳头，用了狠劲打。男孩连忙捂住鼻子捂住嘴，对一旁吓到的伙伴命令：你们给我射！杨大郎抬头，凶狠如小狼似的看着两个准备扑上来的小男孩，他随手抓了一块石头：过来试试。两个小男孩吓得转身跑了，他们要回去叫大人。这个杨大郎太凶了，都把毛巾打出血了，好可怕。毛巾看自己带来的两个跟班丢下他跑了，气得很。他拧了一下鼻子，威胁杨大郎：
你给老子起来！你不起来，信不信我明天叫人弄死你啊？我现在弄死你！杨大郎抓着石头的手往下砸，毛巾被吓着了，闭着眼用手挡住了自己的头。杨琪从山里出来，看到这一幕，跑过来抓住杨大郎的手，那石头就差一点点挨到了毛巾的手臂。杨琪把杨大郎拉起来，抢了杨大郎手里的石头丢开。毛巾见状，连忙爬起来跑路，结果他刚起来还没跑，就被杨琪伸手薅住了衣领。站好了，敢跑腿打断。毛巾是想跑来着，听到这话，老老实实站着不动了。杨琪转身看向冷静下来的杨大郎，揉了揉他的头。跟齐叔说说，谁先找的茬？杨大郎没有吱声，他脑子里现在有点乱，全都是后娘打骂他们三兄弟的画面。杨二郎红着脸过来握住大哥的手，安抚大哥。大哥，我没事。杨大郎看了一眼二弟，这才抬头看向齐叔，开口说道：是他先推的二弟。杨琪听了，看向一旁的贺木木，见贺木木点头，他回头看向刚才被他救下来的男孩，跟二郎道歉。凭什么？就凭你不对，快道歉。杨琪脸黑下来，对不起。他声音有点小。大声点儿，没吃饭吗？还有，他没名字吗？毛巾委屈起来，有点想哭，但又害怕被揍，只能照做。杨二郎，对不起。收获还不少嘛，不过时候也不早了，该回去了。到了丁字口，取下背后用藤条扎的简易篓子，把里面2只困住4只的小兔子提出来，放在杨二郎的怀中。啊，小兔子！齐叔，你真的给我抓到了小兔子！呵呵，齐叔你太好了，下次我娘做好吃的东西，我一定给你端一碗。行。杨琪随口一应，没有当真，转身回了自己家。杨大郎进去，堂屋门口的卷毛仔跑过来，凑近篮子嗅了一下后，嫌弃地走开了。后面的杨二郎见状，提高了警惕，他抱紧怀中的兔子，拔腿就往堂屋跑，边跑边喊：娘，救命啊！卷毛仔要吃我的小兔子！卷毛仔一脸的问号，表示他可没有想过。堂屋里喝着凉茶的娘俩听到杨二郎鬼叫声，神同步地皱了一下眉头。很快他们就看到怀里抱着兔子冲进来的杨二郎。娘，你看，这是齐叔给我抓的小兔子，等我养肥了，过年宰了它吃。余花一口凉茶差点喷出来。事先说明啊，你要养它们，那就负责给它们找口粮，每天放学回来不仅要做夫子布置的任务，还要出门给2只兔子挖草。我可不会帮忙养兔子。娘放心，小兔子的口粮我负责。杨二郎答应得很爽快。那去给他找个筐装着，先洗把脸过来喝凉茶。余化已经倒好了2碗凉茶，看到杨大郎过来，眼睛很敏锐地看到杨大郎袖子上有血迹。你袖子上的血哪里来的？跟别人打架蹭的。伤到哪儿没？余化一听是跟别人打架，就关心杨大郎。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杨大郎的心灵敏感脆弱。杨大郎感觉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他摇头。没有受伤。说到这里，他低下头抿着嘴巴，许久才继续说：我差点打死人，是齐叔及时阻止了我。娘，我感觉有些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余话了然，他一直都知道这个孩子情绪过激。你只是想保护弟弟，不怪你。对呀，他只是想保护弟弟。余化双眸沉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豁出去了。对不起啊，我以前不该打你们，要不然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以后只要你们不犯错，我保证不会打你们。杨大郎的心中大颤，他眼眶发热，没有想到后娘会跟自己说对不起。他抬头看着跟前的后娘，顿时敞开了心扉，说道：其实我爹娶你的时候
我们3兄弟就没有意见，都想好了，把你当亲娘一样。可是你并不接受我们。黄昏时候，油炸鱼虾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散到了隔壁。隔壁杨琪在外面吃晚饭，带着杨大郎他们几个下了几天的馆子，再吃自己做的菜，他自己都嫌弃，可能是心理作用，他吸着香气，感觉没那么难吃了。没一会儿，一大碗饭跟一盘难吃的肉全部都被消灭完了。吃饭了。恰恰这个时候，隔壁传来于氏的喊声：闻着那么香，味道肯定很好。杨琪小声嘀咕了一句：下午杨二郎跟我说啥来着？是不是说过什么时候他娘做好吃的东西会给我送一碗过来？大郎，把这个给你齐叔送过去。余化的声音又响起。杨琪微怔，早知道有他的份，他就吃慢点了。不过没关系，家里有酒，可以喝点酒。这边余化把满满一碗鱼虾递给杨大郎，杨大郎接住碗，端着去了齐叔家。这边的杨琪赶紧起身抬脚走向前院，等到有人敲门，他没有立即打开门，而是过了一会儿才开门。大郎，有啥子事？我娘让我给齐叔送炸鱼虾过来，谢谢齐叔今天拉了我一把，让我避免了大错。杨大郎发自肺腑地感谢齐叔，他说完话，把碗送到齐叔身前。杨琪没有客气，接住了碗。替我跟你娘说一声谢谢。好，碗我明天过来拿。杨大郎说完，笑着转身跑走。杨琪看着跑走的杨大郎，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感觉杨大郎有点不一样了。杨琪拈了一块炸鱼放进嘴里，咔哧咔哧的，很脆很香，味道好极了。没想到于氏厨艺这么好，杨武真是没福气。他替杨武可惜。隔壁因为外面比较凉快，余化把桌子搬到了院子里，一家人就在外面吃饭。娘，等放假了我再去弄鱼虾，到时候我们再炸鱼虾好不好？杨二郎吃了一块炸鱼后说。余化失笑，这顿还没吃完就想到下顿去了。翌日，两人吃完早饭就背着书包去找贺木木一起上学去了。他们一走，余化就把杨三郎从床上挖起来，先让杨三郎吃早餐，吃完后把杨三郎抱回自己的房间，放在一早就准备好的手术台上，开始给杨三郎做手术。三郎，来，把这个喝了，一会儿就没有那么疼了。杨三郎很乖巧地喝着娘亲喂他的药，虽然很难喝，但他也皱着小脸喝完了。余化揉了揉他的头，让杨三郎躺下。等到杨三郎睡着了，他给杨三郎那只脚清洗消毒，银针扎在了小腿变形那处的周边，也就是他要下刀子地方的周边。针扎完，拿着从百草居借来的手术刀，切开了杨三郎小腿变形那处，一刀下去，深到骨头。就这个过程，他花了很长时间。等到骨头分离后，立即扶正。他放下手中的刀，拿了一块夹板夹在小腿的下方，腾出自己另一只手，摘了一片玉仙草的叶子，挤出汁液，滴在了骨头缝上。接近晌午的时候，手术完，他把杨三郎抱到自己的床上。在杨三郎腿没有痊愈之前，都不会让他跟杨大郎、杨二郎一起睡。万一两人睡觉不老实，踢到杨三郎的腿，那就白忙活了。看着自己床上的杨三郎，他笑了一下，抬着手臂擦了一下汗后，转身去收拾。百草居借的东西需要消毒清理干净，回头还得给别人送还回去。杨三郎疼得哭起来，看到一旁端着碗的娘亲，他上下牙齿直打颤。娘亲，好痛！余化知道他痛，但这已经是最轻的痛了。他走过去，把杨三郎的上半身扶起来，让其靠在自己的臂弯中。喝了这碗药就没那么疼了，忍过3天，
后面就不疼了。乖啊，我们家三郎最棒了，是不是？杨三郎眼泪汪汪地点了一下头，张口喝药。喝完药躺在床上，双手握成拳头，忍着不喊出来。下午放学，杨大郎和杨二郎回来，一同回来的还有贺木木。贺木木说到做到，当真放学过来跟杨大郎、杨二郎一起做夫子布置的任务。写你的字，写完赶紧去扯脱草。杨二郎写完夫子布置的任务，跑到后院，提着一个篮子就跑了。二郎，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我知道哪里托儿草多。贺木木胡乱收拾了一下，抱着去追杨二郎，跑得飞快。杨大郎皱眉，回头看了一眼后娘房门的地方。听到三弟的声音，他眉头皱得更紧了，就知道三弟会被吵醒。他起身进去看三弟，杨三郎一醒过来就疼，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看到进来的大哥，他瘪嘴哭唧唧的。大哥，好痛。大哥知道你疼，但咱们得忍忍，等腿好了，大哥带你去玩，你想去哪里玩，大哥都带你去。三郎点头，吸了吸鼻子，手放在肚子上，小声又弱弱地说了一句：我饿了。我去问问娘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的话大哥给你煮。我要吃面疙瘩。好，大哥给你做面疙瘩。杨二郎跟贺木木扯了兔儿草回来，碰到手里拿着一个包袱的齐叔。齐叔。杨琪应了一声，眼睛扫了杨二郎的篮子一眼。杨二郎看了一眼齐叔手里的包袱，好奇地询问：齐叔，你拿的是什么呀？官服。杨琪回了2个字，其他没有多说。既然要在镇上生活，得有个正当活才行，靠打猎为生不稳定。哇，齐叔，你现在是官爷了吗？杨二郎听完贺木木的话后，这才明白齐叔说官服的意思。齐叔，你好厉害呀！那我以后被人欺负，是不是只要报齐叔你的名字，那些人就不敢欺负我了？杨琪拧眉，想到昨天那个欺负人的毛巾，他问杨二郎：那个毛巾又欺负你们了？没有，但他瞪我了，我也回瞪了回去。哼，别以为只有他会瞪人，我也是会瞪的，而且我眼睛比他眼睛大。你的眼睛是要比毛巾大，我也比他大。杨琪被他俩逗笑了，他把碗洗干净，拿着昨天那个碗出门，在巷口的位置，他还看了一眼有没有人，看到没有人，便快速地往于氏家去，压着声音喊杨大郎。屋里喂杨三郎吃肉的余化起身出去。杨琪看到走过来的于氏，我来还碗，谢谢你这2天送的菜，菜很好吃。余化没有立即接住碗，看着眼前的杨琪，他的脑瓜突然灵光一闪，心想：空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家伙身上？当初是这个杨琪把原主挖出来，扛着进深山，帮杨大郎和杨二郎他们善后。自己进入原主身上的时候，也只有杨琪在身边，加上杨琪有意接近自己的行为来看，他有理由怀疑空间是在杨琪身上。杨琪见他迟迟不接碗，眼神也很瘆人，他开口询问：你盯着我看啥子？余化收回思绪，嘴角立即翘起来，对杨琪很友好地笑道：啊，没啥子。接住了碗，门一关，要不是杨琪收手收得快，怕是要被夹住了。关上门的余化心里有了一个计划，他要盯着杨琪每天买了什么，或者背出去了什么，总会让他发现蛛丝马迹。晚间，杨大郎准备睡的时候，想起来有件事没有跟后娘说。夫子让我跟二弟取个正式名，夫子说我们的名字以后若是参加大考试不合适，会被直接刷下来的。余化陷入了沉默，这茬儿没人提，他还真想不到。现在想想，是应该给3个孩子取个正式的名字。名字明天跟你说，
回去睡觉吧。翌日，杨大郎起来，没有跟往常一样洗漱，而是跑到后娘跟前，望着后娘。我给你们3个都想了一个名字，你叫杨子燕，2郎叫杨子竹，3郎叫杨子墨。到了书院，大郎把写着2个名字的纸拿去给李夫子看。李夫子，这是学生的娘给学生跟学生2弟取的名字。李夫子接过大郎递过来的纸，看了一眼。好，本夫子记住了，回头让你娘有空来一趟书院。我放学回家，杨子燕把李夫子要让后娘去书院的事情告诉了后娘，留下心慌慌的2弟去后院打水洗脸。青山书院门口，余花到的时候又碰到那个走路慢吞吞病殃殃的孩子。钟浩轩也看到了他，只看了一眼就把眼睛挪开，看向青山书院的大门。余化挺为这个孩子可惜的，情况好像又严重了一些。余化来到小班门外，一大早过来的李夫子看到他，起身出来。走过来的过程中，一双不大的双眼在他身上打量，在胸前多停了一下。余化从这人的眼神里基本已经确定了李夫子安的是什么心思。你是杨子燕、杨子竹的娘？没错。你是李夫子？余化心里翻了一个大白眼。明知故问，既然你要演，姑奶奶就陪你演。李夫子点头。是的，今天让你来一趟，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下你家杨子竹的事情。啊，那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说吧。李夫子心中诧异，看来是个不安分的，要不然怎么会这么上当？他点了一下头，领着杨子燕、杨子竹的娘去他书院休息的地方。余花看了一眼四周，很好，这里很偏僻，适合打人。跟着李夫子跨进门，顺便把门也关上了。李夫子见状，心中窃喜，既然人家都这样了，那他也没什么好再装的了。你家杨子竹不是个读书的料子，如果你非要让他读的话，本夫子倒是可以费点心思多教教他，只要你嘛陪本夫子一次。要多少银子？不要银子。哦，那你要什么？余化漫不经心地问他。只要你陪本夫子一次。你还是别说了，说出来脏我的耳朵。说完，双手十指相扣，活动了一下手。这个时候李夫子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就是傻子了。李夫子脸色一变，往后退了2大步。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了。说完，上去就是一拳头，朝着李夫子的眼睛打去。哎呦，叫得真难听。李夫子疼得浑身发抖。然而还没完呢，余化又是一脚踢在了李夫子的胯下，他夹腿跪在地上。别想着给我家紫燕紫竹穿小鞋，让我知道你给他们穿小鞋，哼，揍不死你。还有，以后没有重要的事情别叫我来书院，我忙得很，没得空来书院浪费时间。余化转身走到大门前，打开门，看到外面4个娃。你们不早读，跑来这里做什么？娘，你没事吧？杨子燕关心地询问，一双眼睛在后娘身上瞅。我能有什么事啊？都回去读书。4个家伙乖乖听话地跟着他离开了李夫子的休息处。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离开后，有一个少年进了李夫子的住处。中班有一个叫裴元庆的学生，用刀子捅了李夫子。要不是被路过的谢父子看到，李夫子肯定会命丧当场。院长苏青山看着伤人的裴元庆，一脸沉重。当年就是这个学生举报李夫子行为不检点，然而没有证据。你可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苏青山问裴元庆。这个孩子读书认真，谢夫子没少在自己跟前提这个孩子。知道你还做？
你母亲送你来书院读书不容易，你这样让你母亲情何以堪？她已经死了，就在前不久病死了。裴元庆的眼里充满了恨意。要不是他强迫我娘也不会郁郁而终，他就该死。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哎，把你这身衣服脱了，一会儿等衣服送过来换上再回去上课。今日发生的事情，你们谁也不许往外说。少年敲了一下讲台的桌面。安静。小班的孩子们安静下来，纷纷看着台上的大哥哥。少年名叫穆思远，是院长授意让他暂时来带小班的课。你们的李夫子出了点事情，我叫穆思远，是大班的学生，从今天开始将由我教你们，你们可以叫我穆师兄。穆师兄，李夫子他怎么了？有个坐在前面的小屁孩提问。不知，现在翻开你们的课本。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下午放学，毛巾跟杨子燕、杨子竹还有贺木木他们3个一起离开。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你们做朋友。毛巾说完心中所想后，望着杨子燕和杨子竹。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但你也打了我，咱们扯平了，以后做朋友可以吗？杨子燕可不是个好忽悠的人，她问毛巾：你为什么执意要跟我们做朋友？因为你们娘厉害。可以，但不准再无缘无故的欺负人。我们要好好读书，你要是不好好读书，我们就不跟你玩。被娘亲抱出来，躺在凳子上的杨子墨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他歪头看了一眼，看到大哥二哥，他咧嘴笑了起来。大哥二哥，你们回来了。看到堂屋的长凳上躺着的子墨，他跑过去盯着子墨的脚看。子墨，你脚是不是很痛啊？杨子墨咧嘴笑着摇头。不疼了。怎么可能不疼？这么长一道口子。毛巾也看了一眼，被吓得不轻。婶子，我叫毛巾。毛巾？这是什么鬼名字啊？娘，是金银的金。啊，是那个金啊。看你们满头大汗的，跟子燕一起去后院洗个脸，然后再来喝凉茶。毛巾眼睛放光。婶儿，你还缺儿子不？毛巾突然甩出这么一句，把余化给整愣住了。姐姐要扑也是去扑比你好看比你大的男人。齐叔把李夫子给抓了。他抓李夫子做什么？他还不知道杨琪当衙役的事儿。杨子竹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没有跟后娘说齐叔在衙役做事的事情。齐叔现在是官爷，专门抓坏人。李夫子肯定是犯了什么才会被齐叔抓的。余化听到官爷2个字，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衙役。如果真的是衙役，那杨琪也算是有点本事。晚上孩子们都去睡了，唯有余化在前院靠着杨琪家那边的墙下坐着，他旁边还架了一个梯子。突然隔壁有声响，他连忙起身爬上梯子，看到正在关门的杨琪，他小声地喊了一声：杨琪。杨琪转身看过去，看到围墙上露着半个身子的余化，他眉头紧皱，抬脚走过去。你有事？唠会儿嗑，你赶紧把地上的梯子立起来，让我下去再说。杨琪抿了一下唇，然后说：大晚上不太好。余化翻了一个白眼儿。你大晚上翻我家的时候，怎么没觉得不好？杨琪被怼得无话可说，只能过去弯腰把地上的梯子立起来，靠在墙壁上。他刚放好，余化就从那边翻过来，踩着梯子下来。你想问李夫子的事？不是。李夫子的事情他猜都能猜到，犯得着为那个狗东西大晚上的翻墙？那你想干嘛？杨琪又往后退了一步，活脱脱一副害怕被扑的样子。余化翻了一个白眼。姐姐要扑也是去扑比你好看比你大的男人。杨琪想歪了，耳尖红了，心底骂了面前的女人一句不要脸，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头骂，要真是口头骂出来，这个女人发疯了怎么办？
那你想干什么？家里没米了，找你家借点米。我闻着你们家米饭的香味挺不错的，吃起来应该也不错，卖我一点也行。余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狗鼻子。余化忍着没有打人，承认道：对啊，我狗鼻子。所以你家的米能不能卖我一些啊？看杨琪的这个反应，自己的出发点应该是正确的，接下来只要试吃一下米就知道了。我家米城里买的，桃花镇没有，你想要的话我匀100斤给你，有点贵，你确定要？多少？余化问价，心里却在翻白眼。10文1斤。可以，给我来100斤，我回去拿钱。杨琪在他走后回房进了空间里，拿了一袋米出来。余化拿钱回来，看杨琪已经把米扛过来了，他对杨琪说：哎，麻烦你给我扛过来一下，我去给你开门。杨琪没有拒绝，抓着麻袋口子轻轻松松提起来往大门口走。在大门口，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米。拿了米的余化把门一关，像极了那种无情的人，把杨琪整得一愣一愣的，愣是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晓得回家。他就地解开绳子，抓了一把米闻了闻，比一般的米要香不少。他往嘴里丢了几粒米，就这样嚼还挺香的，不过那味儿有了，他基本可以肯定属于他的空间在杨琪身上。那么问题来了，空间要怎么才能拿回来呢？回房间躺回床上，望着屋顶，他睡不着了。1个时辰后，来到院墙下，一手叉腰，一手抠脑壳，边抠边想：我是过去挑明还是不过去挑明啊？在院墙下思考了好一会儿，他做出了决定。他爬上梯子，决定翻过去跟杨琪好好的谈谈。瞅着屋里只穿了一条裤衩子的杨琪，他也没觉得有啥。杨琪，嘴巴在喊，手在敲窗。睡梦中的杨琪惊醒，看到窗户外面有个黑影，他问了一声：谁？是我。听声儿是隔壁的于氏。杨琪赶紧套上衣服跟裤子，黑着脸走到窗户边。大姐，你3更半夜不睡觉跑这里来做什么？唠嗑。有毛病。余化看着被放下去的窗户，他伸手又给抬起来，说：出来跟我唠嗑，要不然我今晚睡不着。你睡不着关我什么事儿？大姐，你知不知道你一个女人大晚上找我一个男人唠嗑多不合适？我问你，你买我那晚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一件怪事？杨琪瞬间清醒了，他盯着窗户外的于氏，看起来有点瘆人。是不是多了一个空间？空间还能种植东西？杨琪睁大眼睛，感觉眼前的于氏很可怕。你不是于氏？他试探性的询问。我不是于氏是谁啊？你是不是多了一个能种东西的空间？你也别不承认啊，我今晚在你手里买的米有那个味儿。我跟你讲，这个空间是我的，那晚之后我身上的空间就没了。杨琪信了。你也想拿回去？对啊，空间这种东西谁丢了不想拿回去啊？怎么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等我家子墨腿好送去书院读书后，我们回阳山村一趟。他没有拒绝，应了一声好。翌日，杨子燕、杨子竹喝粥，喝第一口的时候，他们眼睛一亮。娘，今天的粥放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喝？米不一样。这个米好吃，以后就吃这个米。吃货杨子竹只知道吃。这个米很贵吧？还行，在咱家吃得起的范围内。放心吃，等你们3弟的脚好了，我会租个铺子卖吃食。杨子竹一听后娘要在3弟的脚好之后开铺子，立即提醒：娘，你之前跟我说好了的，账房先生是我。给你留着，等你从书院毕业啊，就让你做账房先生。那1个月50文的工钱不会变的吧？
不变。你要是不信啊，一会儿我们写个协议，按上手印儿，谁也来不掉。可以，那娘你一会儿写上，我按个手印儿。杨子燕无言，劝你别按。为什么？你可以去问贺木木他哥一个月多少薪银。余化浅笑，并没有阻止杨子燕去提醒杨子竹。杨子竹被大哥一提醒，突然想起来，木秋哥哥现在就是账房先生啊。他看向后娘，见后娘一个劲的笑，直觉告诉他50文钱1个月自己吃亏了。娘，那个协议咱们就先不按了吧，等下午放学回来再说。行，那咱们下午放学回来再说。下午放学，杨子竹回家后就冲到了后娘的跟前。娘，我问过了，木秋哥哥1个月有40个50文的薪银。40个50文是多少啊？2两。哦，所以你现在是反悔了，对吗？我要是不反悔，我就亏大了。娘之前明明知道，还不说，坏死了。木秋哥哥薪银2两，我也要薪银2两。可以啊，那你加油读书，到时候别说2两1个月的薪银，3两我都给你。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杨子竹看着后娘，眨了眨眼睛。杨琪看到他就想起昨晚的事情，耳朵不由得红了起来。衙门里今天无事啊，我今天弄了酱排骨，一会儿我让几个孩子给你端几块过去，看看他吃了会不会凭空长猪。要是长了猪，那就发财了。无功不受禄，不用了。杨琪给拒绝了，虽然想吃，但看于氏脸上的笑容，他总觉得没好事儿。吃吧，我家柴火不多了，我上午又走不开，你帮我买一下。杨琪抿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娘没说谎，家里的柴火是真的没多少了。回家后，余化盛了一碗排骨给杨子竹，吩咐杨子竹端过去给隔壁的杨琪。齐叔，我来给你送酱排骨了。听到杨子竹的声音从后院过来，看着杨子竹碗里那色泽诱人的排骨，他的手就不受控制地伸了过去。替我谢谢你娘，跟你娘说，柴火我会帮忙找固定的人送。夜晚，孩子们都睡了，余化再次翻墙来到了隔壁杨琪家。杨琪本来是要睡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他今晚没有早睡。你这是特意在等我？杨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于氏：你有何事？酱排骨好吃吗？杨琪抿紧唇，诚实地点了一下头。那空间有生猪吗？这个话题跳跃的有点大了，杨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住了。之前你吃炸鱼虾跟红烧兔子，空间里就有了鱼虾跟兔子。那我们假设一下，或许你吃什么，空间里就生什么。当然了，这个前提是你吃的东西是我做的。今晚你吃了我做的酱排骨，那么是不是生了猪啊？杨琪愣住，他说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我今晚还没进空间，不知道生没生猪。那你带我进去看看。应该能进去吧。伸手不知往哪里抓，一时窘住了。余化本就是女汉子属性，看着杨琪伸过来的手，直接抓了上去。好了，我准备好了。杨琪盯着自己被抓到的手，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软。余化见杨琪还不进空间，顺着杨琪看的地方看过去，他瞅了瞅抓在一起的手，再瞅瞅杨琪的脸，光线暗，啥也没看出来。嗨，你发什么呆呀？杨琪回魂了，眼眸沉了一分，自己是疯了吧？他居然生出想捏于氏手的心思。他把脑子里的东西扫开，凝神进了空间。眨眼的功夫，原本的昏暗不在了，此时一片光亮。空间很简单，一间茅草屋，见不到头也见不到尾的河，然后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平地。河边有几块丰田，
一看就知道是杨琪开荒开出来的田。他抬脚走进茅草屋的后方，看到后面有一块种植了不少的人参，其中有一棵看叶子就知道是年份最老，其他的都很嫩。这人参不会是我当初给你的那棵繁衍出来的吧？杨琪应了一声。余化心痛啊，这么好的空间怎么就落在这个家伙身上？他抬头望了一下天。小田鸡，你在天有灵，晚上一定要给孩子托个梦啊，告诉孩子怎么拿回空间。只要你告诉我办法，我给你塑个童身。余化逛了一圈，没有看到猪，便知道自己之前的想法是错的。他带着遗憾从空间出去，然后回家。等到他走之后，杨琪站在窗户边许久，最后他人间清醒了。自己为什么要听他的话？说干啥就干啥。眼就到了中秋这一天，温度一夜就降了不少。娘，我的新衣服好看吗？好看，比花都好看。听到娘的夸赞，杨子竹心里美得很。这个时候，杨子燕跟杨子墨也来了。杨子墨是前天下的地，恢复得很好。你们两个很帅。啊？帅是什么意思啊？俊的意思。杨子燕愉悦地咧嘴笑起来。去漱口洗脸，洗好后把奶喝了，就可以跟我出去逛街了。一听要出去逛街，三兄弟眼里皆是光。乔氏一家人今天要回乡下陪老人，锁门的时候看余化带着3个孩子出门，他睁大眼睛看向杨子墨。子墨的脚这么快就好啦？乔叔叔好。乔氏瞪了自家2个儿子一眼，跟人家子燕、子竹、子墨学学。余婶好。要不是子墨老师不乱动啊，也好不了这么快。伤筋动骨100天，他这刚好就出来跳，不会有事儿吧？用的药好，不需要养那么久。啊，那就好。乔姐一家是要回乡下？对，今天中秋得回家一趟，不回去不好。来，一起走吧，路上还能唠会儿嗑。余化点头，同乔姐走在了一起，后头跟着2大4小，听着前面2个女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唠，几个人撇了撇嘴。女人都是这样唠嗑的吗？2家人在西小街分开，余化带着3个孩子从西小街开始逛。今天的西小街比往常热闹，这会儿就有不少人在这里逛街。卖月饼喽，卖月饼！3个孩子没吃过月饼，听到有人喊卖月饼，眼睛望了过去。余化见状，领着他们3个过去。老板，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啊？怎么卖？3文钱1个，5文钱2个，都是豆沙馅的月饼。大妹子，你要几个？来4个。给，拿好了。一家4口整整齐齐，颜值还挺高。虽说不是倾国倾城吧，但绝对是这条街最好看的仔。因此他们走过路过，总有那么1、2个多看他们一家几眼。这瞅着瞅着，就把人贩子给瞅来了。嫂子，咱们跟了一路了，确定他是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什么时候动手？慌什么？等到了人多的时候再动手，这里不合适。走出西小街，来到大街上，这里的人明显要比西小街多很多。娘，糖葫芦。余化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果然看到了一个卖糖葫芦的贩子，眼角瞟了一眼后侧的1男1女。那自己去买。杨子竹拿了钱就冲了过去，1男1女对视交流了一眼，果断抓住这次机会，抬脚跟了上去。余化侧身假装没看到，待看到那1男1女过去后，他抱着杨子墨跟上。杨子燕微愣，抬脚跟上娘。大叔，我要3串糖葫芦。你这死孩子，都说这糖牙长虫子，你怎么就是不听，还偷钱来买？你是想气死娘呀？臭小子，看老子回去后怎么收拾你！杨子竹一听这陌生大娘自称是他娘，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人贩子。他连忙挣扎，张口咬了捂着嘴巴的手一口。
你才不是我娘，你们是人贩子！你们这么丑，哪里生得出我这样好看的儿子？杨子竹看了一眼后头，看到抱着三弟往这边赶来的娘，扯着嗓门喊：“娘，救命啊！娘，有人拐你儿子！”放开我弟！杨子燕已经冲过来，用脚绊了男人一下。抱着杨子竹的男人一个不稳摔倒，待人贩子扑在地上后，他立即上前，一脚踩在了男人后腰的某处。被踩着的男人瞬间没了力气，一脸懵逼地趴在地上。大家看着冲过来的杨子燕，跟嚷着喊人贩子的杨子竹一样的发型，模样也像，谁真谁假一目了然。人贩子大姐见状不妙，打算跑路。余化看那个同伙妇人想跑，对妇人最近的一位大哥喊了一声：“他是人贩子，麻烦大哥把他抓起来。”人贩子坚决不能放过，大哥很给力，几乎是在余化说动手就把妇人给逮住了。松手，要不然我喊人了。喊，给老子大声的喊，大不了老子把你娶了，娶回去老子天天打。老子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畜生不如、不干人事的东西。那本来就是我的孩子，我跟他是妯娌。那你们妯娌关系真好，孩子都剪一样的头型啊。那是因为长了虱子，一起剃的头。大伙看向了余化，余化耸了一下肩，送官呗。恰巧衙门的人这时候过来了，来的人是杨琦，他跟一位30多岁的大哥负责这一条街。七叔，我刚才差点被这个坏大娘抱走了。哈哈哈，你这侄子有点意思。何叔叔好。大家见差点被人贩子抱走的2个孩子跟2个衙役很熟，一个个表情怪异地看向人贩子大姐。杨琦把地上的人拖起来，对一旁的于氏说：“麻烦你跟我们去一下衙门。”语气里带着一丝别扭。余化本来还不确定，这会儿听完杨琦说话的语气，他肯定杨琦是在躲他。看着眼前的杨琦，他点了一下头，带着3个孩子跟他一起回了衙门。衙门，杨琦跟何相武一人逮着1个人回来。衙门里值守的人见状，打量了一下这一男一女，扫了一眼旁边带着3个孩子的妇人。这2人犯啥罪了？拐卖孩童。李叔叔，他们差点把我拐走了。子竹放心，李叔叔一定不会让这2个人好过。他们有伤到你吗？没有。那就好。余化看着跟衙门里的人唠起嗑来的杨子竹，挑了一下眉头，这娃有前途啊。李新没跟杨子竹唠多久，按照规矩问了一下话，做了一个记录。余化按了一个手印后，带着3个孩子离开衙门。在衙门的大门口碰到了那个中毒的少年。杨子竹看到钟浩轩，眼睛一亮，上前喊人：“大哥哥。”他咧嘴对师弟浅笑了一下，微微点了一下头。杨子竹瞅着大哥哥脸色苍白，关心地问道：“大哥哥，你是不是生病了？你要是生病了，就要去看大夫的。”谢谢师弟关心，我会去看大夫的。他说完，抬脚从杨子竹身边走过，进了衙门。余化从少年的眼里看到了厌世还有无奈。看着衙门的人喊少年为少爷，他大概知道这少年是什么身份了，原来是个官2代。1个月不打你们就忘记伤疤了是不是？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他跟3个孩子的第1个中秋节，得好好的庆祝一下。娘，买肉，我要吃大肉丸子。行，给你们做。大妹子，今天买多少肉？卖肉的大哥扫了一眼大妹子身边的3个俊俏儿子，不由羡慕起来。买10斤。妹子，你家今天请客吃饭呢？3兄弟听娘应了，他们潜意识地认为是娘应该要请齐叔叔来家里吃饭。哎，那是不是于氏那个疯婆娘？杨胜顺着自家婆娘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于氏跟那3个孩子，最后目光落在了最小的杨子墨身上。3郎的脚咋好了？这怎么可能啊？就算看大夫也不可能好这么快呀！难不成3郎是在装瘸？杨胜白了自家傻婆娘一眼。3郎的腿骨都变形了，那是装的。他说完向于氏走过去，
他发现1个多月不见，于是变得更加好看了。怎么了？杨子墨抬了一下下巴，余化抬头看着跟前笑呵呵的杨胜，他装作没看到此人。汤伯，你想干啥？哎呦，你这孩子，这大街上我能干啥呀？我就是想问一下三郎的腿怎么好了。让开！叶香无视了于氏的话。你这也太不会过日子了，我怎么过日子跟你有锤子的关系啊？哎，三郎的腿怎么好了？余化不想搭理这2个凡人的傻帽，牵着子墨往前走。腿好了自然是看了大夫啊，这还用问？不过花了老多钱了，我们家现在欠了好多药钱。唐伯、唐婶儿，你们能不能借点银子给我们家呀？大过节的天借钱，晦气得很！滚滚滚！叶香黑着脸推了杨子竹一把，杨子竹一屁股坐在地上。余化转身返回来，冷眼看向叶香，抬起手就是一巴掌给叶香呼了过去。1个月不打你们就忘记伤疤了是不是？我家子竹我都舍不得打，你凭什么推他？被打了一巴掌的叶香懵了。这个于氏居然说她舍不得打孩子，这个女人是怎么做到说谎脸不红心也不跳的？娘亲，你别死，你死了我们可怎么办？娘，我错了，你别生气。杨子竹主动认错，这点让余化深感欣慰，他也没有苛责杨子竹。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不能以自身为代价，那样很蠢。余化把他的手摊开。你说你是不是很蠢？杨子竹瘪着嘴不吱声了。回家给你用酒消消毒，不准用手去摸，知道没？杨子竹点头。家里没酒，一会儿去买就是了。今天过节，怎么能不搞点酒喝？来到这里，我可是一滴酒没沾过。中午，余化把最后一道爆炒猪肝端上了桌，扫了一眼桌子上色香味俱全的6道菜，抬头对已经就位坐好等着吃的3个崽子笑了一下。开饭。3兄弟一听开饭，纷纷拿着筷子去夹他们想吃的菜。余化瞅了一眼埋头吃的3个崽子，抱着酒坛子给自己倒了半碗酒，结果他抬头就看到3崽正盯着他，这就很尴尬了。没多少，就这么小半碗。我说喝小半碗就小半碗，我还能说话不算数不成？喝多了酒的人蛮横无理，到时候我们仨能拦得住？他低头看了碗里的小半碗酒，这点酒能喝醉，笑死人了吧？他可是千杯，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反正就是100杯不醉吧。咚的一声，3兄弟听到一声响，抬头看向了娘，只见他们的娘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3兄弟顿时慌了起来，最近的杨子嫣丢下筷子，伸手过去探鼻息。大哥，娘死了吗？杨子墨直接哭了起来。娘亲，你别死，你死了我们可怎么办？这时候杨琪正好回家拿东西，听到隔壁传来了杨子墨的哭声。杨子墨嘴里喊着什么死不死的话，他拧紧了眉，转身爬梯子翻墙过去。娘还有气儿，没死。那娘怎么没反应啊？喝醉了。走到堂屋门口的杨琪听到杨子燕说的这3个字，脚步一顿，刚准备转身走掉，卷毛仔对着他吼了2声，3个崽齐刷刷地看向了堂屋的大门。七叔，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在报复我把你的酒送人了？你们娘喝酒了？对，喝了小半碗，然后咚的趴在桌子上不动了。我们还以为娘跟爹一样喝酒喝死了。七叔，娘亲她会不会死啊？他抬脚走过去，伸手探了一下于氏的鼻息。你们娘只是喝醉了酒，睡一觉就没事了。 3个崽子听完他的话，皆放下了心。好了，你们吃饭，我回去了。杨琪说完就走。
杨子竹拉住了齐叔。齐叔，你等等，大哥，娘不是说那个酒买回来给齐叔喝吗？赶紧把酒抱出来给齐叔带走吧。杨子燕听了二弟的话，将酒坛子往齐叔的怀里送。杨琪接住酒坛子，不等他说话，杨子燕、杨子竹推着他出去。齐叔，你快走，赶紧带着酒走。杨琪的心里有点复杂，还有这兄弟俩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买酒给他喝，为什么？娘这样睡会着凉的吧？抬回房间。杨子燕点头，然后两个人过去，跟当初抬他们娘去埋那样，抬着娘回了房间。好了，出去吃饭。1个时辰后，余化被热醒了，他感觉自己要被烧死了，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在房间里。他努力地回想醉酒后的记忆，然而不管他怎么想也没有印象。他下床出去，走出房门，杨子燕听到脚步声，抬头看到娘，咧嘴一笑。哎，娘醒了。酒我们送给齐叔了。啥玩意儿？当初只是随口一说，他睡了一觉，酒就被送了出去。以后你每天多练半个时辰的字。兔儿草不用你去扯了，我去帮你扯扯。娘，你是不是在报复我把你的酒送人了？你娘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酒而已。你那个字要是不练好啊，我当初应允给你的账房先生一职肯定不会给你。没有那个本事啊，即便你是我儿子，我也不会给你便利的。一听账房先生的职务要飞了，杨子竹慌了。我练，这才对，以后自己主动点。他还得去弄脆皮肠，还得给3个崽子做月饼。翌日，余化带着杨子墨出门，于是看到菜鸡饭馆对面有一家铺子挂着出售的牌子，他脚步一顿，铺子的大门开着，余化走进去。大妹子，去别家吃早点吧，我这儿不卖面了。啊，我看外面挂着出售的牌子，进来看看。大妹子是想买这个铺子？老板娘打算怎么卖？大妹子诚心买的话，120两卖给你。要不是急需用银子，我也不会卖掉这个铺子。80两我就买，我不着急。我说的价钱，老板娘可以考虑一下。他走后不久，就有人进了那家面馆，结果没一会儿人就被赶出来了。余化买菜回来，路过面馆，老板娘看到是他，将人拦住。哎，大妹子，95两卖给你，如何？90两。行，90两卖给大妹子。不知道大妹子什么时候拿钱？老板娘要是着急的话，我现在就回去取钱，然后跟老板娘一起去办个过户手续。老板娘听他这么说，一颗心放了下来。她浅笑道：哎，我也是急着用钱，麻烦大妹子回家取钱吧。余化点头，领着子墨回家拿钱。余化回到家，取了钱从房间出来，看向跟卷毛仔玩的子墨。子墨，你不跟娘一起出去吗？我不去了，娘，你早点回来。行，娘很快回来。余化走出水龙巷，被2个男人拦住了去路。那个面馆是我们看上的铺子，你识相的话就给让出来，否则我们哥俩让你买了也做不了生意。哦。余化应了一声后，绕过他们往前走。走在前面的余化知道后面有2条尾巴，他也没管。面馆的老板娘拿着地契跟铺子的契在面馆门口守着，门他已经锁上了，就等着大妹子过来一起去衙门走一趟。之前他心神不宁，这会儿看到余化他才放下心来，只是刚放下的心，在看到后面鬼鬼祟祟跟着的那2个男人时又提了起来。大妹子，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去把转户办了，我家里还有急事儿，得赶紧回去。老板娘装作没有看到那2个鬼鬼祟祟的人。余化一点也不急，他甚至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那2个人。大姐，你不厚道啊！今天我要是买了你这个铺子，回头怕是生意都做不成。那2个人可是说了，我要是买了你这个铺子，就让我做不成生意。大妹子，你是要反悔不买了？
也不是，就是我买了你的铺子还要担风险，这个价钱是不是应该再降点儿？我用这个降的银子去请人帮我处理麻烦，我算了一下，大概得花10两左右啊。一句话，80两。你卖的话我就买，不卖就算了。老板娘想了许久，她看向那2个男人，最后咬牙道：行，80两就80两，后面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我没有关系了。自然。就这样，2人去了衙门。李欣是在衙门驻守的衙役，看到杨子竹的娘来了，上前询问：哎，于妹子，你是来找杨琪的吗？不过他昨天跟相捕怪去冀州了。啊，我不是来找他，我是来过户的。余化干笑，自己啥时候跟杨琪那个家伙绑定一起了？李欣一听不是来找杨琪的，也尴尬了一下。过户啊，我领着你们过去。由李欣领着，这户办得很顺利，也很快。从衙门出来，余化扫了一眼不远处躲着的2个人，抬脚回去了。等距离衙门远了，在无人的地方，2人拦住了他。大妹子，我们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没听进去是不是？你们之前说了什么？2人一听他的问题，便知道自己被耍了，气恼得很。其中一人恐吓道识相点，就把铺子给让出来，否则别怪哥俩不客气。哦。余化跟之前一样应了一声后，绕过他们走掉了。2个人转身看着又嗷了一声走掉的女人，气得要死。哎呦，大哥，这个女人太嚣张了，不给她点颜色瞧瞧，都不知道咱哥俩的厉害。咱们让她做不成生意。杨子燕、杨子竹上学后，余化拿出纸墨跟鸡毛笔画铺子的设计图。杨子墨在一旁看，虽然看不懂，但是他觉得娘好厉害。子墨，你要去书院读书吗？娘不是说明年去吗？接下来为娘会比较忙，可能会顾不上你。那我去书院读书吧。子墨知道娘亲接下来要弄铺子，自己去书院的话，娘亲就不用担心他了。见子墨要去书院，余化当即领着他去了书院。杨子墨读书的事情很顺利，甚至还被苏院长夸赞了一顿，确定子墨不会有问题后才离开。哎呀，于夫人来买药吗？啊，我找你叔。我叔回来了。问我什么？啊，我想打听给百草居装修的人是谁啊？我昨天买了一个铺子，打算请他给我的铺子装修一下。你要开医馆？不是，我开汤膳铺。陈德元诧异，将装修师傅的信息跟住址告诉了余化，怕他找不到地方，还让小侄子陈修领路。他上前敲门。来啦，你们找谁呀？请问这是裴师傅家吗？啊，是裴师傅家。大妹子，里面请。娃儿他爹，有人找你。从裴师傅家出来的时候是半个时辰后，走出巷子后，余化看着还跟着自己的陈修。你不回百草居啊？哎，回去要被叔骂，我才不要回去。于夫人，你能收我为徒吗？什么玩意儿？这陈修怎么就突然要拜师啊？脑子没进水吧？陈修见于夫人不吱声，他继续道：于夫人，你开汤膳铺肯定是要招伙计的，我可以给于夫人做免费的伙计，任于夫人你呼来唤去。我的铺子小，用不着招伙计啊。被拒绝后的陈修没有再跟着他了，转身回了百草居。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西小街一家叫于善的铺子在陈时末低调开业了。于妹子，你这卖的是啥呀？汤。汤？于化将卖包子大姐的表情收在眼底。于妹子怎么想到卖汤的？我家三仔喜欢喝，他们说我做的汤很好喝，说我开个汤馆啊，生意肯定好，然后我就开了。夫人，我订一锅汤。听着陈修一口一个于夫人，他给陈修纠正了一下，以后叫于姐，别叫我夫人，感觉自己长了一辈儿似的。好，于姐，这都是什么汤啊？这个是祛湿，这个润肺，这个滋阴益气，这个壮阳。
说完看向陈修，你适合喝这个。陈修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啊，于姐，我还没成亲，我用不着壮阳固本的。可你的气色告诉我你需要补。听姐的话，你喝这个汤最好，连着喝几天啊，保准你精气神十足。你这个时候不好好的补，将来娶媳妇儿了。我喝，于姐你快别说了。这一锅150文，等你喝过之后啊，你就知道它值150文钱，保准你这150文钱不亏。余话说完，看到半个月没见的杨琪，他连忙喊住人：哎，杨琪！于善，于氏开的馆子，半个月没见，这女人生意都做起来了。给我整一锅。杨琪看着眼前的一锅汤，诧异的愣住了。你卖的是汤？对啊，要不然你以为我卖的是什么？于妹子啊，你咋一声不响的开张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哎呀，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嘛，还兴悄咪咪的开张。来，给我来一锅。这锅啊，你们家那位跟木秋喝了合适，130文，你怎么还不走啊？这是最后一锅了。对，我带回去。汤140文，带锅走20文，加上你之前喝的，一共是310文。杨琪啥都没说，摸出钱袋，摸了1两碎银子给他。不用找了。余化吃惊了，还有打赏？剩下的存在你这里，以后来喝汤，你直接从剩下的钱里扣。什么时候不够了，你说一声。杨琪说完，起身端着汤离开这里。杨琪一走，余化抬手就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想啥玩意儿嘞？杨琪又不是傻大款，怎么可能会打赏？上午的任务量完成了，收拾好关门，他离开自己的汤馆没多远，就看到之前拦住他威胁他的那2个人。大哥，他走了。咱们辛辛苦苦弄垮的铺子居然便宜了他。那能怎么办？之前你也看到了，那个衙役进了他住的那条巷子，我肯定那2人认识。不能就这么算了。师傅啊，你就放一次水好不好嘛？这女人翻墙过来干什么？于是落地，转身看到傻愣住的杨琪，抬脚向杨琪走过去，走到杨琪跟前看了一眼锅里的饭，心里暗想，这家伙真能吃啊。我要进空间，还有我家米没了。杨琪条件反射地看向了于氏的手，从小到大他就碰到过一次女人的手，也就是于氏的手。余化顺着杨琪的目光垂目看着自己的手。我去，这杨琪不会这么纯情吧？抓了一次手而已啊。杨琪，要不然你先送我进空间？杨琪点头，伸出来的手顿了一下后，转而抓住于氏的胳膊。眨眼的功夫，于是被带进了空间。那个，我要在这里逛逛。话还没说完，杨琪就从他跟前消失了。好家伙，跑这么快！趁着杨琪不在，他要好好的逛逛这个空间，找找看有没有拿回空间的线索。余花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只是看着一望无际，实际上有屏障。他手扶在空气墙上，沿着空气墙走。走着走着，他的中指突然刺痛，他有个大胆的想法，决定试一下。天庭里，大天机看到世界球发光后，忙解开封锁，看到了自家小徒弟从某星选的人正在自残。师傅啊，你就放一次水好不好嘛？大天机扯回自己的袖子，哼，不放水就不放水。余华那么厉害，没空间也能混得风生水起，才不稀罕那个空间嘞。大天机看着生气走掉的徒弟，附在世界球上的手搓了一下后，再次封锁世界球。他这个徒儿是个给点颜色就开染房的人，不能让徒儿知道。杨琪吃完饭后，将锅洗干净才进空间。进来没有看到人，他原地转了一圈后都没有看到人，他顿时心慌了。他双眼一闭，2个呼吸的时间后，他睁开眼睛，转身就跑起来。他看到躺在地上的于氏，加快速度跑了过去。
跑到于氏跟前，看到那血迹斑斑的手。于化，于化，叫了好几声都不见于氏醒，他将于氏抱起来，眨眼的功夫便离开了空间，抱着人就往外跑。乔氏家门口，他，杨琪微拧了一下眉头，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样是有多不妥当，可都已经看到了，再回去就显得欲盖弥彰了。索性他抱着人一股脑的冲，只要他跑得快，就没有人看到他抱的是谁。没错，他有空间了，啦啦啦啦啦，真是太开心了。杨琪抱着人一路狂奔到百草居，他将人放在里间的病床上。跟进来的陈掌柜还有陈修这个时候看清楚杨琪抱来的人是谁，两人皆吃惊地看着杨琪。陈掌柜看了一下，于妹子脸色发白，手上有伤且血迹斑斑，初步确定是失血过多才导致的昏迷。确定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后，让小侄子陈修拿了一颗补血的药丸过来。他是失血过多昏迷，你拿针干什么？扎醒喂药。手中的针扎向于化的人中，杨琪没吱声，他看着陈掌柜一针下去，于是很快醒过来后松了一口气。醒过来的于化见自己身处百草居，不用问也知道是杨琪将他送来这里的。这个是补血的药丸，你赶紧吃一口。杨琪这时候递过来一杯水，他刚才趁着陈家叔侄不注意的时候给装了一杯空间盒里的水。于化接住喝了一口后顿了一下，抬眼看了杨琪一眼，仰头一口干了这杯水，他松了一口气。他可不想空间还没拿回来又赔上了小外挂。刚有这个想法，他的脑海里出现的景象让他心惊。谢谢。不用谢，你能自己走回去吗？杨琪问完后就后悔了。于化不知道杨琪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回了一个能。哦。杨琪应了一声后就没吱声了，眼睛也没有再盯着于氏，而是转向于氏的手。他也不知道自己失落什么。于化将杨琪细微的表情变化收在眼底，心里琢磨着自己以后是不是应该避着杨琪。于化买了一些补气血适合炖汤的药材后离开了百草居。于化没想回家，他打算直接去铺子。你手受伤了还开门做生意？料我上午就切好了，下锅掺水后依次把料倒进去就行了。既然如此，那我回去了。于扇里，于化关上门后闪身进了空间。没错，他有空间了，啦啦啦啦啦，真是太开心了。进了空间后的于化就像那脱缰的野马一顿乱窜，疯了一般。他的这个空间跟杨琪的一模一样，一个茅草屋，一望无际的荒地，还有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的河。在百草居的时候，杨琪给他喝了一杯水，想来杨琪身上的空间还在，一人一个空间，这样的结果还不错。于化检查了一下有没有空气墙，结果是没有，是真的一望无际的荒地，你想往前走就能走过去。这么大这么荒的空间，他得好好分化利用，该种的种上，该养的养上，他的世界他来创造。咋的？你还想找一个啊？那可不，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男人的手都没摸一下。杨琪这边回去后，经过乔氏的家门口，被守株待兔的乔氏叫住。杨琪。杨琪停下脚步。于妹子没事吧？没事儿，她现在在于善。杨琪说完走了。乔氏愣了一下，之前还需要人抱着，这会儿咋在于善呀？你这个手咋了呀？乔氏关心的询问。啊，不小心滑到了。乔姐，进来坐。呀，你这个手都这样了，咋还开门做生意啊？不碍事，下午我没事儿，我在这里帮你搭把手。你这个手可不能碰水啊。不用，哎，别跟我客气。你的手不方便，我帮你一把。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啊，你就教教我做那个脆皮肠，
改天乔姐你买了猪肠跟肉后叫上我教你做脆皮肠。哎，行。青山书院，夫子，今天没有任务吗？杨子墨望着穆夫子，众学生睁大眼睛，齐刷刷看向了杨子墨。穆思远差点笑喷了。没有。书院门口，钟浩轩坐在平时蔡叔坐的椅子上，他的手里握着一个香囊。10天前，杨子竹跑到他跟前儿，将这个香囊塞给他。那是杨子竹的娘让杨子竹转交给他的东西，还特意叮嘱让他佩戴在身上。钟浩轩拿手指摩挲了香囊2下，抬头看向那一个个出来的人，直到看到杨家3兄弟，他才起身过去。我可否见一见你们的娘？你见我娘有什么事吗？有点事。点了一下头后，便领着钟浩轩回家。于善，乔氏看着最后一锅汤被卖出去，甚至还有人订明天的汤，不由对于化提议：于妹子，你这个汤好卖呀，不过一天只卖28锅，有点少了。任何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我也不想将自己的时间一天都花在这个上面，那样会很累的。最重要的是，我还不想把自己累成黄脸婆。咋的？你还想找一个啊？那可不，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男人的手都没摸一下。我要是不找一个男人摸摸手，岂不是太亏了？于化没脸没皮的跟乔姐开玩笑。乔氏睁大眼睛，惊讶不已的瞪着于化。她压低嗓音问：你不是嫁给紫燕他们爹了吗？咋还是黄花大闺女啊？紫燕她爹没福气，成亲那天喝酒把自己喝死了，我还背上了克夫的名头。乔氏无言，看到几个孩子向这边来，他脚一动，对身边的乔姐说：你家木木找来了。哎呀，我都忘记这孩子了。哦，大哥哥找你有事。于化在看到钟浩轩的时候，就猜测到钟浩轩是来找自己。你若无事就在这里坐一会儿，等这些人喝完汤离开后回家说，若是等不了就改日再说。我在这里等您。叫我于姐就行。不行，不能叫于姐，叫娘于姐，那我岂不是要喊大哥哥一声叔？行，不叫于姐，那叫于婶可以吧？杨子竹没有回答，他望着大哥哥。钟浩轩对杨子竹笑了笑，开口叫了一声于婶。杨子竹这下放心了，自己认识的大哥哥要是高我一辈儿，那还怎么玩啊？娘，你手怎么了？娘，你切菜切到手了，不小心划到了，过2天就能好，你们不用担心。娘，你又骗人了，就你话最多，赶紧薅你的兔儿草去，顺便挖点野菜回来。你的手都这样了，我们还薅什么兔儿草啊？不薅了，你们先去扯兔儿草挖野菜。娘，你要乖乖的哦，不可以碰水哦。你这是什么神仙儿子呀？哎，太贴心了。巧，或者是拐别人家孩子是要蹲大牢的。你要是觉得我跟我大哥不好，可以跟我爹再生一个。不过我想要个妹妹，如果不能生妹妹，那就生个弟弟也行，我不挑。麻溜的滚！瞅着时间也该回去准备晚饭了，他跟于化说了一声后回家。半个多时辰后，最后一位汤客离开。你找我给你解毒？毒？钟浩轩吃惊，他没想到自己娘胎里带出来的弱病居然是毒。对，就是毒。看似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弱症，实际上是有人长期给你下慢性毒药。可百草居的大夫给我看过，都说是娘胎里带的病。百草居哪个大夫？李大夫。建议你换个大夫看，比如陈掌柜。百草居有一个规矩，就是谁接的病人就一直是谁看，即便是陈掌柜，他也不得插手其他坐诊大夫的病人。百草居居然还有这种破规矩，这也就怪不得
钟浩轩身上的毒没有被发现，私底下都不能找？不能，一旦被发现，那么就会被皇甫家除名。余化无语了，这怕不是黄浦家以前遭受过什么大事件啊？余神，我身上这个毒好解吗？好解，又不是什么奇怪的毒。请余神给我解毒。那你能给我什么报酬？我只有白银100两。那就收你白银100两。需要什么我回头写在纸上，让子竹转交给你。你把东西准备齐全了，再找个能一夜不用回去的借口。你是翻墙翻上瘾了吗？你以为我稀罕翻你家墙啊？搞得好像我对你有所图似的。14岁的钟莹莹被自己母亲叫来这里，桌子上有一封入院的引荐信笺。今夜收拾行李，明日为娘让人送你去冀州。受什么怨啊？你怎么又自作主张为我安排事啊？我不会去。钟莹莹吼完这句后便跑离了这里。一个40、50岁的老妇进来，夫人莫急，大小姐性格暴躁，越逼着大小姐，大小姐越不会去的。奶娘，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钟浩轩跟往常一样，没有做出任何异常的举动。用完晚膳，他就出去散步消食。二少爷，现在天气转凉，还是别在外面待太久了吧？你回去给我拿一件披风。钟浩轩往前走，走到莲花池边，坐在假山旁边的石头上，突然听到假山里面传出了细碎的哭声。他转头看过去，谁？躲在假山山洞里的钟莹莹听到这声，立即止住了哭声。听着声音就知道是自己的弟弟钟浩轩，打算等钟浩轩走后他再离开这里。一盏茶的时间过去，阿水拿着披风找过来，将披风给少爷披上。二少爷，夫人那边请了李大夫，说是一会儿过去，顺便给何姨娘还有二少爷看看。本来打算就坐在这里守着的钟浩轩，听完阿水的话后，起身离开了这里。走的时候，拿出一颗油纸包着的话梅糖，放在了他坐过的石头上。二少爷为何在那里放一颗糖？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心里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心里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摊开手掌，看着手掌心里的糖，盯着他愣神。许久，他拨开糖纸，将里面的话梅糖塞进嘴里，甜味传遍了味蕾，似乎的确没有那么难受了。深夜，余化再次翻墙来到杨琪家，他想确定一下杨琪的空间是否还在。你是翻墙翻上瘾了吗？你以为我稀罕翻你家墙啊？搞得好像我对你有所图似的。我来拿米，明早没米下锅了。你等等。杨琪说完，人从余化跟前消失。3个呼吸的时间，杨琪又出现了，手里提着2袋米。余化的目的已经被证实了。麻烦杨弟弟帮忙送货上门一下，谢谢了。我现在去给你开门。杨琪提着2袋米过来，看向门内的余氏，他问：给你放在这里，还是提厨房去？放这里吧。余化瞅着杨琪提2袋米挺轻松的，他一手抓住1袋米，用力一提，好家伙，动是动了，就是提不起来。看来杨琪的双臂很有力量，那么多饭没白干。哎呦，哥你别打了，昨晚那么黑，我又不敢点灯，我只记得大概的位置，我还不识字。次日，3个孩子准备去上学，余化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递给了杨子竹。给你大哥哥的东西，不许偷看。我是君子，我保证不看。娘再见。步入西小街，余化看到自家馆子前围了不少人，还听到隔壁卖包子的大姐的叫骂声。他快步过去。哎呀，哪个傻千刀的不干人事儿？不要让老娘知道了，要是让老娘知道是谁，老娘一定扒了他的皮。丧天良的畜生，老娘诅咒你生不成儿子。余化挤进去，扫了一眼地上堆成一堆惨死的老鼠尸体。大姐，
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是哪个丧天良的东西，在我家屋檐下挂了一排老鼠，让我知道是谁，我非扒了他的皮，让他把这些老鼠全部都给我吃下去才行。大姐，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没有啊，我都几个月没有跟人吵架拌嘴了。既然没有得罪人，那就奇怪了。不过我建议大姐你报官，让衙门的人调查一下比较好。谁知道这背后的人会不会干出更加丧心病狂的事情出来？于秀摇头，没有抓到人去报官，不给点红包人家哪能帮他抓人？于化见大姐不愿意报官，也就不说什么了。等他走出人群，看到那闪避不及的二人，脑子顿时清明了起来。他抬脚走向那2个人躲进去的巷子，巷子里周壮得知挂错了地方，揪着自家兄弟就是一顿打，边打边骂：你他妈眼瞎吗？让你挂个老鼠你也能挂错，你说你眼睛是有多瞎？哎呦，哥你别打了，昨晚那么黑，我又不敢点灯，我只记得大概的位置，我还不识字，我哪知道我挂错了呀？哎呦，哥别打了，我知道错了，我今晚再去挂，我保证不会挂错了。于化进巷子就听到这个对话，心中的怀疑直接被证实。大哥，你他。周壮回头还未看清楚人就被挥了一拳头打在了鼻梁上，疼得他来不及喊疼，肚子上又是受了一下。于化踹飞周壮后，看向紧紧贴着墙的周成。周成见状立即举手投降认错。别打我，都是我哥让我干的，我要是不干他就揍我，我昨天就劝我哥算了，但是他不听。站着不准跑，敢跑脚打断。刚想跑的周成听完他的话，吓得不敢动了。有本事你把我弄死，你要是不把我弄死，我过来把他扶起来跟我走，不听话我打断你的骨头。周成一听打断你骨头几个字，麻溜的过来将自家大哥扶起来，扶起来后跟着于化走。运气很不错，刚出这个小巷子就碰到了中秋那天跟杨琪一起的衙役何相武。哎，衙役大哥真巧啊，这有2个坏人，你赶紧给带回衙门好好盘问盘问。那个包子铺大姐家的死老鼠啊，就是他们挂的。周家兄弟人傻了，这个女人居然直接把他们交给衙门的人。穿着便装过来找杨琪喝酒的何相武没想到会遇上这样的事情。这是于妹子你打的？对啊，医药费我会赔，这个我不会赖。但这2个人你们衙门得好好盘问。我那个铺子啊，前身是面馆，他们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让人家不得不卖掉铺子。你们2个跟我走，老实点，敢跑的话打断你们的脚。怎么都喜欢打断脚？脚不要面子的吗？于化回头看向卖包子大姐，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回头送一锅汤给卖包子大姐安慰一下吧。挂一排的死老鼠，那2个人也是个人才。青山书院，阿水，我渴了，你去给我端一杯热茶来。阿水很隐晦地扫了一眼周围，并未发现什么奇怪的人，只看到2、3个奔跑着要去茅房的学生，点了一下头，转身快步去食堂给少爷端热茶。杨子竹看到坐在太阳下晒太阳的大哥哥，边跑边张口喊到。他看大哥哥竖着一根手指在嘴边，立即收声闭上了嘴巴。跑到大哥哥跟前，他小声地询问：大哥哥，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娘让你给我送东西吗？杨子竹点头，将揣在怀里的纸摸出来递给大哥哥。我没有偷看哦。钟浩轩笑了起来，这家伙真好玩。东西已送到，那快回去吧，接下来不要跟我说话，知道吗？为什么呀？大哥哥身边有坏人，你要是跟我说话的话，坏人会盯上你，到时候你的大哥跟弟弟还有娘亲都会受到连累。阿水今天若没来，他还不确定，今天跟来
他就确定阿水就是一直给自己下药的人。哦，那大哥哥你保重，一定要小心。杨子竹说完走了，虽然担心大哥哥，但他不能因为大哥哥让娘跟大哥三弟陷入危险中。奴才端了一杯温开水来，二少爷可以放心喝。放水回来的杨子竹看到大哥哥身边的阿水，他只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若无其事地从大哥哥身边走过去。这就是大哥哥说的坏人吗？长得人模人样，居然是坏人。穆夫子说的没错，人不可貌相，不能光看一个人的外表就定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陈修的嘴角一扯，哎呀，于姐，你真是与众不同啊。余化端着一锅去内火的汤到隔壁。今早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打倒于秀，他收拾了一顿后照常卖包子。于秀刚给人包了几个馒头，看到余化端着一锅汤过来放在他铺子的桌子上，他不解地问余化：于妹子，你这是何意啊？余化将周壮周成的事情简要地告诉大姐，还把两人被抓去衙门的事情说给大姐听。我就说呢，隔壁周姐家面馆开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不做生意给卖掉了？合着这是被人给整了。汤你端回去，做生意不容易，哪能送人喝？我要喝我自己掏钱买。不管怎么样，今天大姐是受了我的连累，这个汤大姐一定要收下。她下内火，材料不贵，大姐要是觉得不错啊，回家自己照着料乱炖都可以的。于秀大概知道这锅汤自己非接不可，便说：行，那我就收下这锅汤。他说着端了一笼小笼包给余化，你要是不收啊，我就不收你的汤。余化听着这威胁的话笑了起来，他伸手将一笼小笼包接住。行，正好我中午不用煮饭，我就吃包子了。来到百草居，没有看到熟悉的人，只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李来秋看着进来的年轻妇人并未上前，而是坐在属于他的位置上。余化扫了一眼那傲慢的老头，没有要去搭理的意思。嘿嘿，于姐来了，今儿个买点啥药材呀？你们这有啥草药种子没？不管是什么我都要一点。于姐，你要草药种子干啥呀？难不成你想种草药？对呀，我家小花园光秃秃的，弄点药材种子回去种。陈修的嘴角一扯，哎呀，于姐，你真是与众不同啊，真是钱多烧着。余化回头看了一眼，问陈修：哎，这谁啊？怎么之前来没有见过呀？我们百草居的坐诊大夫。于姐，你每次来都碰巧李大夫出诊呢。一听是李大夫，余化不由得多看了李大夫一眼。这就是钟浩轩口中的李大夫呀，长得就不像个好人。李来秋将余化这个反应当作是听到自己是谁后的崇拜，他坐直腰板，端着高傲的姿态，轻蔑地扫了余化一眼。余化嗤笑一声，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那妇人是谁？李大夫打听一个妇道人家合适吗？李大夫脸黑了下来，瞪了程修一眼，拂袖离开了百草居。李大夫无事旷工一天。陈修拿出一个小本本记上一笔，回头等李大夫犯错的时候他就告状。李来秋离开百草居后本来是想回家的，看到不远处的余化，他脑子一抽跟了上去。余化发现了，微皱了一下眉，他七拐八拐将人甩掉后回家。就在他将人甩掉没一会儿，李大夫误入了一条有2条狗的巷子，腿剑踢了地上的一块石头，打在2个正在交配的狗身上。2个狗子一恼扑向了李大夫就是咬啊。年纪大的李大夫哪里跑得过2个狗子，硬是被咬了好几口。好在有人路过看到，救了李大夫一命，要不然肯定命丧在这个巷子里了。逃过一死的李大夫将被狗子咬的账算在了余化头上。下午，
余化刚开门，陈修就来了，先是订了一锅汤，然后将李大夫被狗咬的事情告诉余化。余化听完，睁大了眼睛，非常吃惊。我去，回去不会得疯狗病吧？这说不定，以前有过人被狗子咬得病死掉的。不过，要是及时处理得当，得疯狗病的几率很低。李大夫人不怎么样，但医术不错，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不把人放在眼里。原来是个有点本事的大夫。不过就算他有本事，最后他也逃脱不了凄惨的结果。余化直接把话撂在这里。于姐，你怎么肯定那个李大夫会是凄惨的结果？我觉得你们百草区那个别的大夫接诊的病人不能其他大夫插手的规矩有毛病，这样会让居心叵测的人钻空子的，然后害死无辜的人。陈修仔细琢磨着于姐说的话，心中有所疑惑。他抬头看向于姐，心想：于姐是在提醒什么吗？难道李大夫手里的病人有问题？回到百草居，陈修的汤刚放下，他叔陈德元就跑了过来。陈德元揭开锅盖，吸了一口香气，然后吩咐小侄子：去拿碗筷来。叔，我去买汤的时候，于姐跟我说了一些话，你给分析一下于姐是不是在暗示李大夫有问题啊？陈修把余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自家的叔听。陈德元听完自家小侄子的话后，皱眉抬头。他当真这样说？陈德元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于妹子不可能平白无故说这番话，肯定是于妹子知道了什么。后来因为我儿子，我才插手管了一下下，否则那个小子现在怕是要准备后事了。半个时辰后，陈德元端着洗干净的锅走出百草居，向西小街去。余化今天下午的汤特别好卖，14锅汤现在已经卖完了。转头看到远处端着锅走过来的陈掌柜，他笑了一下。不用问，陈掌柜肯定是因为他之前跟陈修说的那些话而来的。于妹子是不是发现了关于李父子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我不知道啊。于妹子，你就别装傻了，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跟我说，回头我给你搞别的草药种子。余化觉得这个可以。咱们桃花镇钟大人的儿子钟浩轩你知道吧？陈德元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压低声音问：钟二少爷的病有问题？我儿子跟那个小子认识，昨天那小子来我这儿，我给他看了一下，确定是毒。确定？莫非于妹子你之前见过钟二少爷，那个时候就有所怀疑？啊，是，之前我把孩子送书院的时候碰到过，那个时候就怀疑是毒，不过我跟他不熟就没有管，后来因为我儿子，我才插手管了一下下，否则那个小子现在怕是要准备后事了。陈德元的脸色异常难看，看到有人过来，他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跟于妹子说了一声告辞的话后便离开了。陈德元说干就干，回去后就让小侄子盯着李大夫，而他自己则是打算私底下找个机会给钟二少爷看看，确认是毒就上告。娘，我牙掉了。杨子竹看到娘娘冲过去，张开嘴巴给娘看牙。余化看牙床里带红，问子竹：你自己扯的？娘，你怎么知道？正常自己掉的牙，那牙床里不会带红，以后不可以瞎扯牙了。大门被敲响，余化拧眉，这个时候谁会来啊？打开门，看到门外的人是杨琪，他微愣，这人之前不是害怕别人看到喜欢翻墙吗？怎的今儿个改邪归正走正门了？你有事儿？何大哥让我告诉你，那2个人暂时会被关在大牢中，这段时间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再来找你的麻烦。杨琪说完转身离开。哎，等等！余化喊了一声，同时伸手抓住了杨琪的手臂，将人拉进了门。
猝不及防被拽进来的杨琪受到了惊吓，还很大，不碰还好，一碰于是的手，他脸红了起来。你拽我干什么？杨琪背后紧贴着大门板，口吃结巴。收起你这副模样，搞得好像我要侵犯你似的。一个大男人被拽一下就这样，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点也不像个男人。杨琪的脸涨红了，如果面前的人是别人，他肯定不会这样。但是，总之他自己也说不出来那个感觉。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想当初，这位杨弟弟又凶巴巴又冷漠，如今熟悉了，给人的感觉不凶也不冷了。我不跟你扯犊子了，我想跟你打听打听，那两个人有没有招出点什么让他们牢底坐穿的事来。特别是那个大哥，一定得好好查。为什么一定要牢底坐穿？死刑不好吗？死刑肯定是好啦，但首先得有让他死的罪名啊。根据那两人的口供，周壮手底下有过人命，具体是不是真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像今天这种情况，以后别私自行动，万一对方武艺在你之上，你一个妇道人家被擒住的后果不堪设想。会有什么后果？余花故意问了一句，他嘴角噙着笑意。明知故问。杨琪有些羞恼地丢下这4个字跑了。余花肆意笑起来。跑走的杨琪听到他愉悦的笑声，咬了一下牙，以后他一定要离那个疯女人远一点，一会儿一个样，还动手动脚，难不成于是瞅上他了？相差个3岁好像也没啥。钟大人身边伺候的奴才宝来匆忙跑进百草居。李大夫在吗？李大夫被狗咬了，最近都不能出诊。那陈掌柜可在？老爷可是说了，请不到李大夫就请陈大夫。嘿嘿，在，我这就去把人叫出来。叔，机会来了，赶紧起来，快点儿！你一大清早嚷嚷啥？你叔我一把年纪了。哎呀，行了叔，你别说这些了，赶紧麻溜起来。人家钟大人身边的宝来请大夫出诊，正好李大夫被狗咬了，去不了。叔，你去的话不算犯规，所以赶紧起来。陈德元瞌睡醒了，他下床捞了衣服，边走边穿，也不洗漱，直接去了钟府。钟府，夫人，出事了！今天那位吐血昏厥，请来的大夫是百草居的陈大夫。慌什么？那药即便是太医都不能看出来是毒，就这小地方的大夫能看出来？夫人要过去梨花院看看吗？是要过去看看。陈德元坐在床前给床上的何姨娘诊脉，他紧锁眉头。陈修站在一旁，见自家叔叩脉好一会儿，除了皱眉就是皱眉。叔，你行不行啊？李大夫每次来诊一会儿脉就知道是什么症状，怎么这个陈大夫这么久了还没看出来是什么？陈德元瞪着自家糟心的小侄子一眼，收回手，给何姨娘喂了一颗解毒丸。何姨娘的病我需要跟大人单独说。钟大人看了一眼床上的雪容，点头领着钟大夫去了他的院子。在去的路上碰到前来看望的钟夫人主仆。老爷，听闻何姨娘吐血了，她如何了？大夫如何说？语气里透着关心。无碍，可能是天凉的原因。我去送送陈大夫，夫人若是没事便回去吧。好，那我回去了。钟莹莹捧着2本书，刚要打开书房的门，听到有人来的声音，刚藏好，书房的门就被推开了。她立即屏住了呼吸。现下无人，陈大夫可以说了，我从何姨娘跟2少爷的脉象里诊出2人并非病，而是毒。陈大夫确定是毒。是何毒？是毒。钟大人一听是毒2字，一副颇受打击的模样。钟大人没有再问什么，换来人送陈大夫叔侄离府。叔，那个毒不是只有西城才有吗？
且还是10几年前龟楼在的时候才能买到。龟楼被封的时候，你好像还没揣你娘肚子，你咋知道这么清楚？看书看的呗。你把这心思花在记身体穴位上，你叔我能多活几年？叔，你短命不能怪我。我觉得叔啊，你应该是没媳妇的原因。根据那个阴阳调和来讲，叔你短命就是因为你没有媳妇。嘿，你听侄儿一句劝，赶紧再找个女人成家。您都30岁了，再不找个媳妇，回头等您想找的时候，就会力不从心的。哎，叔，你干嘛呀？等到陈修跑远，陈德元立即改道前往了西小街。这几天喝你家的汤，自己研究了一下。哦，研究出什么了？煮出来的味儿跟从你这里买的差别太大了。那正常，我要是不留点绝活，我这汤馆哪开得下去啊？陈掌柜今儿个是来跟我请教汤的问题？今天我来这里是想问问你可解那个毒？直觉告诉他于妹子能解。能，我卖你2份，你再去卖给钟府。可以。他一口应下。于化见陈掌柜这么爽快，找来了笔墨纸砚，写上自己需要的东西。起初写出来的东西都能弄到，到了后面他犯难了。弄是能弄到，就是这个东西只有皇甫家家主手里才有。于妹子这般瞅着我干什么？莫不是看上我了？陈德元仔细想了一下，自家侄子说的话有点道理。他瞅着于妹子就挺不错的，他是不介意白捡3个孩子。于化翻了一个白眼，你太丑，我看不上。陈德元就像被雷劈了一般。于妹子，你说我丑？建议你回家拿镜子照照。于化继续打击。其实陈掌柜长得还行，不过没长在他的审美上，而且年纪的相差太大了。他还是比较喜欢年龄差不多的，顶多3岁的年龄差。陈德元被打击到了，开始自我怀疑，默默地回到了百草居。给我拿一个镜子来。陈修惊愕。啊，叔，你要镜子干啥？在外浪了一圈回来要镜子啊？难不成叔真的是去外面勾搭女人，然后被对方说丑了？同一时间的钟府春熙园，钟莹莹捂着脸怒视着面前的亲娘，双眼通红。这是他娘第一次动手打他。之前在书房里听到爹跟陈大人的对话后，他在爹走后迅速的离开。试毒他知道是10几年前西城那个被封归楼的样，而这个府里只有他外祖家在京城。于是他就过来问娘，谁知道他刚问出口就得了他娘的一巴掌。娘这是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吗？所以那2个人之所以病殃殃的，是娘你给下的毒吗？钟夫人浑身颤抖，没想到她在她女儿的眼里是这么恶毒的女人。你闭嘴！我不闭嘴。为什么？你为什么那样做？当初是你自己让爹纳的那个女人，爹都拒绝了，你便设计让爹不得不纳她。你既然容不下她，你为什么要让爹纳？奶娘。外面守门的奶娘李氏脸色煞白，不敢直视面前的老爷。听到屋里夫人的呼喊，她也不敢动。钟大人黑着脸抬脚走进去。会让别人误以为是断袖的。断袖是什么？钟夫人看着走进来的不是奶娘，整个人傻了。老爷。你出去。爹，娘她想求情，毕竟是他的娘。出去。请爹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了娘一命。钟莹莹硬着头皮说完这句话才离开。当初我跟雪蓉的事情是你设计的？对。为什么？我不能生，她是老爷的青梅。钟灵自嘲地笑了一下。她跟雪蓉的确是一起长大，但她把雪蓉当妹妹。既然如此，那又为何给她下毒？钟夫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当初为什么要给何雪蓉下毒，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是一错再错，最后就没有回头的路了。钟灵见他不说，回头我会给你一封休书，派人送你回西城，夫妻一场，我不会将你下毒的事情捅出去，给你留最后的体面。钟灵说完转身走了。这些都给你，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钟浩轩看着箱子里面的金银首饰还有银锭，微皱着眉头。他抬头看着钟莹莹脸上鲜红的巴掌印。你是何意？给你的补偿。钟莹莹说完转身走了。补偿？钟浩轩笑了笑，他这位姐姐是知道了吗？将这箱东西送回大小姐的院子。他对进来的下人吩咐。阿水去哪了？奴才不知。回头看到他，让他过来。是。呀，这不是大哥哥吗？因为今天突发情况，他在百草居买全了单子上的药，花了不少银子。于婶，我能赊账吗？你莫不是一个假的官二代？像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不是最好薅民脂吗？你好歹也是你爹唯一的儿子，怎么这么穷啊？我爹是个好官。这点钟浩轩必须承认。难得。余化故意这样说，他知道钟大人是个好官，要不然桃花镇的百姓提到钟大人也不会都是好话。紫燕，带着紫竹子墨去后院。杨紫竹不太愿意走，但他犟不过大哥，硬是被大哥拽着去了后院。哎呀，大哥你松手，虽说咱们都是男的，可拉拉扯扯也不合适。怎么不合适啦？会让别人误以为是断袖的。断袖是什么？就是那种……杨紫竹把今天从别人那里知道的新知识告诉大哥。杨子燕听完后脸黑了下来，抬起手就给自家二弟一下。以后不准跟他们玩了。明天他就去告诉穆夫子，让穆夫子没收了他们的小人书。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准备齐全了。100两银子没了，还欠了百草居100两。看啥嘞？干啥嘞？这是在和我哭穷吗？所以于婶，你这100两银子，我可不可以先欠着？行，可以欠着，不过要利息，1年1两的利息。谢谢于婶。冒昧问一句，什么时候能够取药？我娘她今早吐血，比较严重。3天吧。回头我会让紫竹给你送过去的。麻烦于婶了。我给你做的药只能起到控制和缓解的作用，不能彻底解毒。这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免得到时候有纷争。解不了毒吗？你身上的毒是西施毒，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嗜毒，这是被禁止的毒。你调查一下应该就知道这种毒了。好，谢谢于婶告诉我这些。余化点了一下头表示回应，然后钟浩轩离开了。余化把桌子上的东西丢进空间，这一幕被卷毛仔看到了。我去，吓死狮子了！主人不是人，是妖怪！余化感受到强烈的目光，他抬眼看向门口瞪大眼睛的卷毛仔，起身过去。而卷毛仔看着越来越近的主人，脑子在想：跑还是不跑啊？就在他琢磨着要不要跑的时候，卷毛仔的后颈被抓住，下一秒他跟前的环境变了，狮子傻了，狮子被拐到了不知名的地方。卷毛仔回神雀跃起来，护好护好，狮子喜欢这里，狮子要待在这里。从今天开始，你以后的工作就是刨地，回头给你种一片林子出来，抓兔子、山鸡等等动物进来养在林子里，以后你的口粮自己养。啊，虾米，让狮子刨地，还让狮子自己养口粮，主人虐待狮子。余化瞅着不太乐意的狮子，直接带着狮出去了。我还是很民主的，既然你不乐意，那就算了。入夜，3个孩子歇息去了，
只有余化在前院逗卷毛仔玩。突然，卷毛仔抬头看向院墙那方，余化顺着卷毛仔看的方向看过去，看到院墙那方露出了半个身体的杨琪，他愣住了。这货要干啥啊？你有啥事儿？我种了点花草，一不小心种多了，想问问你要不要过来扯点，种在你家小花园里。杨琪声音轻柔，有示好的嫌疑。余化微皱了一下眉头，这家伙没有吃错东西吧？怎么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过花草可以要啊。可以，你下来。杨琪很听话地翻过来，落地后啥话也不说，带着人直接进了空间。卷毛仔瞪大了眼睛，又一个妖怪。那我改名找媒婆上门提亲。时间突然静止了一般，杨琪的空间里头，余化身处花田中，嘴角抽了一下。这就是你说的一不小心种多了这么一大片。兄弟，你是打算改行开个花店吗？杨琪不太喜欢兄弟这个称呼，为什么不喜欢他也不知道。不是，就是一不小心种多了。你出去给我拿个背篓进来。哦。杨琪应了一声便出了空间。啊，杀狮子啦！杨琪赶紧抬脚，低头看着长得奇怪的动物，知道这是于氏家养的看家的狮子狗，他道了一句抱歉，转身去了后院。卷毛仔跟在他身后，边追边呼吼：祸害祸害，你把我家主人弄哪里去了？杨琪自然是听不懂了，只以为是因为自己踩了他一脚而缠着自己。他笑道：不小心踩到的你，回头有时间进山给你抓山鸡吃。祸害，狮子不是狐狸，休想用鸡堵住本师的嘴。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原来是只公的呀。那我去逮一只母的回来喂，正好跟你凑对。祸害祸害。杨子夜没睡熟，听到声响出来。七叔，你咋还在我家呀？还拿着我家的背篓。杨琪光顾着弄卷毛仔，没有注意周围，这会儿就显得有点尴尬了。我来帮你娘拿背篓。我娘？我娘在哪里啊？这问题将杨琪给问住了。杨子燕见齐叔半天不回答，好看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七叔，你要是喜欢我娘，就光明正大的找媒婆上门，你这样偷偷摸摸的，很不是男人。杨子燕说完转身回去了。杨琪被杨子燕的话惊住，愣是在原地杵了好一会儿才进去空间。你偷牛去了？拿个背篓都要这么久？我拿背篓的时候被子燕看到了。蹲下继续挖花草的余化听了这话，回头看向杨琪。他问你什么了？杨琪把杨子燕前前后后说的话告诉了于氏。余化听完哈哈笑起来。这儿子没白疼。杨琪双手背在身后，他盯着大笑的于氏，冷不丁道：那我改名找媒婆上门提亲。时间突然静止了一般。余化笑声收得太猛，直接给吓到打嗝了。杨弟弟，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杨琪见于氏吓到打嗝，眼底的暗淡一闪而过，他咧嘴笑道：跟你开玩笑。以后这种玩笑别乱开，人吓人会吓死人的。说完转身继续挖花草。谢谢你的花草啊，明天晚上我让紫竹给你端碗红烧肉来。好。他应了一声，离开小花园回去了。等到人彻底消失在他视线内后，立即把从杨琪空间弄的花花草草弄进了自己的空间。嫁什么嫁呀？我才不要嫁人呢，要找也是找个倒插门啊。大哥，鸟咋还没有起啊？杨子燕想到昨晚自己看到的齐叔，他抿紧唇，没有理会二弟。总不能说咱娘昨晚跟齐叔在一起不知道干了啥吧？杨子竹见大哥不理自己，转身去找娘。万一娘是生病了嘞？杨子竹，你是不是皮痒了？你想干什么？我给娘看看发烧没。我又没病，我发什么烧啊？
娘，你迟迟不起床，不是生病不舒服吗？余化无言，甚至有些哭笑不得。我没病，就是昨晚睡得晚而已。哦，那娘，你昨晚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那你昨晚为什么会晚睡？你出去，我要起床穿衣服去给你们做早饭。娘，你昨晚肯定去干了什么坏事。我昨晚想着怎么收拾你，想了大半宿。你要听吗？不必。杨子竹不想挨打，果断转身跑走。煮的羊奶。娘，你跟齐叔是不是好上了？余化顿时脑子清明了。没有的事儿，昨晚只是去他家里挖点花草。你们没发现咱家小花园种上了好看的花草吗？呀，小花园里的花好好看啊！杨子竹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了进来。杨子燕听到后相信了娘的话。娘想在家的话，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们？我们会很听话。这话将余化给整破防了，他感到莫名的心酸。放心，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们的。余化双眼微红。杨子燕听了这个回答，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其实齐叔除了年龄比娘小几岁之外，是个挺好的人。娘要是真心喜欢的话，可以嫁的。嫁什么嫁呀？我才不要嫁人呢！要找也是找个倒插门啊！杨子燕的眼睛一亮。这样也行啊，回头去问问齐叔愿不愿意倒插门。我跟你们齐叔真没什么，别瞎想。杨子燕瞅了娘一眼，想说解释就是掩饰，但她终究没有说出口。娘说没有，那就没有吧。一盏茶的时间后，一家4口喝完了羊奶，出门了。可怜的卷毛仔望着碗里坐着的一只活鸡，他感觉自己失宠了。主人这是为了让他跑土，开始不择手段了吗？他去爬梯子。杨琪今天还是休息，他这会儿刚起来，站在窗户前伸懒腰呢。看到院墙上的卷毛仔，他嘴角抖了抖。这狗都学会爬墙了，我不是成精了？院墙上面的卷毛仔也看到了杨琪，他后脚一蹬跳下了院墙，然后向杨琪奔跑了过去。你看着不像狗啊！嚯，本事本来就不是狗。你爬墙来我家干什么？嚯，本事饿了。但是大哥，你下次告状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好歹让我有个准备啊。卷毛仔，卷毛仔，你主人叫你。卷毛仔傲娇地抬了一下下巴，装作没有听见，埋头继续吃。没看出来，你还是一只有脾气的卷毛仔。听着隔壁越来越急的声音，你家卷毛仔在我这里。余化听到杨琪的声音，没一会儿就出现在了墙头上。他翻墙过来，看到埋头吃东西的卷毛仔，嘴角一抽。可以呀，学会自力更生了。他怎么过来的？你怎么过来的这儿，他就怎么过来的这儿。你吃午饭了吗？杨琪客套地问了一句，自己做的饭菜自己知道，绝对不可能给他吃。哦，没有，我一会儿回去煮。长能耐了哈，居然翻墙过来讨食。既然你喜欢这里，那你就待在这里吧。今天麻烦你了。不麻烦。卷毛仔抬头望着走掉的主人，湿的心里非常难过啊。本事的主人都不红本事。青山书院，穆思远拿着一根竹片站在3人面前，三人脸上都挂了彩。你们2个给杨子竹道歉。向德凯、李不弃2人头偏向一边，表示不道歉。穆思远见2人不道歉，黑着脸说道：明日叫你们长辈过来。对不起。哼，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脸都肿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破相。回头我娘不喜欢我了怎么办？穆思远汗颜，看着杨子竹青一块的脸蛋，告诉杨子竹：不会破相，揉开消肿就好了。真的？真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他们的道歉。勉为其难是这样用的吗？
不这样用怎么用啊？你也跟他们道歉。为什么？你先动手打的人。胡说，就是他们先动手推的我，我还警告了一下，说你再推我一下试试。然后理不气不听劝，硬是又推了我一下，我才动的手。杨子竹，你可以不用罚站了，进去吧。杨子竹没有动，他指着自己受伤的脸。我买药揉脸的钱是不是应该他们给我出啊？我家穷，每一文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这是他们伤的我，他们的不对，他们应该赔我药钱。这孩子咋就这么难缠呢？一张嘴叭叭叭是真的能说，重点还说得头头是道。那你也要赔我们药费？可以啊，你们先赔给我。向德凯、李不气瞬间不吱声了。向德凯、李不气，你们明天带个长辈来，你们要是不带来，我就上门去找。杨子竹你也是一样。穆思远最后看向嘚瑟起来的杨子竹，补充了一句：为什么我也要请长辈啊？因为你打人了。疼吗？废话，当然疼了。但是大哥，你下次告状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好歹让我有个准备啊。娘，今晚我们吃脆皮肠吗？余化抬头看到杨子竹脸上的伤后，他脸色变了。谁打的？同学打的。夫子让娘明天去一趟书院，谁对谁错？他们先动的手，他们两个打我一个还没有打赢。怎么听出了自豪感啊？那他们为什么找你麻烦啊？大哥告状，夫子没收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以为是我告的状，没想到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了杨子燕。是什么东西啊？杨子燕抿着嘴巴，不知道该怎么跟娘开口。你来说。杨子竹被自家娘的这种眼神吓到了，张口就如实告诉了娘是什么东西。杨子竹，你胆子肥了你，什么东西你都敢看，是不是皮痒想挨收拾了？其实他也想看看，人家又不知道那是什么，看他们看，我就凑过去瞅了一眼。娘，卷毛仔去哪里了？他呀，离家出走去隔壁了。那我去齐叔家把卷毛仔带回来。杨子燕的眼珠子转了一圈，对娘说：我也去。说完追着三弟而去。齐叔，你在家吗？在家，进来会儿吧。齐叔，一个男人如果倒插门，你觉得他丢人吗？杨琪微愣。关于倒插门丢不丢人这件事得分人，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我娘说她要是再嫁就找一个倒插门的男人。你的意思是，我要是想跟你娘在一起，那就得当那个倒插门的男人？我怎么知道？我娘是这样跟我说的，但是我娘又不喜欢你。小子，扎心了哈。娘为什么不喜欢齐叔呀？噗嗤，又是一刀子。杨琪哭笑不得。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你回去问问你娘，问问她为什么不喜欢齐叔。杨子墨点头。好，我现在就回去问娘。杨子墨一路跑回家，跑到娘跟前就问：娘，你为什么不喜欢齐叔叔呀？谁让你问这样的问题的？不会是杨琪那个弟弟吧？齐叔让我来问娘为什么不喜欢他。杨子墨直接把杨琪给卖了。他太丑了。余化没好气地回了这4个字。晚点孩子们睡了，他要去找杨琪算账。饭后，余化趁着3个孩子各自忙活的时候，翻墙去了杨琪家。以后不准指使孩子跟我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跟我装傻是吧？杨琪，我跟你讲，再有下次我揍你。你这小胳膊小腿能打得动谁？瞧不起人是不是？比试试试啊。杨琪摇头拒绝了他。我不打女人，不过要是有彩头的话，我可以跟你比试一下。彩头？搁这给我挖坑呢，搞得好像我拉着你比试似的。不比就不比，反正话我放这儿了，回头再让孩子跟我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就揍你。翌日，
余化收拾整洁，跟3个孩子一起去了书院。不巧的是，在书院门口碰到了昨天跟杨子竹打架的向德凯、李不弃。2人看到了杨子竹，瞅了一眼杨子竹身后的漂亮婶婶，心里在想：这不会是杨子竹的娘吧？瞅着娇滴滴的，不管是打架还是吵架，估计都吵不赢他们的娘。2人松了口气。这就是打你的那个小子？就是他打的我们。你儿子把我儿子揍了，这事该怎么算？你可问过谁先动的手？余化的双手放在下腹前，自然是问过，就是你儿子先动的手。啊，这样子啊。子竹，是他撒谎还是你撒谎啊？你不是说他们2个是因为小黄书被夫子没收，误以为是你告状，堵住你，还先动手推的你吗？娘，我没有撒谎，我要是撒谎了，就让我的牙齿掉光光。我儿子也不会说谎。还有，你口中的小黄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颜色的书啊。听我儿子描述，你儿子好像是在看那什么2个男人妖精打架的书。不是我说你啊，大姐，万一以后给你找个男媳妇儿，你哭都没地方哭。李不弃的娘李氏一直未作声，从他旁观来看，那个杨子竹的娘一举一动都透着大家气势。李氏低头看着身边心虚低下头的儿子，心里已经有了数。他扫了赵氏一眼，领着儿子进去书院。这是我没收向德凯的书籍，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我希望孩子以后不要将这样的东西带到书院来。赵氏不认识字，他接住小书籍，翻开看了一眼后，脸绿了，手里的书籍烫手似的往地上一丢，抓着儿子就是一顿收拾。向德凯的母亲，你要教训孩子，麻烦你回家教训。接下来说说孩子身上负伤的问题。今天3位都在，是就这样算了，还是怎么样？你们3家自己商量着来。我家孩子伤得不轻，但是我家孩子先找的茬，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你儿子将我儿子打成这样，必须赔钱。他将杨子竹拉过来，直接扒拉杨子竹的衣服。昨晚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成这样了？看清楚了，你儿子身上的伤我赔钱，那我儿子身上的伤你是不是也要赔？赵氏现在也有点懵逼了，他没想到对方孩子身上更严重。一炷香时间后，穆思远将3个孩子的母亲送走。事情的结果就是谁也不赔谁。向德凯、李不弃，你们先回教室。2人听了穆夫子的话，麻溜地跑了，留下一脸懵的杨子竹。穆夫子，你留我干什么呀？你身上的伤是真的吗？我也不知道，昨天还好好的，也没感觉到疼，今天就成这个样子了。这会儿还感觉有点疼呢。行了，你走吧。穆夫子今天辛苦了。杨子竹在回去教室的路上看到了大哥哥，他眼睛一亮，跑过去站在大哥哥跟前。大哥哥，你今天来的好像比往日早啊。哎，你脸上的伤从何而来？没事了，他们比我还惨呢。大哥哥，那日跟着你的人没来吗？没来，以后也不会再出现了。以后若是有人欺负你，你便来告诉我。大哥哥，你连我都打不过，告诉你干什么呀？杨子竹第一次没有心直口快。我虽然身体不好，但我好歹是官2代，百姓怕官，知道吗？杨子竹突然人间清醒了。对呀，大哥哥你是官2代，他们都怕大哥哥。哎呀，不好，夫子来了，我得走了。大哥哥中午见。下午放学回家，杨子墨放了书包就往外面跑。三弟，你干啥去？我去找齐叔。隔壁杨琪看到跑来串门的杨子墨，笑着去堂屋拿糖块给杨子墨，他拿了3块。杨子墨摇头，大哥2哥掉牙了，他们不能吃糖，我只要1块。那你吃3块。不行，娘说了，糖不能多吃。昨天的问题
你问了吗？娘是喜欢七叔的。杨琪挑眉，甚是愉悦。你娘回来了吗？没有。鱼扇门关着，人不在家，那去哪里了？七叔，我们去找娘吧。行吧，你回去跟你大哥说一声，要不然回头来找你找不到人会着急。杨琪说完，将杨子墨放下地。落地的杨子墨嗯了一声，噔噔噔地跑回去。杨子墨看到等在拐角口的齐叔，他笑咯咯地跑过去。齐叔，爸。从乔氏家门前过的时候，里面扫地的乔氏看到了。乔氏小小的惊愕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估摸着杨衙役可能是真的对余化有意思，要不然谁会无缘无故的对别人家的孩子用心。一扇门口，杨子墨瞅着挂着锁的门，娘去哪里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应该是去集市买东西了。我们是回去还是去逛逛？逛逛吧。一大一小就这样牵着走，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父子呢。被他们找的余化今天七拐八拐来到他没有来过的街，这会儿正走在这条街上，一连看到几家赌坊、几家妓院，还有一家小官馆后，他眼睛一亮，小小的桃花镇居然还有这种地方。逛着逛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走进伯乐坊，他睁大眼睛，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余化快速扫了一下两边，很快找到了杨大宇。他看到杨大宇揪着一个人出来，便知道自己想岔了。杨大宇拉着杨大全走，边走边骂，骂完抬头看到了于氏，他拉着杨大全过去，拦住了要上2楼的于氏。嫂子，你咋在这里啊？我跟着你进来的呀。杨大宇一听于氏是跟着自己进来的，嘴角一抖，这回头要是染上了毒瘾，是不是还要怪他呀？你们走吧，我转转。杨大宇见杨大全盯着于氏，露出了不洁的目光，抬起手就是一巴掌。看什么看？再看信不信你媳妇今天晚上站在你床头上看着你。杨大全的媳妇儿被杨大全输给了别人，人被带走的当天晚上就吊死了。杨大全被吓到了，对杨大宇说：我回家。随你。杨大全一走，杨大宇2、3步跟上了余化。嫂子，听说三郎的腿治好了，是真的吗？真的，他们仨现在有名字了。啊？老大杨子燕，老二杨子竹，老三杨子墨。名字很好听。我取的名字。余化突然接了一句，杨大宇愣住了。这是想让我夸你一顿吗？余化瞅了一眼迟迟不夸人的杨大宇，撇了一下嘴巴。这人不上道啊，活该跟那个杨琪一样都是单身狗。啊呸！怎么突然想起来杨琪那个狗东西啊？七叔，我娘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应该是回家了。后面3个字没有说出来。杨琪看到了余化，他看到余化跟着一个男人从拐角处出来。娘！余化正在跟杨大宇说话，突然听到自家老三的声音，侧头一看，还真的是自家老三，转身小跑过去。咋没有肉啊？最近有点上火。这天是容易上火，不过肉还是要吃点。今晚我想在你家借宿一晚，我也不白住。一会儿我去买点下酒肉，咱们今晚上喝一杯。杨琪没有回应。你跟于氏之前干什么去了？如果他没有记错，那条街都是玩乐的地方。杨大宇去那里他不觉得奇怪，余化去那里就有点奇怪了。我们从伯乐坊出来，哎呀兄弟，可以啊，都混到帮人家带孩子了。若是以前，杨琪肯定甩杨大宇黑脸怼上几句，但是现在没所谓，甚至还感觉杨大宇这话挺好听的。不过还是要解释一下。子墨下学回家，没看到他要找他，我要买菜，就顺道带子墨出来了。兄弟，你确定喜欢他？杨琪没搭理杨大宇，抬脚走向余化和子墨母子。你家小花园里好像种了这2种菜吧？
我瞅着好些出台了。杨琪抿着嘴巴，他居然忘记了自家小花园里种的菜。杨大宇瞅着窘住不知道说什么的兄弟，哈哈笑起来，趁此机会揭短。他是肉食者，属于无肉不欢，地里的菜生台都被他忘记数正常，要不是他上火，估计都不会买菜吃。上火？菜苔炒着也挺好吃的。我不喜欢吃，紫燕他们要是喜欢吃的话，晚点儿我掐了给你送过去。其实他想说，你要是喜欢吃的话，我可以掐了送给你。哦，我家有。余焕说完就牵着子墨走了。别以为他没看出来杨琪是在撒谎。哎，你这是定了？子墨说他是喜欢我的。兄弟，你怕是误会了什么吧？小孩子说的喜欢跟大人说的喜欢可不一样。有关系吗？不一样又怎么样？只要我把它变成一样的不就行了？开饭了。只要喊吃饭，杨子竹永远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他跑到桌边，看桌子上一片绿，他惊呆了。没肉吗？没肉。而下方的卷毛仔一听没肉，叼着碗离开了。卷毛仔，你不吃饭了吗？我不吃了，本是要去隔壁蹭肉吃，本是闻到隔壁有肉香味，本是要去吃肉。爬墙脚打断。走到门边的卷毛仔立即掉头，叼着碗回到了主人身边。3个孩子睡觉后，余华一把抓着卷毛仔进了空间。卷毛仔一到空间，先是一愣，然后就灵活起来，不用他吩咐，迈开脚步往茅草屋后面走去，选了一块地方开始刨地。这家伙该不会误以为这2天给他的待遇是在逼迫他刨地吧？翌日，余华一大早起来买了一盆饺子，他给卷毛仔整了满满一大碗，可把卷毛仔幸福死了。早饭后，余华将昨晚熬夜做出来的药拿出来递给杨子竹，让杨子竹代为交给钟浩轩，并且叮嘱道：别掉了哈，这点东西可是200两，掉了拿你抵押。杨子竹一听，这纸团团一点的东西要200两，吓得他不敢接了，连忙摆手：娘，你还是给大哥吧，我万一掉了我赔不起。出息！余华睨了杨子竹一眼，嫌弃得很，将东西转手递给了杨子燕，拿去给钟浩轩，1人1颗。好。钟浩轩从杨子燕手中接了药后，便向夫子请假回府。浩轩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书院吗？怎的回来了？是身体不舒服吗？这里不用你伺候，你下去歇息吧。丫鬟俯身退了下去。浩轩，是有什么事吗？这是孩儿求的药，能够控制我们身上的毒，2、3年不毒发。等明年春暖花开了，孩儿陪娘亲出去外面走走，如何？许久，他回了一声好。姨娘，春熙园那边你要过去看看吗？那边怎么了？夫人不知何故上吊了，被奶娘李氏及时发现救了下来。过去看看罢了。那日说写休书，只是一时之气。我跟雪容虽一起长大，但对她真的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除了那晚，我一次都没有碰过她。有时候我在想，你到底有没有心？甚至怀疑你是不是不喜我。既然不喜我，当初又为何？你住嘴，别说了。老爷，何姨娘来看夫人了。你身体不适，来这里作甚？妾想同夫人说说话。我不能听。女人家的事情，老爷出去吧，我同妹妹说说话。又赶我，干脆你俩在一起得了。时间一晃到了11月，天越来越冷。于妹子，你今儿这么早关门了？看到与陈德元同来的皇甫玉轩，眼睛一亮。皇甫玉轩看到他这个反应，心情甚好。你是来送药的吗？皇甫玉轩脸上的表情有点僵，感情是他自作多情了。他对余华点了一下头。此次来桃花镇，的确是来送药的。这个时候尚早，你为何不多炖一些汤卖？我懒呀。既然如此，
那你可否同我回百草居一趟？可以。那个李大夫怎么不在啊？半个月前就被剔除出了百草居，那种道德败坏的人留在百草居，害人又害百草居，不能留着他过年。余化嗤笑，陈大哥还挺幽默。应程德元的要求，他改口叫程德元为陈大哥，算是认了个干哥吧。正所谓成不了情人，可以成兄妹呀，这也算是一种关系。那他没得那疯狗病啊？陈德元嘴角抽了抽，没有。那真是可惜了，果然这老天爷是个瞎子。这次轮到黄甫玉轩抽嘴角了，啥也没说，领着他去后院，从后院的一道暗门进了一道豪华的宅子。我可否跟你请教一下西施毒解药配方？可以，你把你们黄甫家药园子里的每种药草都给我1颗。哈哈，你可真敢开口啊！咱俩半斤8两，如果你们黄甫家弄出了解西施毒的解药，想必黄甫家能够更上一层楼。可以，成交。我一会儿就写信回去，不出意外，年前能够送到。杨琪，那不是你家邻居吗？何相武跟杨琪去巡街，顺便去杨琪家吃顿午饭。自从无意间在杨琪那里吃过了一次杨琪家隔壁邻居送的菜，他觉得自己家的菜跟猪食一样。何相武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眼睛直戳戳盯着百草居的兄弟，兄弟别灰心，说不定你那个邻居就好你这口。杨琪收回目光看了何大哥一眼，你这个安慰不如不安慰，自己现殷勤1个多月了，余化对他有那么一点点劲了，可这不够啊，因为他觉得这个进展有点慢。余化转身看到了杨琪，眼睛一亮，他抬脚向杨琪走过去，先是给何相武打了一个招呼，接着将人无视在一旁，向杨琪询问：杨弟弟，你是要回去了吗？何相武第一次听于氏对杨琪的称呼，难免显得震惊。杨弟弟？我比他小，叫我弟弟很奇怪。其实一开始杨琪也挺抗拒这个称呼的，但听着听着就习惯了，甚至还觉得杨弟弟3个字听起来挺好听的。这大概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可能放个屁都是香的。何相武感觉自己此时可能不太适合在这里，他找了个借口进去百草居看病去了。我一会儿回去炖汤。何衙役是要到你家蹭饭吗？如果是的话，那我顺便把你们的饭一起煮了。不是，他一会儿回家吃，还跟我说他媳妇儿给他做了红烧肉吃。能给我弄个红烧肉吧？给钱弄啥都行。我要是把全部家当给你，那我是不是可以？可以什么可以啊？一天天的脑瓜子里装的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装的都是你。杨琪现学现用，这是他今日巡街无意中听到的情话。从哪儿学来这些歪门邪道啊？杨琪嘴角抽了抽。余化居然说这是歪门邪道，看样子这招对余化没用啊。他想处媳妇儿，而余化想跟他处兄弟。谁他妈想跟他处兄弟了？中午加一盘红烧肉是不是？嗯。杨琪气到不想说话了，只应了一声。回头给我送1袋米，1袋米给你兑换成5盘红烧肉，大概1盘200文钱。肉的成本大概……你不用跟我说的这么清楚。飘香楼的红烧肉1盘也是200多文钱，你做的比飘香楼的好吃，卖300-400文都可以。啊，这样啊，那我刚才说错了，1袋米3盘红烧肉。杨琪深呼吸默念：忍住，不能骂人，骂人就完了。余化瞅着不说话的杨琪，哈哈笑起来。逗你玩呢，说好5盘就5盘。他说完转身走了，脸上的笑容还挂着。杨琪微嘟嘴巴，忧郁地望着离开的余化。百草居2楼某个窗户前，黄甫玉轩站在这里，他看着离开的2名衙役。那个年轻的衙役跟余化是什么关系？
少爷问这个做什么？不出意外的话，那个衙役以后可能是于妹子家3个孩子的后爹。少爷，你该不会是对于妹子起了心思吧？他那么有本事，本少爷对他有意思，很奇怪吗？不奇怪，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少爷，趁早断了那个心思。你们不合适，家主跟家主夫人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放心，本少爷不会祸害你妹子，又不是亲妹子，瞧你这紧张的。要不是你叫我一声少爷，怕是想要揍本少爷了。半个时辰后，杨琪归来，他没有去自家，而是直接去敲隔壁于画家的门。于画正准备翻墙过去，看看杨琪回来了没有，听到自家门被敲响，他转身过去开门。打开门，看到门外的杨琪，他笑道：你回来的正是时候，进来吧。于画说完转身走了，杨琪跨进门将门关上，然后跟在他身后。你关门干什么？吃饭呢。于画无言。这家伙是打算就在这里吃，不端回去吃了？端来端去麻烦，我直接在你这里吃了比较省事儿。锅碗瓢盆我还是照样洗。他丝毫不受诱惑，不就是刷锅洗碗吗？你端回你家里吃去。杨琪微愣，自己都说包刷锅洗碗了，他怎么不动容？姐现在纯粹就是不想惯着你，要不然你还以为你拿捏住了姐呢。杨琪见自己包刷锅碗瓢盆都没用，心里很郁闷。最后他拿了一袋米出来，端着他的汤跟一盘红烧肉离开。他从空间里出来，走出厨房，看到左侧墙头上的杨琪，他脚步一顿。好家伙，亏得自己早了一点出来。我来还锅跟盘子都洗干净了。哦，杨弟弟，你下午不上衙吗？要去。那你还不走？一会儿就走。杨琪说完闭上嘴巴，他在纠结自己要不要问。抿着嘴巴的余画看着跟前欲言又止的杨琪，眼眸沉了一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个男人磨磨唧唧像个锤子。今天上午送你出来的那个男人，我看你跟他有说有笑，你跟他关系很好吗？哦哟，杨弟弟是在吃醋吗？他这一笑，杨琪就有点心里发毛，总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那个你不说也没关系，我走了。杨琪说完转身离开，脚步有点快，要不是不想那么明显，他都想跑起来了。余画嗤笑出声：出息。余扇门口，余画远远地看到那里围着一群人，他微微皱着眉头走过去，近了才听到是怎么一回事。我的闺女死得好惨呐！这黑心的余善卖的汤毒死了我闺女。周围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那就报官，在这里闹什么？让官府的人来，不比你在这里哭闹好得多。穿着衙役衣服的杨琪在这些人身后站了好一会儿了。杨琪相信余话，他肯定这个夫人不敢去衙门。对呀，这人都死了，怎么还不报官？居然跑来这里闹腾。这有什么？肯定是心虚不敢去报官呗。你们是不是瞎呀？这孩子是真的死了，哪有人为了诬陷一个管子把自己孩子弄死的？余话这时候过来，大伙儿见于掌柜来了，纷纷给于掌柜让出了一条路来。呸！狐狸精，不要脸！你说我狐狸精不要脸，这是什么意思？麻烦大姐你说清楚了。胖夫人被余话嚣张的气焰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难道不是吗？3个孩子的娘了，一天天把自己打扮成这样，跟那些男人有说有笑，就是不要脸。哼，我卖汤我不说话，我难不成跟他们打手语啊？还有啊，你说我打扮成这样，请问是哪样？我是露胳膊露腿了，还是扣子没扣好？难不成就因为你没有我的好身材，嫉妒我就出言污蔑我？我天生丽质是我的错了？余话说完，旁边的杨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个碗，装了半碗热茶递给他。喝口水润润喉。余话看了杨琪一眼，接住碗喝了2口水，然后将碗还给杨琪。
不喝了吗？不喝了。余化的话音刚落，杨琪将剩下的水喝了个精光，周围人都是一脸的亚色。他扫了一眼妇人跟前的女孩尸体，你是自觉带着你女儿离开，还是去衙门当场对质啊？到时候你女儿是被人打死，还是喝我的汤毒死，相信很快就能调查清楚了。果然，妇人听了他的话后脸色微变。或许你想现在对质也行。我卖的汤卖给了谁，卖的是什么汤，每天都有记载。你说说你姓什么，买的什么汤，是多少钱买的哪锅汤，说出来我们对一下。妇人愣住了，她只听那人的安排过来诬陷于善的汤有毒，哪里知道这些东西啊？你看看，你都说不出来，这是不是说明你是故意来抹黑我卖的汤？我也不认识你，更不可能与你结仇。让我猜猜，应该是有人指使你来的这里吧？还有，你女儿应该是脑袋磕破失血过多而亡吧？余化最后一句话说出来，妇人的眼睛瞪大，一脸的惊恐。我弄错了，我女儿不是喝汤喝死的，你女儿该不会是被你弄死的吧？余化语出惊人，大家都盯着女孩的母亲看。虎毒不食子，就算这是你女儿，你杀死了她也是要坐牢的。女孩的母亲摇头，害怕坐牢的她一下子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是我就是一时失手，我不是有意推她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啊。真相大白。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跟我回衙门。女孩的母亲听到这话，脑子一热，转身就想跑。余化挑眉，伸出脚脚绊了这个妇人一下，砰的一声，妇人扑在地上，摔得不轻。你若再跑，那就是畏罪潜逃，我有权当场斩杀了你。女孩的母亲听完不敢跑了，起来后老老实实跟杨琪去衙门。造事的人一走，余化咧嘴一笑，今天谢谢各位的维护，谢谢了。不远处盯着这边的一个男子看到这热热闹闹的一幕，眼眸一沉，转身离开了这里。飘香楼里，少东家张凯文听完回来之人的话，脸黑了下来。废物，让你办点事情都办不好，这么容易就被破解，本少爷养着你有何用？被骂之人垂着头，不敢吭声，连呼吸都不敢多呼吸。张凯文骂了几句泄愤之后，让眼前之人滚蛋。少爷，从这件事来看，今日的办法没用，我们需要收买一个经常在余善喝汤的人才行，毕竟那余掌柜每一锅汤都有记录。张凯文白了随从一眼，你都说有记录了，收买了又有何用？他想着先把余善搞臭，然后趁机接近那个女人，从那个女人手里将秘方套出来。谁曾想刚走了第一步就失败了。晚上，杨琪带着酒器回家，进门后他看了一眼靠在墙壁上的梯子，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抬脚过去爬墙梯子，可能是酒劲上头的缘故吧，他爬上墙后看也没有看就侧身下去隔壁，结果一脚踩空了，摔了下去。这一摔把酒气摔没了，脑壳也清醒了。在堂屋排队背书的3个娃听到外面传进来的叫声，他们跟着娘一起出去。4人来到墙角边，看着躺在地上起不来的杨琪，4人脸上的表情各异。七叔，你没事吧？杨子燕连忙过去拉了一把。停，别动我。余化没忍住笑出声儿。哪里疼啊？腰哪里？这里。杨琪的手指了一个位置，余化伸手过去按了一下，力道有一点点重。闭嘴，吵死人了。杨琪闭上嘴巴，委屈巴巴地望着余化。疼还不让喊，好凶啊。杨子燕瞅着这里，大概可能他们3兄弟有点多余，于是拉着2弟和3弟走了。我拉你慢慢起来。杨琪点头，可能是余化的手软好握的原因，
他感觉腰没那么疼了。站起来后，余化扶着他进去堂屋。我给你检查一下骨头，哪里疼跟我说。要脱衣服吗？这种时候都不忘记勾引我。你要是不怕冷，可以脱。其实他还挺想看看脱衣后的杨琪身材如何。杨琪听完了他的话，真的动手脱了上半身的衣服。这身材真棒，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杨琪手臂上的肌肉，还挺结实。杨琪的身体一紧，抿紧唇不吱声。余化无声地笑了笑，手转移到腰部红肿有些破皮的部位，按压了一下。声音有点心里发痒哎，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说完将衣服给他拉上。天冷，衣服要穿好，着凉会很难受的。杨琪郁闷得很，脑壳一热。你当真不喜欢我？这我怎么接啊？杨琪等了许久不见余化吱声，心里很难受。只要你一日未嫁人，我就一日不放弃。你喜欢我什么？不知道。杨琪回答了3个字，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对别的女人他是避如蛇蝎，可对余化他只想亲近。你能给我什么？我现在不缺钱，不缺儿子。你缺我这个男人。杨琪不要脸的在他的话后面补了一句，姐是那种饥渴的人吗？有本事你别偷瞄我呀，明明缠我身子。我缠你个大头鬼，腰没断，赶紧回去。哎呀，我腰现在要断了。还是想跟你说，没有从那个妇人嘴里问出是谁指使的他。狐狸总有露尾巴的时候，能自己走吗？不能。杨琪想都没想就说出了这2个字。既然不能，那我扶你回去。然而到了杨琪家门口推门的时候，才发现门已经从里面拴住了。你这里等着，我翻墙过去给你开门。余化说完，将人扶到门槛上坐着，然后转身回自个儿家。坐在门口等着开门的杨琪感觉自己等了1年似的。他扶着门站起来，结果刚站稳，门就从里面被拉开，然后他一个不稳倒了进去。杨琪在摔倒的时候脑壳清醒了那么一丢丢，他捞住余化的腰，调整了一个方向，咔，余化趴在他身上，脑门更是撞在杨琪的下巴上。腰疼，下巴也疼，杨琪感觉一身都疼。哎，你怎么样了？这次腰真断了，你得负责。还有，我头有点晕。你下身有知觉吗？他在检查这人有没有被摔瘫，要是真瘫了，那就真的要负责到底了。杨琪误会了，脑壳里一下子蹦出了很多不可描述的东西。余化看着那支棱起来的帐篷，抬手一巴掌给他拍了下去。拍完，听到杨琪的惨叫声，他才知道自己干了啥。你还好吗？余化见他不吱声，伸手去戳了一下那里。你干什么？杨琪受到惊吓一般，赶紧用手捂着。我看看他废了没。杨琪觉得自己今晚是他20年来最倒霉的一个晚上，他就不应该跟何大哥一起去喝酒。喝酒真是误事儿啊。你那儿没事吧？华姐啊，咱现在能不说这个吗？余化闭上嘴巴，给了杨琪一个我懂了的眼神，不再提这茬儿。他把杨琪扶回房间后，让杨琪趴在床上，然后他也爬上了床。你想搞什么？肯定不会搞你，就算搞你，你也熊不起来啊。余化3两下就扒了他的衣裳，让杨琪赤裸上身，在杨琪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下手了。杨琪疼得叫出了声儿，然而只叫了一半，就被余化按住脑袋捂在了枕头上。不准叫，你动一下看看。杨琪听话的动了动，发现腰不怎么疼后，他吃惊的望着余化。姐知道姐很厉害，不要用这样崇拜的眼神望着姐。
我这是喜欢了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杨老弟，你这腰咋的了？摔的。摔的？杨兄弟，你武艺在衙门算是最好的了，请问你是怎么摔的呀？昨晚喝多了上头，没看清路，摔沟里了。杨老弟，我看你还是跟向捕快告一下假。这男人呐，腰可不能马虎了，不好好养着，回头要是落下了什么毛病，那就麻烦了。何相武看了一眼周围，然后凑近杨琪，小声地说：“特别啊，是你这种还没娶媳妇的人，腰要是落下了毛病，回头满足不了媳妇，那你媳妇就有可能红杏出墙啊。”杨琪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了，不过这件事情听起来还真的挺严重的。不行，他要去问问余化。刚好向捕头来了，向捕快见状盯着杨琪的腰：“小杨，你这是怎么了？”“昨晚同何大哥喝酒，回去的路上摔沟里了。”“沟？桃花镇哪有沟啊？小杨，那种地方还是少去为好，容易沾染什么病的。你模样周正，让媒婆说亲还是很容易的，还是娶个媳妇比较妥当。”杨琪心底无语，他娶媳妇儿就是为了干那种事情吗？不过好像没毛病啊，但误会他还是要解释的。为了证实自己是真的摔伤了腰，他将衣服撩开给向捕快看。“哎呀，你还真摔的呀！哎呦，你这倒霉的，看起来还挺严重啊，你得赶紧去看大夫才行啊，别回头落下了什么毛病。我可跟你说呀，这男人要是腰……”杨琪听着向捕快跟何大哥一样的话，嘴角抽了抽。“那个何相武，你送杨琪去百草居看看。”“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大夫让我休息几天就行。我过来跟向捕快告假。”“告假这种事情，你找个人过来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哪需要你跑过来说呀？那何相武，你赶紧送他回家。”“不用了，我自己能走回去。”杨琪拒绝了向捕快跟何大哥的好意，抬脚独自离开。杨琪回家路过余善，看了一眼余善没有挂锁却紧闭的大门，知道余化在里面。他无视排队等着的众人，直接过去敲门。大家都知道杨衙役跟余善的余掌柜关系匪浅，也就没有吱声。不过一个个都盯着杨衙役的腰。“这个杨衙役莫不是昨晚去了哪里风流伤了腰？”总之他们脑袋里多了不少不可描述的东西。敲了好一会儿里面都没有声儿，便放弃了。他转身去隔壁买了10个大肉包子，打包好后回家。就在他走后没多久，余善的门打开：“余妹子，2炷香前那个杨衙役来找过你，敲了好一会儿的门呢。”“啊，我睡了个回笼觉，没听到。”那些排队订汤的人听到余掌柜说回笼觉，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啊，难不成跟杨衙役风流的人是余掌柜？要不然睡什么回笼觉？”回到家，他在前院顿了一下，侧头看向隔壁，然后脚拐了一下，向梯子走过去。他上墙就看到在前院躺在摇椅上的杨琪。余化翻身过去，走到杨琪身边，摇椅上的杨琪硬是没动一下，一看才知道这家伙在这里睡着了，只不过这脸绯红绯红的，怎么看都不正常。“该不会是发烧了吧？”“你发热了，而且还有点高，最好是弄一点退热的药喝喝。”余化看着有点呆呆的杨琪，笑了笑：“你带我进你的空间，我去给你配点药，回头你自己熬着。算了，还是我给你熬吧，看你这样子估计也不想动。”“没错，我就是不想动，浑身疼不说，还不得劲。”他抓着余化的手将人带进去，而他连同摇椅也一起弄了进去。余化嘴角抽了抽，没有吱声，抬脚去那乱七八糟一片的杂草杂花中给杨琪配药。杨琪看着为自己忙活的余化，嘴角情不自禁地扬起来。他笑了，生病有人照顾的感觉真好。余化的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扯了一把药草回来。“行了，出去吧。”杨琪嗯了一声，带着他出去。出了空间后，
余化直接去杨琪家的厨房。1刻钟后，他端着一大碗的暗黄色药水给喝了。杨琪看着这一大碗的药，皱了皱眉头。药不都是3碗水熬成1小碗吗？爱喝不喝。我没说不喝。不是很烫，趁热喝了，回房间捂被子发发汗。晌午，余化端着一碗青菜肉粥过来。醒醒，起来喝粥了，喝完再睡。晌午了。穿上衣服起来喝粥。我现在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衙役，但我会尽我一切的能力护他，即便是赔上我这条命。余化刚开一扇大门，皇甫玉轩来了，同来的还有陈修。陈德元拿着药去了中府。好巧不巧的，杨琪在皇甫玉轩进余膳后没一会儿也来了。你热退了？退了。那腰不疼了？他这一问，皇甫玉轩看向了杨琪的腰，只看了一眼，然后抬眼将杨琪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身高与我不相上下，身形要壮硕一些，脸嘛比不过我，所以余化喜欢这个人什么呢？难道就因为年纪小？杨琪知道皇甫玉轩在打量自己，他挺着腰板，疼也不皱一下眉头。余化扫了一眼面前互相打量的两人，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懒得再搭理这2个人，他转身去忙了。杨兄弟是在衙门做事？没错。1个月能有多少银子？皇甫少爷问这个做什么？哼，杨兄弟喜欢余掌柜？喜欢。像余化这样优秀、充满吸引力的女子，说实话，我也喜欢。你喜欢没用，得他喜欢才行。今天他给我熬粥煎药，照顾我来着。哦，对了，平时他也没少做饭给我吃。你吃过他做的饭菜吗？他做的饭菜可好吃了。吃过饭菜了不起啊！桃花镇不知道多少人尝过余化的手艺呢，有什么好炫耀的？虽然桃花镇很多人尝过余化的手艺，知道余化厨艺好，但他们只喝过汤，而且还是花钱买的汤。我就不一样，我不仅喝汤不要钱，我吃饭吃肉吃菜都不要钱。杨琪就跟有读心术似的，将皇甫玉轩猜得一干二净。在隔壁做准备工作的余化听完杨琪的话后，差点没忍住笑喷了。此时杨琪的行为虽然很幼稚，但真的很搞笑。不过非要在这2个男人中选一个的话，他想他会选择杨琪。啪！哎呀，我在想什么玩意儿啊？哼，看样子杨兄弟只知道享受他的好，可杨兄弟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有人对他不利，杨兄弟觉得自己能够护他周全吗？杨琪没有立即回答皇甫玉轩这个问题，想起前不久相捕快跟他说的事情，明年是科举之年，有文状元也就有武状元，他想他可以去试一试。想通后的杨琪抬眼看着面前的皇甫玉轩，我现在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衙役，但我会尽我一切的能力护他，即便是赔上我这条命。他承认自己这点比不上杨琪，毕竟自己身后还有整个家族的责任，不能不顾及他。皇甫玉轩喝了几口茶后便离开了余膳，他一走，杨琪便愉悦起来，因为他知道皇甫少爷对余化没有那种心思。余化端着锅从小隔间出来，看着开心极了的杨琪，撇了一下嘴巴。不过杨琪跟之前那番话倒是印进了他的心里，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真的心动了。钟夫人好像看上你了。轰隆，晴天霹雳啊！钟府，陈德元将2颗解药的价格说了出来。钟夫人听完只是皱了一下眉，接着让管家去库房清点他自己的嫁妆。管家清点得很快，没一会儿就将夫人的嫁妆清点出来了。思来想去，他差人叫来了自己的女儿。娘，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娘想跟你商量点事情。钟莹莹诧异，我娘现在变化好大呀，佛不理就算了，如今竟然说要跟我商量事情。钟夫人知道女儿不适应现在的自己，她直接说，
百草居的陈大夫送来了2颗解药，解药昂贵，为娘可能需要将嫁妆送出去大部分。钟莹莹瞬间明白娘是在担心什么了。娘不用担心我，弟弟跟何姨娘身上的毒最为重要。莹莹，过了今年你就及笄了。娘，我还不想嫁人。明年就是选秀的一年，及笄的女子只有定了亲才可以毕业。娘，我这几个月去街上瞅瞅，看看有没有顺眼的男子。娘你放心，我不会瞎瞅的，我肯定会找个身家清白、人品极好的人定亲。再不济，那个百草堂陈掌柜家不是还有一个没有成亲的侄子吗？咱就定他。送走了钟莹莹后，钟夫人就跟陈德元交易了解药。陈掌柜，你那个小侄子可有定亲啊？未定亲。钟夫人问这个做什么？难不成要给我家小侄子说亲？难道是钟大小姐看上自家小侄子了？那陈掌柜觉得我家小女跟你家侄子有可能吗？这个我也不好说，得2个孩子接触后才知道。陈德元走后，钟夫人拿着2颗药去了梨花院。如此贵重的药，她需自己亲自送过去。叔，你去了一趟钟府，怎么奇奇怪怪的呀？钟夫人好像看上你了。轰隆，晴天霹雳呀！啊！钟夫人不能因为钟大人就残害我这么一个小小少年吧？叔，你不会丧心病狂的真的卖了你侄儿吧？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小子最近是不是看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画本了？陈德元懒得追问侄子看了什么，直接将自己跟钟夫人说的话跟侄子说一说。谁知自家侄子连忙摇头：叔，你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喜欢那钟家大小姐。主要是他还不想成亲。既然如此，那回头我跟钟夫人说说。陈修点头，此时觉得自家叔还是挺明事理的，立即跨过这个话题，对自家叔说今天下午黄甫少爷跟杨衙役之间对话的内容。说完问自家叔：叔，你觉得黄甫少爷是什么意思啊？能有啥意思？无非就是面子过不去，故意找存在。于掌柜说他克夫，杨衙役你不怕吗？我克妻。天这么冷，本来就着凉了，还趴在这儿，也不怕变得更严重啊？杨琪瞅了余化一眼，懒洋洋的不想说话。既然不愿意回去，那就烧火去。烧火暖和，能烤火。你让我烧火？我现在是生病的人加腰疼之人，这个女人居然让我烧火，有没有心呢？对啊，你要是不愿意烧火，那就回去，别在这里碍我的眼。特无语，这人是真喜欢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明明腰动一下就疼。你腰不疼了？疼。既然疼，那你回去吧。不回去。第一次发现这还是一头倔驴。随你。余话说完就要转身进去，结果刚转身，袖子就被拽住。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拽住的袖子，抬眸看向拽着他袖子的罪魁祸首。撒手。杨琪立即撒手，抬眼望着余话。之前我跟那位黄甫少爷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听到了。余话大方承认。那你给我转线，喜不喜欢我？喜欢又怎么样？不喜欢又怎么样？你要是喜欢我，我明年就去西城；你要是不喜欢我，我就不去了。没有啥奔头了，还去个屁！你去西城做什么？明年科考之年，有文考跟武考。杨琪这么一说，余话大概知道杨琪要去干什么的。我觉得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你都应该去。人一辈子不能只为别人而活，你要对自己负责。我不想为自己而活，我想为你而活。杨琪式的土味情话上场。这人好油腻呀，不过听着怪讨人喜欢的。你要是考上前3甲，
你就怎样？还没想好，回头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行，给你半天的时间想。杨衙役，于掌柜不在吗？找他有事儿？没事，就问问。男子感受到了敌意，说完干笑了2声。哈哈，听于掌柜说他克夫，杨衙役你不怕吗？我克妻。杨衙役，你开玩笑的吧？谁跟你开玩笑了？周围听着的人心想：杨衙役，你跟于掌柜是想比谁命硬吗？你俩真会玩。你没走啊？杨琪被气哽住了。这个你从何而来？给你就拿着，哪来这么多问题啊？你要是不要就算了，还给我。你既然送给我了，那就是我的东西。这个应该能中吧？我拿进去中，回头我还你一颗。听你这语气，我还以为你还我一捧呢，结果你他妈说只还我1颗，你是怎么说出口的？女人还是别说粗话比较好，那样显得你很粗鲁。后面3个字杨琪没敢说出来。说呀，怎么不说了？杨琪嘿嘿笑了笑。我帮你烧火。不用。见余化搓粮食要去喂鸡，他连忙抢活。我去喂。余化没说话，也没有与杨琪争活。既然他要喂鸡，那就让他喂鸡吧。3个孩子下学回来后，看到齐叔在自己家，也是见怪不怪了。齐叔，你压好了吗？没。杨琪看他们不写字，便问道：夫子没给你们布置任务吗？3个孩子摇头。齐叔，我们去挖草吧。直接去我那边小花园菜地里扯。好的，齐叔，走啊。你去大门口等，我翻过去给你开门。杨子竹点头，背上自己的背篓，噔噔噔跑出自家。啊，子竹，你背着背篓这是要去干啥呀？去齐叔家扯菜喂兔子。那你让齐叔自己扯不就行了？我们去玩吧。去哪里玩？去找毛巾玩。他下学时候不是说了，他家今天炒花生吗？咱去混一把花生吃吃。炒花生有啥好吃的？不去。那你吃不吃烧红苕了？那我要去。那走吧，你把背篓放在这里。不行，我得跟娘说说，要不然一会儿我娘找不到我会着急的。行，那你去说，我回去也和我娘说一声，要不然回头回家了准要吃板栗。娘，我跟贺木木一起去毛巾家玩了，我们去烤红苕吃。行，天黑前必须回来，知道没？你们2个要跟着一起去吗？要是去的话，在毛巾家买点红苕，回头给你们炸勺丸吃。他也想弄一点红苕粉出来，回头给孩子们弄酥肉汤吃。好吧，其实是他想吃酥肉了。炸勺丸子好吃吗？杨子燕跟杨子墨也望着娘。好吃啊。吃货杨子竹一听好吃2个字，直接去拿大哥的背篓塞到大哥手里。大哥，走吧。我又没说我要去，你想吃你自己背背篓去背。我背篓放齐叔家了，齐叔还要装菜嘞。大哥你就去嘛，大不了我回头多写几个字。几个字就想打发我啊？杨子燕本来没想到这个，既然二弟提了，那他就顺着二弟呗。杨子竹还不知道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那大哥想怎么样嘛？自然是要默写一篇文啊。三弟，二哥平时是少给你吃东西了还是咋的？你居然这样害你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吧？是亲兄弟，不过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中间还是隔着一层的。杨子墨跟大哥二哥不是一个娘，但他们的娘是亲姐妹。杨子墨的娘是为了照顾杨子燕、杨子竹才嫁给了杨武，不知道是2姐妹命薄还是杨武命太硬，这2姐妹都死于生完孩子后。三弟变了，以前三弟就是个容易被忽悠的小可爱，如今是个大坏蛋，也不容易被忽悠了。你默写一篇文章，
我先去背红苕。杨子竹瘪嘴不说话了。一个两个把我命门拿捏得死死的，好过分啊！杨子竹啥也没说，过去拿了三弟的背篓就走，他自己去背。哼！杨子燕见二弟这次不妥协了，有些意外。他还是第一次见二弟不为吃的妥协。余化给了杨子燕一些钱，然后三兄弟一起走了。我们来了，毛巾、红苕准备好了吗？三人来到了贺木木家。乔氏见杨子燕跟杨子竹背着背篓，愣了一下。你们是去打兔儿草吗？不是，我娘让我们买点红苕回来。乔氏一听这话，笑了起来。那你也背点回来，你奶今年没有种红苕。娘，你说这话的时候不亏心吗？上次回去明明看到奶在地里种红苕。让你去背就去背，哪来这么多话呀？别一天想着薅你奶地里种的东西，也没多少。贺木木撇嘴，要不是再磨叽下去，担心吃不上烤红苕，他一定跟娘好好掰扯一下。毛家，金子，你挑红苕干啥呀？我约了伙伴一起去烧红苕，我得挑长得好看的。哦，那你烧红苕的时候小心点儿，烧完记得把火灭了，确定不会燃起来才能走。好，知道了。大姐、二姐，走了，我们去烧红苕吃。厨房门口的毛招娣抬头望着娘。我就不去了，让你二姐跟你去吧。那行吧，回头我跟二姐回来的时候，给大姐你带一个红苕。毛巾娘酸了，你就没想过给娘带一个回来？嘿嘿，一时忘记了嘛。我回来时候也给娘带一个，我爹我也给他带一个。哟，带啥了？我这一进门就听到我儿子要给我带东西。瞅了一眼儿子手中篮子里装的红苕，顿时明白了。爹，我带二姐一起出去玩了。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没有看到杨子竹他们。正纳闷的时候，人来了。我们来了。毛巾、红苕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毛巾指着脚边的篮子。那捡柴吧。二姐挖坑可以吧？毛招娣点头。好，随便挖2下就行。杨子竹说完，背着背篓去捡柴火。一炷香后，6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5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了毛巾。搞锤子，光拿红苕不拿火，这怎么烧红苕啊？我看我们一人洗一个，干啃算了。毛巾抓了抓后脑勺。要不然我们明天约吧。要是穆夫子没有布置任务，我们明天再来烧红苕。那就明天，还是这个地方，我不会再忘记拿火折子了。大家笑了笑，并没有怪毛巾。毛巾，你们家红苕卖吗？杨子燕适时开口。这我不知道，得回去问我爹娘。那我们跟你回家问问。毛巾点头，然后领着他们回家。余化走到厨房门口，看到某只正在偷吃的家伙。味道如何啊？你们不是去烧红苕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我没拿火折子。明天我一定不会忘记的。爹，子燕哥问咱家红苕卖不卖，于婶儿想买一些。啊，这要是不多的话，就直接拿吧，不要钱了。大概2杯喽，我们买。叔要是不收钱的话，我们只能去别家买了。毛巾爹一听杨子燕的话，还能说啥？街上红苕1文钱2斤，我给你算1文钱3斤。1文钱2斤半。行，那就1文钱2斤半。你这孩子，红苕都在这里，你们自个挑，我进去拿秤。没一会儿，杨家3兄弟跟贺木木挑好了，毛巾爹用秤分别给他们称了挑出来的红苕。收了钱后，杨家3兄弟跟贺木木便回去了。回到家，杨子竹背着背篓直奔后厨。娘，红苕背回来了，你快给我做炸红苕丸子。结果厨房里没有他娘的影子，他卸下背篓跑去了堂屋，房间里也没有找到娘。娘不在家，跑哪儿去了？在隔壁吧。
杨子墨说着就往外走，杨子竹连忙跟上。余化在3个孩子离开后回房进了空间，他听到杨子竹的声音，知道是他们回来了。在杨子燕转身去后院的时候，他从空间出来，一同出来的还有卷毛仔。余化走到厨房门口，看到某只正在偷吃的家伙，味道如何啊？好吃，不咸不淡。你们不是烧红苕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回来了？毛巾忘记带火折子了，没有火烧不了。拿着干啥？吃了呀。难不成你还想放回去啊？我跟你讲，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咬过的东西都不能放回去，即便是难吃，你也不能放回去，会很不礼貌的。娘做的东西不会难吃。没看出来，我家子燕还学会了拍马屁呀。嘿嘿，不是拍马屁，是事实。行，是事实。端去隔壁，顺便带一句话。什么话？让他自己热锅里的粥。杨子燕点头，端着碗去了隔壁。我娘哪里去了？对呀，我娘去哪里了？我有没有把你们娘拴在裤腰带上？我咋知道？杨子竹看着大哥手里端着的碗，眼睛一亮，啥也不说，立即离开这里回家吃肉。杨子墨瞅了一下，也跟着二哥走了。娘说让你自己热粥。杨子燕说完转身走了。等你考完后，如果那时候你依旧不变，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杨子墨给卷毛仔拿排骨，刚动就被娘给阻止了。哎，卷毛仔最近不宜吃肉。为什么不宜吃肉啊？他身体出现了一点问题，我给他配了一点药，喝药期间不宜油腻。杨子燕侧头扫了卷毛仔一眼，眼睛在卷毛仔的嘴巴上停留了一下。他怎么感觉是卷毛仔干了什么坏事被娘罚了呢？饭后，卷毛仔爬墙去了隔壁。准备关窗户睡觉的杨琪看到从院墙跳跃下来的卷毛仔，手顿住的时间，卷毛仔奔过来，并且还从窗户跃进了他的房间里。翌日，3个孩子离开后，余化屋里屋外都没有找到卷毛仔，便猜到卷毛仔在隔壁。他翻墙过去，看到穿着牙衣服的杨琪。你腰好了？杨琪扭了2下给他看，表示自己好了。你找卷毛仔？对，他在哪儿？在我屋里床上睡着。你俩昨晚睡一起了？杨琪微微皱眉。怎么感觉余化的话有点不太对劲？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允许他爬床的？不怕他蹭你一床的毛吗？卷毛仔要是敢爬他的床，他铁定打断卷毛仔的4肢。你要一起出门吗？余化摇头。那我走了。你是要走门还是翻墙？余化哪能不知道杨琪的心思，白了他一眼，转身用行动来回答杨琪。眼看着人就要翻过去了，他突然开口：假如我考上了，你就嫁给我做媳妇儿，如何？一条腿跨在围墙上的余化差点用力过猛摔下去。或许你去了西城后就不会喜欢我了。不会。很多男人都说不会，但当肉到嘴边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咬下去。我不会。你若是不信，咱们可以先成亲。美的你。男人在外飞黄腾达后抛弃糟糠之妻的例子那么多，而且我还年纪比你大，被抛弃的几率更大，好吧？杨琪被堵得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假如我有负你，你就将我有空间的事说出去，到时候我肯定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等你考完后，如果那时候你依旧不变，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余化关上门，背上背篓去采购明天需要的东西。在路上碰到了杨琪，他扫了一眼杨琪出来的铺子，那是个书铺，然后就有点惊讶了。难不成这里武官也有文考？那武官太牛批了。杨琪也看到了他，脑子里立刻呈现今早余化说的话。等你考完后，如果那个时候你依旧不变，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当时他听完后，满脑壳都是嫁给你3个字。最后他自己怎么离开家，怎么到的衙门，他都不知道。待杨琪到他跟前儿，他伸手借杨琪手中的书翻看了一下，随意看了1、2页后，一脸嫌弃的将书还给了杨琪。多少银子买的？2两。你这个败家子儿！不是子，是爷们儿。杨琪给他纠正，子听起来感觉是老娘训儿子。都一样。不一样。这人怎么这么喜欢死脑筋啊？就这还想追媳妇儿？兄弟，你以后要是能有媳妇儿，应该烧炷香拜3拜。杨琪见他突然不说话，大概知道自己可能是说错了什么话，立即转移了话题。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吗？用在小打小闹上或许有点用，但是用在打仗上没有一点用。这书能退吗？要是能退就拿去退了，把那2两银子给我，我给你说兵法，绝对比你这破书要强100倍、1000倍。应该是不能退了，2两银子就当做是买个教训了。你不问问怎么知道不能退啊？走，我跟你一起去问问，这种破书他是怎么做到卖你2两银子的？余化拉着杨琪就往书铺走。书铺的掌柜可能是心虚了，看到又回来的杨衙役，特别是看到拉着杨衙役不善的妇人，掌柜心更虚了。余化拉着杨琪来到掌柜跟前，一把夺过杨琪手里的书，放在掌柜跟前。掌柜，能退否？这什么这呀？你就说能不能退不就行了？我们也不会动手打你。不说还好，一说出来，掌柜觉得自己要是说不能退，可能会挨打，但他也不怂，不能仗着是衙门的人就能欺压他们这些小老百姓。不能退，这买卖的时候是你情我愿，要是每个买书的人都跟杨衙役一样，那我这岂不是乱套了？余化觉得掌柜说的有道理。行吧，不能退就算了，拿回去放茅房当厕纸用也行。书铺掌柜的嘴角抽了抽，琢磨了一下，叫住了他。这样，我给你退1半。不退了。余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掌柜，想拿去坑下一个人，门儿都没有。你要去买菜？我陪你一起，背篓给我吧。余化没有拒绝，他想着今早上都说那样的话了，那就把杨琪当成男朋友一样相处吧。买完东西回去的路上，余化感觉自己被跟踪了。你有感觉哪里不对劲不？有人跟着我们。杨琪很平静。前面有个巷子，我们一会儿进去那个巷子。余化点头，他也有此意。走到小巷子口，两人拐了进去。后面跟着的人见状，立即跟上去。只是当他们进去后，并没有看到杨琪和余化2人。他们快步跑进巷子深处。刚叫出声，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谁，人就被打晕了。快弄进空间里。杨琪听从安排，把这2人弄进了空间。好了，回去再审。余化说完，往巷子外走。杨琪跟在他身后，虽然好奇余化以前的生活，但他知道不能问。回到水龙巷，杨琪被余化拉回家后，脸上挂着笑容。他们看到你找我回家了？看到就看到呗。进屋啊！把你脑壳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了。还有，背篓赶紧放下来，带我进去你的空间。杨琪脸红了起来。刚才他还真想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他连忙将背上的背篓卸下来，抓住余化的手，将人带进去。余化进空间后，扫了一眼被杨琪抓着不放的手腕，抬眼看向杨琪，挑了一下眉。杨琪立即松开手，咧着嘴巴憨笑。先别忙着弄醒他们，我去弄点东西。余化说完，走向杂草地。